10岁那年，就在我走投无路之际，师父师母的出现，彻底的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后来我才得知，恩师竟是我们圣经市常务副市长苏伯达同志。从此我便跟随恩师一家生活，向恩师学习，立志像恩师一样为人民服务。时光荏苒，20岁时，我从东大毕业，成功踏入政坛。在恩师的教导与我自身的努力之下，8年时间，我成功晋升副处，担任了镇长一职。可就在我认为生活会按照轨迹运行之时，犹如一道闪电，击碎了我平静的生活。要是没问题，那就签字吧。垂眸盯着桌面上的离婚协议书，杨健的怒火再也无法压制。为了撇清关系，逼他签字，白家众人差不多都到齐了。杨健，你别怪我们无情，要怪就怪你老师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是啊，外面都在疯传苏伯达拉帮结派，弄出一个东大帮。闭嘴！没有恩师的提携，你能当上职高的校长吗？没有我杨健，你能转为正式员工吗？杨健，你他妈竟敢吃我爸妈！没有我杨健的引荐，白展堂能承包到东大的食堂吗？即便恩师被查，即使我被停职，也能让你灰溜溜的滚出东大。你要是敢陷害恩师，我杨健第一个弄死你！快撒手啊，姐夫，我们没有陷害过苏伯达。怎么？你不是警察吗？倒是抓我呀！没有上级的指示，我无权抓人。算你小子识趣！你闹够了没有？你要怪就怪我，要恨就恨我，要打就打我。只要你同意离婚，你就这么着急吗？好聚好散，至少还能留个体面。好，我同意离婚。早同意不就是了？反正你也要进监狱了，那房子与存款就都归我，你净身出户吧。杨健，你竟然敢打我！放开我！你要干什么？你这是在犯罪！你松开我！我不要！三弟，你是警察，快进去抓他呀！大哥，这是夫妻之间的事儿，我怎么进去抓？等他俩完事了再说吧。杨健签字了，他同意净身出户了。干得好，不会是我白文斌的姑娘？杨健，还有事吗？没事，记得明天去民政局办手续。一群忘恩负义的杂碎。杨健头也不回地迈出了白家的门，直奔安叔家的小区赶去。这一切的发生都要从前任省委书记败走奉天说起，而省长楚大山等人的清算就率先从苏伯达的身上开始。虽说杨健与苏伯达绝对没有触碰过违法、违规、违纪的红线，但也架不住有些人的栽赃嫁祸、颠倒黑白、乱扣结党营私的帽子。小杨，你怎么又来了？师母，我还想吃您做的打卤面。你呀你，一点都不懂得保护自己。我长大了，该轮到我保护您了。行吧，你快进来，免得人多眼杂。2个杯子。你老师的其他学生都避之不及，你却一趟又一趟的往着跑。不重要的师母，反倒是您，是不是又有人上门刁难了？没有，最近几天都没来人。师母的表情，今天肯定来人了。你先喝会儿茶，师母去给你煮饭。师母明显是在说谎，莫非是他们在师母加上了监听设备？不行，我要去看看。45码的男款休闲鞋，对方至少要在1.85米左右。莫非这房间内真的有其他人？谁呀？哟，学弟你也在呀，好久不见啊！刘少宇，我先走吧。来者名叫刘少宇，只比杨健大2岁，也曾是苏伯达的得意门生之一。但苏伯达被省纪委带走调查的那一天，刘少宇在盛京市委办公厅当众断绝了与苏伯达的师生关系。这个欺师灭祖的畜生，竟然还敢来恩师家里！早就闻小师弟牙尖嘴利，今日这一脚，来日必报。谁是你小师弟？你还来这里干什么？私闯民宅，老子踹你一脚都是轻的。懒得跟你斗嘴，你老师在家吗？有人派我过来传话。说吧，什么话？只要你能劝服苏老师认罪，其他的事情都好说。劝你奶奶个腿！杨健，你还听不听师母的话了？我是师母。如果我要是不同意呢？下一个就是他。老子早就等不及了，有种就给老子一个痛快！闭嘴，不许胡说！回去告诉他们，想让我们背上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想都别想。没别的事，就请离开我家。毕老师，你再好好想想，我就先告退了。师母，这群人真是一群白眼狼。恩师平时对他们怎么样？出了事情之后不帮忙也就算了，甚至还火上浇油。人不就是这样吗？先不说这些了，开你师傅的车去机场，把晴儿接回来。思晴，小胖妞回国了，不是说好先不告诉他吗？瞒不住了，晴儿已经知道了。也该回来见一见了，不然再见真不知道是哪年了。
那我先去机场接小胖妞，师母您在家好好休息。毕大姐，委屈你了。那小子就是你说的杨健，他真的能行吗？陈科用猛药，乱世需重点。目前看来，杨健就是最佳的人选。谁能相信，堂堂一位实权在握的厅级干部，竟然只买得起一辆2手的帕萨特，开着恩师的破车。杨健疾驰在去往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小胖妞名叫苏晴，是恩师苏伯达的唯一女儿，她与杨健同岁，只比杨健早出生3个月而已。两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用青梅竹马来形容。直到杨健贪图美貌，娶了校花白千雪。苏晴负气远走海外留学，这一走就是7年，今天还是第一次回国。7年没有联系了，也不知道小胖妞瘦了点没有。喂，杨健，小胖妞，欢迎你回家。呆子，我在你后面。小胖妞，怎么不认识我了？你真的是苏晴，那个小胖妞？再叫我小胖妞，信不信我打死你？要不是声音没变，我都不敢认你了。走吧，我们路上再聊。杨健，那个，你先说吧。听我妈说你离婚了。是啊，眼看我也要进去采缝纫机，他们巴不得离我远远的。先不说这个了，你呢？这7年过得怎么样？怎么变化这么大？问你话呢，一直盯着我干什么？杨健，我们结婚吧。你说什么？上集说到，杨健恩师被炒，落得个净身出户的下场，而青梅竹马的突然回归，却让事情开始变得有趣起来。结婚？咱们俩？小胖妞，你别闹了。我是认真的。如果恩师的事情得不到解决，我还得进去采缝纫机呢。7年我都等了，还差那几年吗？这7年来我一直单身，难道你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吗？杨健无语，只得先把苏晴送回了家，想让师母来阻止这场闹剧。可谁能想到，缘分天注定，聚散不由人，这就是天意呀！小健啊，明天去民政局带上晴儿，先领离婚证，再拿结婚证。妈妈，有必要那么着急吗？师母，您的心意我领了，但我不能再害了苏晴。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老苏教了半辈子的学，也就教出你这么一个学生。如果我和老苏不在了，你一定要好好的对待晴儿。话已至此，杨健与苏晴的心都咯噔一下，杨健也只得先应下，想着明日再想个办法应付过去。次日，正在酣睡的杨健被突如其来的电话给吵醒。大早上的，谁呀？前夫哥，我还有半个小时就到民政局，你现在出发了吗？不就是离个婚吗？催命啊！客户着急买房子嘛，你就理解一下下嘛，大不了你再打我一顿。为了报答你的净身出户，我决定在你进监狱之前，我可以24小时随叫随到。前夫哥，你来啦！走吧，把手续办完，咱们再无瓜葛。你竟然带了别的女人！白千雪，好久不见，你是谁？我们在哪里见过吗？我是苏晴啊，你不记得我了？苏晴，那个又黑又胖的小胖子，怎么会变得这么漂亮？别墨迹了，抓紧把手续办完。哼，不行，我不允许你俩在一起。你有毛病吧？现在我跟谁在一起，和你还有关系吗？即使咱俩离婚，我也不允许你再找别的女人。离婚协议书已经生效，你和杨健的夫妻关系已经终止。还没拿到证件，我们还没离婚，我不离了。真是开了眼了，还真是嫉妒使人面目全非呀！白千雪，我马上就要进监狱了，你不是害怕受到牵连吗？我怕，也不怕。那我们就法庭上见吧。看来你真是忘了，我在国外留学7年，学的就是法律专业。留过学了不起啊！只要我不同意，你这辈子都别想嫁给杨健。两女僵持不下，旁边的杨健头都大了。可就在这时，杨健的手机响了，掏出来一看，竟然是个陌生电话号码。你好，哪位？是东风镇的杨健吗？我是杨健，您是哪位？找我有事吗？下午2点，省委大院到了，打这个号码。完了，肯定是省纪委找我问话，没准还会一去不回啊。省纪委找我谈话，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今天离不离？走吧，咱们抓紧时间。半个小时后，杨健走出民政局的大厅，双眼泛红的白千雪紧随在杨健的身后。杨健，还有事吗？一点心意，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吧，剩下的就留着打点些关系吧。铁公鸡竟然拔毛了，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
走吧，杨健，我们去领证。不行，苏晴，我不能再害你了。再等7年又如何？我苏晴等得起，也一定会等你。此情此景，杨健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情感，他一把抱住苏晴，抱得越来越紧。几分钟后，在工作人员钦佩的眼神中，杨健与苏晴正式结为夫妻，终于修成正果。还有3个小时，咱俩抓紧利用一下。回家还是去酒店？我本来想交代一些后事，小胖妞这是理解错了吧？去省委附近的酒店。时间不等人，杨健猛踩油门，帕萨特向着省委大院附近的高档酒店疾驰而去。反正也要进监狱，谁还在乎一本驾照？可就在即将到达酒店之时，你会不会开车啊？急着投胎啊？老子着急进监狱。兄弟，你还年轻，千万不要走上犯罪的道路。多少钱？500如何？你确定？啥也别说了，就当是交个朋友，一口价1000块。什么意思？看我好欺负是不？敲诈我？不是兄弟，是我给你啊，这怎么能是敲诈呢？你给我，不是应该我给你吗？兄弟，钱乃身外之物，千万不要犯法啊！没事，反正也不差那几天了。这小子该不会是个亡命之徒吧？兄弟，你等我下，我回车里拿钱。算了，不撞不相识，赔偿不要了，就当是给兄弟押金了。我叫王大拿，兄弟贵姓啊？我叫杨健，请你吃饭，再给车里的弟妹压压惊。王大哥，我还有点急事，等我出来再聚吧。兄弟，大哥认识几个领导，没准能帮上些什么忙。谁的车？怎么还不挪走？警察同志，不好意思，我俩这就挪车。知道这里是哪吗？前面就是省委大院，你俩知道堵车的后果吗？咋的？省委路口不许撞车呀？哟呵！杨健这小子该不会真是个亡命之徒吧？身份证、驾驶证。处理大厅内，警务人员反复给杨健与王大拿普法，杨健与王大拿只能规规矩矩的接连点头。走完所有的流程后，王大拿仍不死心的邀请杨健与苏晴吃饭。杨健看了眼所剩不多的时间，便欣然接受。王大拿本想去个高档饭店，奈何杨健以下午2点有事为由，就近选择一家不太上档次的小饭馆。兄弟，跟哥说啥事儿？没准大哥真能帮上忙呢。除非你和新任省委书记的关系非常好，否则神仙来了都救不了。王大哥，您认识省纪委的人吗？认识一位处长，够不够用？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王大哥，那您方便帮我们引荐一下吗？没问题，这会刚好是午休时间。在哪？干啥啊？又要找我喝酒啊？找你打听个事儿。啥事儿呢？省纪委约谈东风镇的杨健，方便透露一下是因为什么吗？东风镇的杨健也没听说过这个人啊！你喝傻了吧？省纪委怎么可能约谈乡镇干部？这时，杨健举起自己的手机，提醒王大拿问一下这个座机号码。王大拿立即报出一串座机号码，让对方帮忙查一查。请客过后，对方诧异道：“这可是秘书长的座机号啊！你在哪里搞来的啊？你在哪里？我现在就去找你。”李良，10多年的好哥们，杨镇长，苏律师，一见如故的新朋友。李处长好。秘书长可是全省最忙的大管家，他能在百忙之中接见你，一定是有大事要谈吧？实不相瞒，我也是云里雾里，不过我想应该会和恩师的案情有关。秘书长轻易不会过问案件，是什么案情？我是苏博达的学生，她是苏博达的女儿。不好意思，李处长，请您放心，我和苏晴绝对没有见过你。不至于，就是有些惊讶罢了。兄弟，你多心了，苏市长的人品那可是杠杠的。苏市长的案子在第1监察室，而我只是2室的副处长，但是多少也听到点风声。苏博达至今还没有认罪，被关押在省纪委的某家宾馆内。我能透露的也只有这么多了。听完消息，杨健与苏晴携手起身，面向李良与王大拿深鞠一躬，并反复感谢李处长与王大拿的点拨之恩。同时，李良也是位性情中人，不然也不会和王大拿处成兄弟，便当场报出了自己的电话号。见此情景，杨健与苏晴一茶代酒，并约好时间宴请一次。眼见午休时间所剩无几，杨健，我带你去省委大院。谢谢李处长。杨健先在门岗那里填写了拜访信息，然后就在李良的引领下，杨健第一次迈进奉天省的权力中枢。秘书长的办公室在1号楼的第3层，一会儿你先给他打个电话，然后再去拜见吧。谢谢李处长，我还是在门岗这里等吧。没事儿，纪委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反正干的都是得罪人的事儿。那我先回去了，有时间见面聊。李处长慢走，有时间再聚。目送李处长走进3号楼后，杨健抬手看了眼手表，距离约定好的时间还有15分钟左右。放眼望去，省委大院真庄严啊，到处都充斥着权力的味道。想着想着，时间到了，掏出手机拨通秘书长的电话。领导好，我是东风镇的杨健，我已经准时抵达省委大院的正门口。
你把电话交给门岗。报告领导，我已填写好拜访信息，顺利走进省委大院。1号楼第3层最里面的办公室。真霸气啊！不愧是奉天省的大管家。请进。领导好。进门就是罚站，这回算是彻底完犊子了。心机太多，脑门锃亮，早晚变成个秃子。坐下吧。谢谢领导，我站着就行。陆书记要见你。姓陆，陆书记，新上任的省委书记陆怀远，他找我做什么？说罢，秘书长看眼时间，然后就起身向着门外走去。杨健赶忙跟在秘书长的身后，真是大气都不敢喘一下，走路都不敢发出任何的声响。即便心里掀起了滔天的巨浪，可脑海里却是一片空白，只有嗡嗡的声音在回荡。请进。陆书记，东风镇的杨健带到。辛苦玉龙同志。陆书记太客气了，这是我的分内工作。陆书记好。坐吧。谢谢陆书记，我站着听领导的指示。你站着，陆书记坐着，想让领导仰望你。一名小小的县长，竟然被新上任的省委书记召见，而刚一进门就被秘书长狠狠地来了一个下马威。你站着，陆书记坐着，你是想让领导仰望你？没有，我怎么敢有那个意思？玉龙同志，就别吓唬小朋友了。那陆书记您先忙，有事儿您吩咐。没事的，小杨，咱们坐下聊。是，谢谢陆书记。听人提起过你，便叫你过来聊一会儿。每一个字都如同千斤重的铁锤一般，反复敲击着杨健的心房。杨健只能保持微笑，强行逼迫自己一定要镇定，千万不要紧张。就当对面的正部级大佬，奉天省的新任省委书记，是位普普通通的老帅哥吧。省委向我推荐了几位人选，可我想要一位有过基层经验的秘书，你有什么想法吗？韦陆书记，虽然我没有从事过秘书的岗位，可能会需要一段熟悉的过程，但是我的学习能力很强，并且能为陆书记服务，就是为全省的人民服务。这既是荣幸，也是挑战。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绝不辜负领导的信任以及人民群众的重托。坐吧。以你现在的情况，只能临时借调过来。至于后续如何用实际行动说服省委的同志们，我一定不会辜负陆书记的厚望，更会全力以赴地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玉龙同志，麻烦你过来一趟。这下我有救了，恩师也有救了，否极泰来的呀！陆书记，请您指示。玉龙同志，麻烦你把杨健借调到省委办公厅，再任专职秘书一职。好的，我这就去办。杨健，你跟玉龙同志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明天见。明天见，陆书记。秘书长，还是我来吧。陆书记真有眼光，杨健同志一定能够胜任这份工作。闻言，陆怀远微微点头，瞬间高看杨健不少。他要的就是杨健的主动出击，绝对不能墨守成规。可杨健却不敢暴露出任何的神情，只能用心倒好这第一杯的茶水。走出省委书记的办公室，秘书长把杨健带到了隔壁。小黄，这位是陆书记钦点的秘书，你俩交接一下工作。领导好，我叫杨健。我可不是领导，也没什么好交接的，你自己看着办吧。说着，黄景全收拾起自己的私人物品。他刚被提拔为秘书一处的处长，本以为会顺理成章的成为新任省委书记的专职秘书，没成想屁股还没捂热，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黄处长，我明天才能报道，您这是有区别吗？反正迟早都是你的位置。这是对我的横空出世心怀不满啊！可那又怎么样呢？黄处长，麻烦您站好最后一班岗，我要先去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麻烦你尽快适应一下这里的环境。可是黄景全话音未落，杨健转身就走。既然抢了他的位置，那么理应要承受他的刁难。换位思考一下，这事儿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都会是如此的反应吧？要怪就怪这奉天第一秘的位置，简直太诱人了。可杨健现在没时间思考别人的感受，当务之急还是尽快了解一下省委大院的大概情况。可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杨健根本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走出1号楼，杨健打开手机，先给李处长发去一条喜讯，然后就拨通苏晴的电话，把这则惊天的大喜讯亲口讲给他听。刚刚挂断苏晴的电话，李处长的电话就打了进来。兄弟，你在哪儿呢？李大哥，我在1号楼门口，去哪儿办理通行证啊？李良改口称兄道弟，杨健也就顺势为之。更何况初到省委大院，肯定需要贵人的提点嘛。你在那里等我，我这就过来。
这奉天第一蜜的含金量真是够高啊！这时，王大拿发来一条短信：“兄弟，恭喜你，下班见。”谢谢王大哥，今晚不见不散。王大拿一直陪在苏晴的身边，静候杨健是否能够平安归来。单凭这份心意，杨健都应该请王大拿吃饭。雪中送炭，远比锦上添花更能打动人心。在李良的热心帮助下，杨健非常顺利地办理好了省委大院的出入证，然后又在李良的热情陪同下，熟悉起了奉天省的全地中枢。陆书记暂住在省委的招待所，并没有入住前任省委书记的别墅。杨健一直都在静静地聆听，事关自己的前途与蜜月，丝毫不敢错过任何的细节。第一天，省委省政府举办了接风宴；第二天，省委省政府一起恭送中组部的领导；第三天，省委省政府开了一天的见面会。之后就是双休日，陆书记应该还没有单独接见过各部门的一把手。李大哥，陆书记突然任用我，会不会与恩师的案情有关？此话一出，李良双眸一亮，瞬间恍然大悟，突然调用苏博达的爱徒，绝对是最强烈的政治讯号。兄弟，我只能告诉你，像陆书记这个级别的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往往具有非常深远的战略意义。我明白了，可是李大哥，我好像不太受待见，以后该如何处理同事之间的关系啊？杨健的这句话明明是问人际关系，实则是想打听下1号楼内的小道消息。久经官场的李良又岂会读不懂杨健的话中话？更何况他也正想借此机会捆绑专职秘书杨健，讨好新任省委书记陆怀远。于是乎，李良轻声提点道：“秘书长是个墙头草，他基本不会表态，你只需要顺着他的脾气就好。至于秘书一处的其他成员，有多一半是刚刚调过来的，只有那个黄景全是个老资历。不过既然你已经得罪了他，那就不要再想着和解了。”我也不想抢夺他的位置嘛。苏市长为什么会蒙冤？我想你应该很清楚。既然陆书记选择了你，那你就再也没有了回头路。我明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定要坚定自己的立场。李大哥，谢谢您的提点，我一定会时刻牢记于心。朝堂之上，如履薄冰，一步之错，万丈深渊，你我共景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你我共勉之。两只手掌紧紧地握在一起，迟迟都没有松开的迹象。初到省委大院的杨健，第一天就结交到一位雪中送炭的政治盟友，彼此表明心意后，李良又讲出许多的高层秘闻，例如前任省委书记为什么会突然败走奉天，例如楚省长的政治盟友都有谁，例如地方势力的划分，以及省委常委们的态度等等。反正只要是李良知道的，且对省委书记陆怀远有用的，几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听得杨健汗流浃背，不停地倒吸一口凉气。聊着聊着，就快要到下班的时间了。你先去送一送陆书记，我在正门口等你。李大哥，一会儿见。黄处长辛苦了。哼，谈不上辛苦，在哪里不是为人民服务？也别闹得太僵了，免得日后被穿小鞋。您也是我的领导，我就是过来为领导们服务的。给脸不要脸的东西，谁给你的勇气？轻敲3声房门，杨健推门而入，蹑手蹑脚地拿起水壶，毕恭毕敬地为省委书记服务。全省都可以不待见我杨健，但只要省委书记喜欢就好。既然没有回头路，那就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正当倒完水准备离开之际，陆怀远突然开口：“小杨，晚上有个应酬，你陪我参加一下。”好的，陆书记。大家都是同事，不要过于紧绷。我初到奉天，人生地不熟，还得指望你这个坐地壶呢。陆怀远在考验杨健的悟性，看他敢不敢放开手脚，能不能听懂这里面的含义。从您抵达奉天省的那一刻起，您就是全省几千多万人的主心骨，全省人民都在期盼着陆书记的到来。杨健这小子不仅能猜出我的心思，他还能揣摩出我的用意。那就按例先去调研一圈吧。你和玉龙同志商讨一份行程出来，随行人员不要太多，尽量轻车简从。好的，陆书记。书记先说指望我这个坐地虎，然后又让我和秘书长商讨一份行程出来，这字里行间需要揣摩的东西太多了。按理来说，书记的行程安排是省委大院的最高机密，且调研路线应该先由办公厅拟定，再经过专职秘书的手转呈到书记的桌面上。而陆书记命令我和秘书长一起商讨，这是不是在担心会被省委大院的某些人牵着鼻子走？他们规划出来的路线肯定都是他们想让省委书记看见的，那考察的意义几乎就变成了一场普普通通的政治秀，不能了解最真实的奉天省，反而还有可能会被某些人给利用。难道省委书记想让我添加一些见不得光的，能够真实反映出奉天情况的地方？高端局太累脑子了，我不会也变成一个秃子吧？杨健并没有直接去找秘书长汇报，而是打算3思而后行，明天早上再说。当务之急，通知省委书记的专职司机，先把晚上的工作做好。没有敲门，直接走到黄景全的面前。你可以下岗了。哼，走着瞧。杨健懒得搭理他，拿起办公桌上的通讯录，拨通专职司机的电话，提醒对方10分钟后出发。挂断电话后，先给李处长与王大拿各发去一条抱歉的短信，然后拨通苏晴的电话。老婆，今晚要加班，你先回家吧。
此时此刻，杨健的心情美极了，结婚与升官同时降临，真正的双喜临门。苏晴只叮嘱杨健少喝点，其他的什么都没说，然后就羞答答的挂断了电话。这时，一个陌生号码突然打了进来。您好，您是哪位？杨大秘，恭喜恭喜啊！我是你的老领导，凤阳市委书记孙立人啊。谢谢孙书记。我刚好在省里开会，今晚替你举行一下欢送宴，你下班了吗？我派人过去接你。谢谢孙书记，但今晚不行，我得加班。理解，秘书工作不容易，更何况还是奉天第一秘呢。哪天有时间，你随时通知我，咱俩不醉不归。谢谢孙书记的理解。电话刚一挂断，又有陌生号码打来。杨健犹豫片刻，爱谁谁一律不接。这时，短信如暴雨一般疯狂的倾泻而来，震动声就没停过。好家伙，短短的5分钟之内，竟然干进来100多条短信。俗话说，农村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合着城里就没有墙，全是风。专职司机打响座机，杨健敲向省委书记的房门。3分钟后，左手端着陆怀远的茶杯，右手拎着陆怀远的公文包，跟在陆怀远的身后，望着陆怀远那挺拔的背影。陆书记这净身高能有1.85米左右，穿上皮鞋差不多就到1.9米了吧？这双皮鞋不会这样巧吧？难道那个人是他？上集说到，杨健成功当上省委书记的专职秘书，却发现陆怀远穿的这双皮鞋，他曾在师母家中见过。45码的同款皮鞋，该不会真的这样巧吧？莫非那个人真的是陆书记？小杨，你在想什么呢？没事，陆书记，车已经到了，我们下去吧。小张，去奉天大酒店。好的，陆书记。司机小张年龄不大，看上去像个退伍军人，浑身都是精气神，一脚油门下去，凤音00001直奔奉天大酒店驶去。途中，杨健一直紧盯着前方的路况，做好随时应对突发意外的准备。小杨，这么紧张干嘛？难道还有人敢拦停省委书记的座驾不成？那倒不至于，就是担心会有人闯红灯。听闻北方人性格火爆，尤其是在堵车的时候，经常会发生口角，甚至还会动刀。口角时有发生，动刀偶尔会有，但是并不多见。盛京市的治安还是不错的。陆怀远微笑着点头，倒不是因为盛京市的治安，而是杨健的回答非常客观，并没有诋毁家乡的意味。可坐在副驾驶上的杨健瞬间又惊出了半身的冷汗，绝不是因为车内的空调，而是担心陆怀远会对北方人有偏见。车还没停稳，数名领导瞬间就围了上来，直接抢走了本属于杨健同志的开门工作。简单的客气几句，象征性的握了手，陆怀远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奉天大酒店。放好陆怀远的茶杯，杨健在服务员的引领下孤身走进隔壁的包间。进门的一刹那，包间内的秘书瞬间全部起身。好家伙，最低都是正处级，甚至还有一位是正厅级的领导。拉扯了有一会儿，正厅级的领导做主位，杨健被强行按在了次位。欢迎陆书记执掌奉天，也很高兴认识杨大秘。此话一出，全场同时起身，纷纷举起手中的酒杯，敬向杨健的所在地。这杯酒是敬给省委书记陆怀远的，杨健得替陆怀远代劳。感谢各位领导。杨健深刻认识到，陆书记带他前来赴约，是为了搞好秘书外交。书记那屋都是央企、国企、军工企业的一把手，统统都是中管干部，而他的任务就是打好秘书之间的桥梁。酒过3巡，菜过5味，杨健捂着手机的听筒，擅自来到陆怀远的身旁。老板，没有电话，北方人比较能喝，您注意一下身体。半个小时后吧。明白。杨健庆幸自己想对了，陆怀远确实需要一个先行离开的借口。同时，杨健也借此机会改口叫陆书记为老板。走出大佬们的包厢，杨健立即拨通专职司机的电话，提醒对方半个小时后准时离开。正当杨健准备返回包厢之际，一名风韵十足的中年女子突然挽住了杨健的手臂。杨秘，我是这家酒店的总经理周慧敏，我能请您去办公室里喝杯茶吗？下次再说，今晚不方便。一言为定，我期待杨秘的再次光临。这我可不能收，您就别为难我了好吗？会员卡而已，又不是银行卡，我哪敢为难您啊？真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妖精。眼见时间要到，杨健故技重施，再次来到陆怀远的身旁，双手递去自己的手机。陆怀远接过手机，了几声过后，扭头吩咐杨健安排车子，立即过去。好的，陆书记。杨健故意提高音量，好让大佬们都知道省委书记临时有事，赶忙起身相送，一直送到了酒店的正门口。一脚油门过后，凤音00001向着省委招待所驶去。老板，我们回去休息吗？这个时间段乱吗？分地段，城中安保力量最强，一般人不敢乱来。最乱的是城北，那里是流动人口聚集地。那好，小张，我们去城北。此话一出，杨健顿时惊出一身的冷汗。今晚没带警卫，这要是发生点意外，可如何是好？杨健快要急冒烟了，思来想去，偷偷给王大拿发去一条短信：带人赶去城北，暗中保护大老板。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刚好可以回报王大拿的恩情。临近城北的时候，司机谨遵陆怀远的指示，把汽车开进了马路边的大商场。车子停稳后，小张第一时间打开后备箱，杨健赶忙去取微服私访的装备。趁着陆怀远在车里换装，杨健拉过司机小张：“车里有防身的东西吗？”“没事啊，我特种出身，3、5个猛男不在话下。”杨健还是不放心，他接来小张的电话，给王大拿发条短信：“手机即将没电，如果联系不上我，立即拨打这个电话。”这时，一身休闲装扮的陆怀远下了车。走吧，咱们去体验一下盛京市的夜生活。杨健与小张一左一右，三人成品自行向着城北的夜市一条街走去。沿途，陆怀远频频点头，偶尔还会和摊贩聊些生意状况等等。走了10几分钟左右，陆怀远突然调侃道：“哪有你说的那么乱呢？这证明老板的威名足以镇压那些魑魅魍魉。”你不诚实，这里并不是真正的城北。闻言，杨健顿时惊出半身的冷汗。你不诚实这4个字可大可小啊！老板，我宁可被开除党籍，也不想带您以身犯险。咱仨平均1.85米的身高，都不敢进城北逛一逛，这要是被传出去，还不让人笑掉大牙？老板，您误会我了，身高既是咱们的优势，同时也是咱们的劣势啊。单凭小张的身高与长相，就很吸引美女与嫉妒者了。要是再加上您的气宇不凡，不愧是东大的才子，你想思维能力很强吗？不过任他龙潭虎穴，我都要闯一闯。眼见陆怀远态度坚决，杨健只能陪他走上一遭。至于可能会发生的意外，杨健做好曝尸街头的准备。于是乎，杨健在前方带路，直奔城北最乱的街头走去。途中，杨健不顾陆怀远诧异的目光，在街边买了2把锋利的菜刀，把刀藏在腰间，然后才肯带领陆怀远踏入城北最乱的地界。老板，这附近本是盛京最大的国营企业家属区，国改丝后，下岗浪潮降临，这些工人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警察、城管、市场监督管理局都不管吗？如果不睁只眼闭只眼，恐怕会发生更加棘手的事情。根源在下岗职工的安置上面，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项，那就是招商引资，争取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那得招来多少的商人，才能解决掉几10万人的就业啊？帅哥，进来玩一会吗？没兴趣，你们去找别人吧。可女人们却变本加厉，拼命的拖拽陆怀远等人。眼见陆怀远的脸色越来越差，杨健思考片刻后，我上走吧。打人了，伤人了，欺负女人了。杨健刚要掏钱平事，远处突然出现一群膀大腰圆的男子，瞬间就将杨健3人围了个水泄不通。见此情景，杨健立即挡在陆怀远身前，单手摸向后腰，另一只手举起200块钱。对不起，我赔你们200，这事就算结束。故意伤人可是要判刑的，你觉得200块钱够吗？那你说个数，我看看身上够不够。不够也没事，你们可以打欠条。你们就不怕我报警吗？众人一起放声大笑，就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杨健也跟着笑，他也知道报警的用，这话是问给陆怀远听的，该有的流程必须要走完才行。小朋友，我不为难你，消费1000块，这个女人今晚归你。那我们凑凑看。老板，接下来怎么办？不给，看他们能怎样。杨健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老板这是要把事情闹大了，今晚过后最低也要干掉1位副局长吧？没时间继续想下去，还是先应对一下面前的事情吧。兄弟，我们只有200块钱，你们爱要不要？不然我就报警。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别逼我动手啊！这小子还带了菜刀，你能砍我们几个人啊？正当场面陷入尴尬之际，几名民警推开人群走了进来。谁在闹事？警察同志，这小子不仅打人，他还要拿刀砍我们。警察同志，我出门买菜刀，他们合伙敲诈我，我举起菜刀是因为正当防卫。放下菜刀，双手抱头。警察同志，是我们报的警，按理来说，你应该先过问一下事情的缘由吧。非法持刀，蓄意伤人，这事还用问吗？我需要你来教我办案吗？祝你今晚一睡不醒吧，免得会被上级领导给抽死。头儿，蹲着的那个是我姐夫，您能帮忙说句话吗？白展强的声音，他怎么会在这里？对了，他所在的就是城北这片区域。你姐夫，白经理的老公？对了，他也是公务员，要不就算了吧。算了，除非让你姐陪我一晚，否则谁来也不好使。我上走吧。你配当人民警察吗？他敢袭警，咱们一起为民除害。村头小弟们瞬间就围了上去，大有立即打死杨健的架势。就在这时，王大拿带着20名工友冲了进来。住手，统统住手，否则我给局长打电话。我叫王大拿，我认识市局李局长，你们要是不信，我现在就打给他。杨健走到陆怀远的身边，附耳解释刚刚的一幕，以及提前安排的后手等等。陆怀远面无表情的点头，有勇有谋，这事儿办得还算可以。
王老板，这小子非法持刀在先，故意袭警在后，就算是闹到李局长面前，我也不怕。兄弟，给我个面子，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行不？只此一次，下不为例。谢谢兄弟，找个机会，我约你和李局长一起吃饭。吃饭吃的怕不是牢饭吧？那好，我帮你引荐一下这里的负责人。我替我兄弟赔，这些够不够？凭什么给他们？看这架势，他就是新任省委书记，还是听他的吧。你还想活着走出这里吗？你认为这里归你管对吗？你当法律不存在是吗？给我打断他们的腿！不许动！正当局面即将失控之际，警笛声响起，大批武警与特警瞬间就包围了这里。上级说道，新上任的省委书记微服私访，半路却遇到黑恶势力的敲诈。对不起，陆书记，我们来晚了。此时全场鸦雀无声，没有人看不见来人肩膀上的光芒以及胸口处的00001。我想问问你，这里归不归政府管？你这个公安厅长能不能管了这里？报告书记，能管。全部铐起来！特警们一拥而入，一个都没有落下，只因趁头方们早已原地爆头。而此时，陆华人指着方才的民警说道：“你们几个知法犯法，助纣为虐，根本不配当警察。”杨健顿时心头一紧，只因白展强也撇不清干系，开除公职都是最轻的处罚。正当特警准备铐住白展强之际，陆华人突然开口：“不用铐的。”闻言，杨健长舒一口气，老板真给面子，前小舅子算是逃过一劫了。白展强偷瞄一眼杨健，要是没有姐夫的帮助，这回算是彻底交代了。公安厅长刚要开口说些什么，陆华人转身就走。小杨，咱们回去吧，免得再被黑恶团伙给盯上。老板英明，看来盛京市即将会迎来一场全方位的扫黑除恶专项整治行动。凌晨1点左右，三人安全抵达省委招待所。时间太晚，杨健决定今晚就住在这里，明天陪着老板一起上班。与苏晴通了电话之后，杨健定好闹钟，瞬间就进入到梦境当中。一日早上6点半，杨健被闹钟吵醒，拨通前台的电话，服务员很快就送来连夜烘干的衣物。陆华源有晨练的习惯，这是杨健从招待所主任的嘴里套出来的信息。换好衣服，静候陆华远的房门声。果然7点一到，陆华远就推开房门，准备按时晨练。老板早上好。起得挺早嘛，走吧，一起去锻炼一下。杨健紧跟在陆怀远的身后，向着招待所附近的公园跑去。走了半个小时后，前方的陆怀远毫无异样，可后方的杨健却是气喘吁吁。这时，陆怀远慢下节奏，微笑着调侃道：“你才28岁吧？”闻言，杨健顿时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耗子洞钻进去。可转念一想，这是个挑起话题的机会，正好试一试陆怀远的想法。老板，停止反省这段时间，我确实有些自暴自弃。因为什么停止反省？因为我挪用了新农村专项改造资金，用来拯救即将倒闭的乡镇企业。不冤，确实应该停止反省一下。我也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但如果不先拯救一下即将倒闭的企业，立刻就会发生上百人的失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与其靠国家拨款来改造农村，那还不如带领百姓们致富，让他们用自己赚来的钱去建设美好的家园，拿大格局来掩盖自己的违规操作，用民心来博取组织上的同情。老板，这算是夸我呢，还是指责我呢？再有这样的事情，你可以先向组织写份申请，如果上级领导受制不理，至少也算是报备过了。我学到了，谢谢老板的谆谆教诲。省委书记能提点几句，那绝对算是把你当成半个自己人了，这让杨健怎能不激动？简短的休息一会儿，陆华远继续运动，还没走到500米，杨健就看见了公安厅长的身影。好家伙，不愧是厅长啊，消息挺灵通的嘛。可陆华远并没有理会对方，而是继续晨练，且还向着远离对方的方向跑去。生死只在一瞬间，看看厅长会怎么选。杨大秘，早上好。早上好，厅长。能帮的只有这么多，至于对方会不会成情，以及老板想不想理他，全凭他自己的造化。果然，厅长投来一抹感激的目光。而就在这时，正前方的陆华远逐渐放缓脚步，漫不经心地问道：“查出什么了？”回陆书记，省厅连夜成立专案组，由我本人亲自指挥，调集厅内的精兵强将，是将城北的黑恶势力一网打尽。知道了。老板这是并不满意啊。陆书记，我还想向您请示一件事。什么事？说吧。我想借用此事，在全市乃至全省范围内开展一次为期3个月的雷霆行动。不愧是厅长，察言观色的本领很强。不要上纲上线，奉天省的治安状况哪有那么差？我们不能抹黑前辈的形象，更不能质疑省长同志的能力。但是基层警员的职业操守明显有问题，中层干部的执行力与领导力绝对不及格。因此我建议仅在盛京市开展一次为期1个月的治安整治专项行动即可，同时由省厅组织一次覆盖全省范围内的中基层警官暨教育警示活动，
陆怀远说的每一个字，杨健都在心里反复分析，这里面的包含的意义太多了。首先，厅长蛊惑老板烧第一把火，而老板在用言语敲打厅长的同时，顺便示好一下前任省委书记，以及先给厨省长一点面子。其次，老板还不想大动干戈，他想先拿盛京试试水，看看省会城市的阻力会有多大。最后，作为省委书记，选人、用人、管人、育人才是最关键的事情。仅仅几句话之内，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就能传达出这么多的意思，不愧是正部级的大人物啊！他们的一举一动、只言片语，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呀。晨练结束后，杨健代替陆怀远委婉地谢绝了厅长的陪餐。临别之际，厅长紧握杨健的双手：“小杨兄弟，今天的恩情来日必报。”厅长客气了，我得进去陪老板了，期待您凯旋的消息。凯旋那日，我请你喝酒。老板，厅长走了。他的风评如何？韦老板，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厅长的贵姓，更别提他的风评了。你这个坐地户还没到耳听八方的程度吗？请老板放心，我很快就能修炼出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的神通。回去洗漱吧。杨健立即飞奔回自己的房间，第一时间掏出手机打给王大拿，让对方在10分钟之内尽可能的打听到公安厅长的情报。挂断电话后，杨健急匆匆的返回陆怀远的房间里站好。老板，董厅长的风评还算不错，至少没有太多的负面消息。可以，执行力很强，继续说下去。但董厅长也有不作为的嫌疑，例如迟迟没有铲除全省的犯罪分子等等。不作为就是渎职，更是一种腐败，上刑才能下效，言传需要身教。陆怀远这句冷冰冰的言语，似乎提前揭开了董厅长的命运。杨健不能乱想，更不敢泄露出去分毫，他只能静观老板的后续动作，以及董厅长的实际行动等等。早餐结束后，杨健左手端着老板的茶杯，右手拎着老板的公文包，紧跟在老板的身后，向着省委大院走去。省委招待所距离省委大院只有1000米左右。陆怀远拒绝乘车，天天步行上班。刚出招待所的正门，2名便衣警卫瞬间就出现在杨健的身后。警卫肯定恨死我了，昨晚要是出现了一点意外，所有人都得跟着完蛋。您好，您是哪位？杨大秘您好，我是市局的李宏伟。要是没猜错的话，李局长很快就会落马，还是别有太多瓜葛为好。回到办公室内，放好茶杯，添上热水，转身出屋，带进房门。杨健直奔秘书长的办公室走去。3声敲门过后，杨健微笑着推门而入。秘书长，我来拿陆书记的日程安排。昨晚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要带陆书记去那里？以秘书长的神通，想知道发生了什么，简直就是易如反掌。之所以问我，无非就是立规矩吧。虽说我是省委书记的专职秘书，可名义上的直属领导却是秘书长。回秘书长，晚宴结束后，老板想去暗访一下盛京城的治安。小杨，再有这种事情，你一定要立即通知我。陆书记的人身安全，那可是全省的重中之重啊。杨健一愣，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秘书长之所以突然转变态度，一定跟老板带他去赴宴有关。不看色面看佛面，即便秘书长看他不爽，那也得考虑一下陆怀远的感受。秘书长，昨天太匆忙，我没留您的手机号啊，不然早就第一时间向您汇报了。毕竟您是我的直属领导嘛。这小子还挺懂规矩的嘛，知道我是你领导，还不第一时间存我的电话号。闻言，杨健赶忙去拿水壶，毕恭毕敬地给秘书长的茶杯续满，谄媚地说道：“领导，您喝点茶，消消火，别跟我这个刚出茅庐的愣头青生气。”日程表在打印机里，自己拿吧。谢谢领导。对了，老板想下去调研一圈，他让我跟您商量一下行程上的安排。陆书记都有哪些指示？随行人员不要太多，尽量轻车从简，但是绝对不许走过场。有明确的指示吗？例如第一站去哪？想调研什么样的企业？没有，但是老板貌似对基层很感兴趣，例如关系到民生上面的事情。杨健只能用自己的语言去影响秘书长的决策，同时还得需要秘书长来帮忙揣测老板的真实心意。这样，咱俩分工协作，你去试探下陆书记到底想要调研些什么，我来拟定一份初步调研计划。汇总过后，咱俩讨论一下，然后再呈到陆书记的桌面上。好的，我这就去办。老板交代的工作差不多能完成了。离开秘书长的办公室后，杨健直接来到老板的面前，汇报出今天的日程安排。好家伙，真是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给老板留啊！谁拟定的这份日程安排？这是想要累死我老板了。裕民同志过来的时候不用请示，直接带他进来。通知秦远同志下午再来，把上午的时间都留给高阳同志，其余的照旧。全是省委常委各部门的一把手啊！老干局的晚宴让玉龙同志准备点礼品，今晚又没法回家了。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杨健第一时间打给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秦远同志的秘书。第二件事，打给秘书长汇报一下。第三件事就是不停地拒接各种陌生电话。忽然，房门被人敲响。小杨，陆书记方便吗？
闻言，杨健赶忙起身，立即小跑到省委专职副书记齐玉民的面前。齐书记，陆书记在等您。岁数大了，腿脚不灵活，让陆书记久等了。杨健不敢乱开口，而是侧身引路，把省委3号人物带到老板的房间里。陆怀远走出办公来，微笑着伸出手。玉民同志，终于又见面了。陆书记，接风宴上没聊够啊！杨健一边倒茶，一边细听2位大佬的对话，心想：如果秘书长是老板的左膀，那么专职副书记就是老板的右臂，他俩都要责任协助老板开展工作。尤其是省委专职副书记，他还要协助老板抓党建。杨健很想留在房间里聆听一下大佬们的谈话艺术，奈何身份不允许，那就只能识趣地带进房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杨健接听了座机上的电话，可还没等杨健开口，听筒里就传来了令他作呕的声音：钱副哥，恭喜你啊！上集说到，一名小小的县长竟被省委书记提拔为贴身秘书，而害怕被牵连而选择离婚的前妻，竟在此时打来了电话。钱副哥，恭喜你啊！听出白千雪的声音，杨健秒挂电话。从昨天晚上开始，白千雪打来好几通电话，发了几十条短信，杨健统统视而不见。万万没想到，他竟然敢打到省委的办公室。而在这时，房门再次被敲响。小杨，陆书记有时间吗？高部长，陆书记正在谈话，您先在我这里喝会儿茶吧。小杨之前在哪里任职啊？回高部长，之前在凤阳市凤阳县东风镇担任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一职。怪不得是临时借调，因为按照惯例，陆书记的专职秘书最低也要是个正处。你复出多久了？回高部长，刚满1年左右。杨健顿时在心里狂喜，只因高阳能问出这话，就意味着距离下次提拔不远了。你还年轻，只要能干出成绩，组织部会优先考虑具有潜力的年轻干部。我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和组织上的栽培。这小子是个机灵鬼，一点就痛麻。眼见高阳听出了讨好的意味，杨健立即转身掏出抽屉里的软包华子与烟灰缸。打听到领导喜欢，我今早特意准备了一包，只等领导您的到来。闻言，高阳双眸一亮，陶醉着开口说道：陆书记出马。我刚到1天半，还不清楚陆书记的习惯、老板的生活习惯等等，全是机密中的机密。杨健绝对不会轻易外泄，谁问都不好使。那你出马？以前抽，现在戒了。金色传说，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递来的香烟，有人敢拒绝吗？反正杨健不敢，他还要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的。双手接过一包未开封的软包黄鹤楼。高部长带来的香烟会不会有特殊的含义包含在内啊？一是为了有备无患，趁机讨好一下新任的省委书记；二是因为故人西赐黄鹤楼，他想变相的提醒一下他和前任省委书记的关系不错。再联想一下老板的口吻与安排，推迟面见宣传部长秦远，上午独宠组织部长高阳。杨健瞬觉应该做点什么，或者暗示些什么，好辅助老板拉拢一下省委常委内的票数。高部长，失陪一下，我进去添水，辛苦您再多等会儿，后面的时间全都属于您。老板推迟掉了其他人。没事儿，你去忙，我在这里等你。回到办公室后，杨健端坐在办公桌前，佯装处理起手头上的工作。高阳也掏出手机，垂头处理些工作的事情。沉默了有一会儿，陆怀远的房门突然响起。陆书记，您先忙，改日再来向您汇报。小杨，带高阳同志过来吧。好的，陆书记。组织部长高阳与陆怀远会面之后，杨健坐在椅子上，翻看着手机里的未读信息，挑些重要的人物逐一回复。可不回不要紧，一回信息更多，全是请客吃饭的。可一路省委深似海，从此半点不由人，连家都回不去，哪里有时间和他们吃饭？突然，王大拿发来一条短信：兄弟，市局李宏伟想请你吃饭，离他远点。懂了，注意身体，有时间再见。谢谢王大哥，哪天去我家里喝点。正当杨健放下手机，准备进屋添水之际，座机一响。您好，您是哪位？杨秘书吧，我是黄市长。陆书记下午有时间吗？姓黄的市长应该只有盛京市长黄有人了吧？他咋有脸给我打电话？自己干了什么？心里没点数吗？一定是慌了，担心老板会过问恩师的案情，或者他是在按照楚省长的指示投石问路。不好意思，黄市长，恐怕没时间接见您。那明天呢？明天应该有时间吧？黄市长，您最好先和办公厅预约一下，我这里没办法答复您，希望您能理解。杨秘书，不是我不懂规矩，而是根本就约不到啊！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吗？那我尽量吧。不好意思，领导来了。整整一个上午，陆怀远只接见了省委专职副书记齐玉民与省委组织部长高阳。齐玉民来的时候病怏怏的，走的时候健步如飞。陆怀远与高阳聊得最久，貌似在谈人员上面的事情，名单没敢偷瞄，倒是听到几位大人物的名字。不过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杨健去揣摩，那就是陆怀远允许高阳在办公室里抽烟，但高阳只抽了一口就丢在了烟灰缸里。单凭这个细节，杨健在心里庆幸，猜对了，老板确实想要拉拢一下高阳。吃完午饭以后，杨健准备在办公室小憩一会儿，毕竟晚上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可刚要睡着之际，您好，您是哪位？
杨大秘，一处有个活动，你要不要参加？黄景全，这个时间段打电话，你是存心不想让我午休？集体活动能参加肯定要参加，暂定在明天晚上，具体时间和地点到时候再通知你。你给我等着，早晚给你好看。下午上班，杨健来到陆怀远的房间。小杨，去置办一些必备品吧。北方是人情社会，我也得入乡随俗呢。再也不愁没口粮了。这1年下来，得省老多钱了吧？调研室送来的材料太笼统，你需要些各市的详细材料，尤其是那些相对落后的城市，我要看到最真实的数据。明白，我这就去办。回到办公室，杨健立即拨通秘书一处的电话，厉声说道：“黄处长，陆书记要看各市的详细材料，要真实数据，现在就要。想折腾我，先管好你自己吧。”真实现实报，杨健在拨通省委接待办的电话。你好，我是省委书记秘书杨健，我这里急需一些必备的招待品，麻烦你们尽快送过来。接电话的是位非常热情的女同志，并反复保证明天一早肯定送到。这时，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杨健闭起聆听，想要练成听声辨人的神通。杨大秘，下午好。秦部长，下午好。听说你喜欢，特意给你带了一包。谢谢秦部长，您先坐会儿。秦源也不客气，像是经常过来一样，直接坐到靠门的单人沙发上。1分钟后，杨健端着茶杯，把秦部长请到老板的办公室内。据传，以前的秘书们可以用脑子记下上百个座机号码，而如今的杨健只需要把各位领导的手机号全部存在手机的通讯录里即可，但也架不住需要存储的号码太多，杨健存到眼花缭乱，手指酸痛。突然，老板的房门响了，杨健赶忙起身查看，只见宣传部长秦宇正轻轻地带上房门，又面无表情地走了过来。杨健没敢乱动，更不敢上前乱问。这才10分钟左右，秦部长被端茶送客了。陆书记接电话，我刚好要去趟卫生间。办公室内，两人相顾无言。秦部长似乎有些欲言又止，难道这初次汇报并不顺利？老板没有给他好脸色，还是他本身就有问题？你过来一趟。秦远同志走了吗？还没有。就说我在接电话，让他先回去吧。明白。秦部长，陆书记临时参加高层的电话会议，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结束。大事儿要紧，我改日再来汇报。秦远有问题，老板并不待见他，以后得离秦部长远点。下一位是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博文，时间定在4点，还有1个小时左右的空余时间。杨幂，我来给您送材料。这黄景全欺负人啊，让女同志搬这么多的材料，快放下，千万不要受伤。谢谢杨幂。黄处长呢？他为什么不亲自送过来？黄处长在忙，他派我替他送过来。你先休息会儿，我给你倒杯温水。谢谢杨幂。你叫什么？我叫金露，金陵人，刚到一处半个月。江南嘉利地，金陵帝王州，古人承不起我呀。怎么每个男人都这么说？黄处长说的集体活动是什么？聚餐喝酒吧，他都找我好几回了。大家都去吗？还是自愿参加？黄处长说，集体活动必须参加，否则就是。黄景全这个老色批，这是想打金露的主意吧？你替我转告他，我没时间，你们聚吧。我知道了。那你先回去忙吧，有事情我再叫你。杨幂再见。越漂亮的女人越容易遭到针对，要么宁死不从，要么寄人篱下。小杨同志，陆书记有时间吗？李书记好，您先坐会儿，我这就去禀报。3分钟后，还是老样子，端着茶杯，侧身引路，带大佬进屋。回到办公室，只见秘书长马玉龙正坐在沙发上，举着文件，皱眉翻看。陆书记要的是的，之前送去的材料，老板并不满意，都给一处，让他们去整理。领导，您真好，您是我遇到的最贴心的领导。只拿嘴感谢啊！领导，这是高部长忘在这的好烟，我都没舍得抽，一直给您留着呢。黄鹤楼，给你的就说给你的，瞎扯什么忘记了？这不是怕影响不好吗？你小子晚上的老干局，多替陆书记挡一挡。放心吧，领导，只要我还活着，谁也别想欺负我老板。你小子倒是敢说，可别把牛皮吹破。领导，我自知没什么优点，唯一能够自夸的就是知恩图报。陆书记对我有知遇之恩，您对我有护犊之情，谢谢领导。陆书记和我没有看错人。此举一出，马玉龙却误以为是陆怀远在暗中授意。想到这里，马玉龙的心情顿时大好。虽说自己排在省委常委的最末端，但是只要有着陆书记的支持，一切皆有可能。5点40左右，政法委书记李博文走出陆怀远的办公室，听见开门声的一刹那，马玉龙与杨健一起迎了上去。李书记汇报这么久，真是羡煞旁人呐！你署长吃醋了，怨我霸占陆书记的时间了。我哪有那么多的醋可吃啊？怨气倒是有点，就怕李书记不爱听。说来听听。陆书记刚到奉天就意外遇险，身为省委的大管家，能没怨气吗？你署长消消气，这件事儿我肯定会给陆书记和省委一个交代。老板的房门是虚掩的，这就意味着李博文和马玉龙在给老板演戏。
李书记，别怪我生气，陆书记可是全省的主心骨啊，绝对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啊。请省委放心，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杨健很想看一下老板的表情，于是便推门而入，收拾起老板的办公室。余光偷瞄几眼，老板毫无表情，就像什么都没听到一样。难道这就是喜怒不形于色，毫无不言于表，悲欢不溢于面，生死不从于天？这时，马玉龙微笑着进屋。陆书记，礼品准备好了，咱们几点出发？现在出发，没有长辈等晚辈的道理。于是，杨健立即拨通司机小张的电话。10分钟后出发，前往老干局。上集说到，杨健在上任省委书记秘书的第一天，就见识到了省委大院的勾心斗角。就在惊叹生存于此有多烧脑之际，司机小张开着凤 A00001来到近前。省委大院正门口，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委老干局局长于恒正站在车前恭候陆怀远的座驾。于恒同志，咱们先赶路，到地方再谈。好的，陆书记。于恒躬身回话，然后立即坐进自己的专车，跟在秘书长的车后。3辆小轿车在铁骑的引领下，向着奉天省离休干部活动中心驶去。途中，陆怀远突然开口：“小杨，今晚不能先走，得把这些老同志们招待好。”明白，秘书长交代过，一定要伺候好这些老领导。不仅是老领导，他们还是我党的瑰宝，如同活化石一般的珍贵。这算不算是拜码头呢？老板想要拉拢一下那些桃李满天下的老领导，先搞定奉天省内的国企、央企、军工企业的高层，再示好一下已经退居2线的本土狠人。2步下来，奉天省内的大人物差不多都见了一遍，剩下的都在省委省政府了。第3步是什么？老板会怎么走？会不会直接和楚省长掰手腕？晚宴设在活动中心的大礼堂，在热烈的掌声中，陆怀远登上主席台，又在众人的注视下发表一番简短的讲话。随后，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老干局局长于恒代表省委老干局全体成员欢迎陆书记的莅临。一套既简单又标准的流程过后，慰问晚宴正式开始。杨健被安排在距离陆怀远10几米的角落，刚落座，电话就响了起来。掏出来一看，竟然是盛京市长黄有人。黄市长，有何指示？杨敏，我在门口，你方便出来一下吗？麻烦您等一下，我这就出来。黄市长，久等了，打扰您用餐了。黄市长，不是不帮您安排，而是陆书记的日程太满，实在是分不出时间了。理解，所以我来试试运气。明面上得罪这个副部级大佬也不太好，先周旋一下。那您先进去等一会儿，有合适的机会，我跟陆书记提一嘴。那就麻烦你了，我随叫随到。老板，黄有人在外面要见您，让他去休息室等着吧。3分钟不到，房门被人敲响，杨健把黄有人请了进来，带进房门，倚靠在房门口，充当起了门神。真想进去听一下，一定会和恩师的案情有关。明天的日程安排，应该轮到纪委书记了吧？不到10分钟，黄有人就走了出来。谢谢杨幂。黄市长慢走。杨健走到陆怀远的面前，眼见老板正在思考，杨健伫立在原地，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沉默了有一会儿，陆怀远突然开口：“苏伯达是你老师吧？”韦老板，苏伯达不仅是我的老师，他还是我的岳父。什么时候的事？毕大姐也没提过，还有这层关系啊？那你如何看待苏伯达贪污受贿的事情？子虚乌有，栽赃陷害，乱扣罪名，打击报复。你在质疑纪委同志的职业操守，质疑奉天省内的政治生态。杨健瞬间惊出一身的冷汗。可如果非要在奉天第一女与恩师苏伯达之间选一个的话，杨健会毫无犹豫地选择后者，选择一辈子的家人苏伯达。韦陆书记，恩师的为人，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敢用自己的生命与党籍担保，苏伯达绝对是我党最忠诚的同志。没调查清楚之前，不要把话说得太早、太满、太大。真金不怕火炼，真心不怕考验。这件事儿，等纪委调查清楚再说吧。杨健长舒一口气，然后赶忙跟在陆怀远的身后。回到大厅后，杨健根本没心思吃饭，满脑子都是陆怀远的那几句话。如果纪委继续调查，到底能查出些什么，谁都不好说。杨健心里没底，若是继续放任某些人栽赃假货、屈打成招，那可真是黄泥扒掉裤裆了。怎么办好呢？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总不能自己在外面享受，恩师在里面遭罪吧？大不了就当个普通人。这奉天第一秘的位置就让给其他人了。想来想去，杨健下定决心，借用陆怀远的威名以及奉天第一秘身份，插手恩师苏伯达的案情。至于以后爱咋咋地。想到这里，杨健叫上秘书长马玉龙，说呗，什么事？领导，苏伯达是我恩师，我想见他一面。陆书记知道这事吗？这事儿早就人尽皆知了吧？不然陆怀远能选我当秘书吗？至于打招呼去看恩师的事情，杨健哪敢跟陆怀远提啊？他只能借用陆怀远的威名办事。可马玉龙却认为这是陆怀远的意思，不然也没理由借调杨健当秘书，应该就是奔着苏伯达的事情来的。于是便顺水推舟，当场打给一位省委副秘书长，也是纪委书记的管家。省委办公厅有好几位副秘书长，每一位副秘书长都对应一位省委常委。挂断电话后，马玉龙微笑着说道：“听见了吧？明天中午直接去找他。”谢谢领导。只拿嘴感谢啊！秘书长这话是有什么含义呢？
陆书记刚到奉天，难免会听见一些流言蜚语。你陪在陆书记的身边，一定要替陆书记分辨消息的真伪，千万不能让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传到陆书记的耳边，更不能让陆书记因此产生误判。杨健全神贯注的聆听，一本正经的点头。秘书长的这些话，字字珠玑，句句真言。休息的差不多了，回去战斗吧。慰问晚宴一直持续到9点左右才结束。陆怀远喝到微醺，杨健喝到勉强还能看清正前方的路况。途中，陆怀远突然开口：“小张，一会儿送小杨回家。”老板，我没事儿，今晚不走了。家人不会有意见吗？会不会对我有看法呀？老板，有国才有家，舍小家保大家，这是我家人的原话。这话倒像毕大姐的性格，就是不知道那个小丫头会不会有想法。眼见老板没有异样，杨健立即转身紧盯正前方的路况。既然已经做好被辞退的准备，那就力争留下一些好印象吧，免得会踩缝纫机啊。服侍好老板后，杨健回到自己的套房，入眼的是一个崭新的行李箱，上面贴着纸条：杨幂，这是苏女士送来的换洗衣物，有需要请吩咐，24小时为您服务。杨健立即拨通苏晴的电话：老婆，你真好。回去啦，看见了，喝多了吗？我明天去见恩师。真的吗？我能跟你一起去吗？肯定不行，秘书长帮我开的后门，太多人影响不好。只要你能见到就好，帮我给父亲带句话，一定要坚持住啊！放心吧，我一定会把咱爹救出来。老公，妈让我转告你，先保护好自己再说。放心吧，你老公厉害着呢。对了，你帮我问问咱妈，咱爹的字画还有吗？我想感谢一下秘书长，他都点拨我2句了，不能不表示啊。明天帮你问，要是有，我送到哪里？看情况再说，要是有时间的话，明天中午见一面。那你早点休息吧，都累一天了。1日早上6点半，杨健被闹钟吵醒。7点整，陆怀远准时出门。老板早上好。陆怀远微笑着点头，然后照旧前往附近的公园锻炼。正当二人享受着清晨的宁静之时，嗨，我又来了。陆书记好。他是谁？应该是盛京公安局长李宏伟。老板不想见他。李局长，老板正在晨练，暂时不方便接见。杨大秘，你放我过去，我要当面向陆书记检讨。道歉有用的话，要你们警察干嘛？那麻烦您帮我带句话，就说我一定会给陆书记一个满意的交代。回去的路上，陆怀远并没有过问李宏伟的事情，杨健也就没讲。省委书记那么忙，哪有时间过问一位小小的局长？哪怕他是省会城市的公安局长。早餐过后，看着在秘书长处拿来的日程表，直挺挺地汇报出今天的日常安排。9点半，常委会，出席的常委有。汇报的同时，杨健在心里窃喜，今天都是会议，能有大把的时间休息。汇报结束后，陆怀远微微点头，并没有开口备注。杨健如释重负，领导开会的时候，秘书们最轻松，想干啥就干啥。回到办公室，看了眼时间，距离省委常委会议还有半个小时左右。突然，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杨健赶忙起身查看。杨大秘，您需要的东西我给您送来了。哦，谢谢，辛苦大家了。哪里的话，为您服务就是为陆书记服务，为陆书记服务就是为全省的人民服务。接待办的同志，嘴上功夫真溜。送走接待办的同志后，杨健赶忙翻看送来的都有啥。好家伙，差点亮瞎了杨健的双眼。眼见即将9点半，杨健端着老板的水杯，跟在老板的身后，向着1楼的会议室走去。省委常委会会议一般每个月召开2次，今天是陆怀远上任以来的第1次。除了省委副书记、省长楚大山因为外出招商引资而缺席，其他人全部提前坐在会议室内。杨健放好陆怀远的水杯，然后立即走出会议室，途经墙边的茶水台时，顿时惊出一身的冷汗。白色陶瓷杯，怪不得总觉得哪里不对劲，问题出在办公室里的一次性水杯，怪不得每次来了领导喝茶的时候都会刻意停顿一下，原来我用的都是一次性水杯，这是可大可小啊。往小了说，是我杨健办事不力；往大了说，可以上升到陆书记瞧不起前来拜见的人物啊。想到这，杨健匆忙回到办公室，到处翻找陶瓷杯。果然如此，一套雪白的陶瓷杯就藏在柜子的角落里。杨健狠抽自己一个耳光，这个教训终身难忘。平复过后，立即清洗陶瓷杯，摆好雪白的陶瓷杯后，直奔秘书一处，一定是黄景全在使唤。黄处长，陆书记急需的材料还要等上多久？上级说道，小小的县长竟敢当众踹开省委办公室的大门。黄处长，陆书记急需的材料还要等上多久？眼见来者不善，却又无话可驳，黄景全只能朝着秘书一处的人问道：陆书记急需的材料整理好了吗？报告黄处长，还没整理好。要你们有什么用？耽误陆书记的时间，就是在影响全省的发展。黄处长可真会上纲上线，明知陆书记时间紧迫，你还在办公室里耀武扬威。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作为一处的负责人，理应带头完成陆书记的所有指示。你在叫我做事？我哪敢教您做事啊！您是高高在上的处长，我是什么？我就是一位小小的秘书。杨健，请你看清自己的身份，你只是临时借调，但归秘书一处。怎么，黄处长能帮我运作回去？那我求之不得，免得留在办公厅里遭人排挤。黄景全单手指向杨戬，却又迟迟说不出话。秘书一处的众人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终于有人敢对黄处长了。眼见黄景全即将开口，杨健先声夺人，扬声说道：“陆书记不满意，换个人打扫办公室，把钥匙交出来。”闻言，黄景全明显一火，不敢置信地望向杨健：“听不明白吗？那我就直白点，陆书记嫌弃你打扫的不干净。金路，麻烦你跟黄处长对接一下工作，我就断掉你最后的念想，再也别想出现在陆书记的眼前。给你100个胆子，你也不敢当面询问陆书记。”赶在午饭时间，杨健走到无人的房间里，拨通副秘书长的电话，简短的客气几句，便挂断了电话，什么都没讲，彼此心知肚明。不到1分钟，副秘书长就发来一个手机号码，立即拨通这个号码，直接禀明自己的身份。对方非常热情，不仅报出一个准确的地址，还提前约好见面的时间等等。挂断电话后，杨健长舒一口气，终于能见到恩师了。不到1点，常委们用餐结束，杨健先把老板送回房间里休息，然后向着省委大院附近的一家酒店赶去。即将抵达门口的时候，杨健提前拨通对方的电话。3分钟后，杨健抵达酒店的后面，匆忙客气一嘴，就在纪委同志的带领下，来到苏博达的房门外。杨秘只能给您15分钟，时间一到，您一定要准时出来。明白，谢谢你。话毕，杨健便推开房门，急不可耐地走了进去。恩师苏博达背对着大门，躺在床上，状态未知。老师，对不起，学生来晚了。杨健，你怎么来了？老师，时间紧迫，咱俩抓紧聊些案件上的事情。杨健一脸心疼地说道，心想这才半个月，老师竟然被折磨得如此憔悴。聊什么？有什么可聊的？该说的我早就说了。老师，这是把我当成省委的说客了呀。老师，苏晴回来了，我俩结婚了。你跟晴儿结婚了？抓紧时间吧，争取早点回家喝喜酒吧。15分钟转瞬即逝，杨健也含泪热地与苏博达告别。当务之急，尽快搞定恩师秘书的伪证。在门口盯梢的纪委同志把杨健送到酒店的后门。分别之际，杨健主动伸手，情真意切地说道：“多谢了。”不客气，我相信苏师长是清白的。杨健加重手上的力度，一切尽在不言中，对方一定会懂这里面的门道。果然，男子瞬间喜上眉梢。距离上班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左右，杨健推开茶室的房门，苏晴早已等候多时。怎么样，见到了吗？父亲还好吗？见到了，父亲很好，让咱们不用担心。20分钟后，杨健拎着一个袋子回到了办公室之中。时间一到，便敲门唤醒老板，照旧等待下午的工作安排。小杨，安排一辆私家车，晚上出去溜达一下。老板，需要通知小张和警卫吗？杨健顿时一紧，心脏扑通扑通的乱跳，又要微服私访，这是上瘾了吗？老板又想去哪？他到底想要看什么？不用通知，先回招待所，晚点再出发。明白，我这就去安排。杨健正色回道，瞬间猜到北街，老板要去检查董厅长的执行力，私家车就找王大拿，刚好上次见过，不用刻意遮掩老板的身份。回到办公室，立即拨通王大拿的电话，安排一辆高档小轿车，再抽到几名民工兄弟暗中保护。要不要告诉秘书长一声？思考片刻过后，杨健否决了这个想法。要不要提前警示一下董厅长？纠结了许久，杨健决心拿陆怀远的突击检查，换取一次拯救恩师的机会。只因恩师的秘书就关押在省厅的看守所，如果董厅长能出面干预，就有很大的把握翻盘。思来想去，杨健给董厅长发去一条短信，只有4个字：今晚北街。董厅长秒回：大恩不言谢，咱俩事儿上见。删掉短信过后，杨健大口大口的喘气，衬衫瞬间湿透，手心里全是汗。这是在为老板的安全考虑，就算被发现，老板也不会生气的，对吧？看一眼时间，距离书记会还有半个小时左右。拨通金路的电话，让他提前清理一遍4楼的小型会议室。金路非常痛快，1分钟就到。杨幂，谢谢你。钥匙拿到了吗？拿到了，从明天开始，我负责打扫陆书记的办公室。好的，女孩子心细，你一定能胜任这份工作。临近3点的时候，组织部长高阳第一个抵达会议室，随后是政法委书记李博文、纪委书记方天明、专职副书记齐玉民。这是书记扩大会，还是想要凑个5人小组会？也许是因为楚省长不在，才叫政法委书记过来凑数的吧。眼见无人再来，杨健前去向老板汇报。老板，人都到齐了。杨健端着老板的茶杯，与陆怀远一同返回会议室。正当杨健准备出屋之际，陆怀远突然开口：小杨，你负责会议记录。即便已经提前猜到，可杨健还是难掩内心的激动。5人小组围绕在椭圆形的会议桌上，杨健坐在靠墙的单人座椅上，会议正式开始。大山同志因公缺席，我临时叫来博文同志，这样刚好凑个5人。
免得会产生不必要的分歧。四人一起点头，谁也没敢开口，只因陆怀远的一句，免得产生不必要的分歧。常委会上，大家各抒己见，总结起来无非还是那3点。在此，我想再次重申一下我个人的观点：主抓全省的经济建设，力争尽快解决国改司的后遗症，严防死守，杜绝国有财产的继续流失，竭尽全力优先处置下岗工人的2次就业。同志们，民心稳则社会稳，社会稳才能谈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老板真厉害啊，不愧是京城来的大人物。陆怀远的个人观点几乎可以代表省委的态度，以及今后几年的发展路线与行动纲领。我非常赞同陆书记的观点，坚决拥护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发展才是硬道理啊。齐书记这话也够细节的，先捧陆书记，再捧党和国家。发展的前提是稳定，稳定的因素是民心，民心的关键在于信任，信任从何而来？我认为在于政府的形象以及基层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纪委书记方天明貌似要借题发挥。果不其然，得到陆怀远的首肯后，方天明开始炮轰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尤其是在中层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上，反复指出问题，着重提出要求，甚至举例分析。正当杨建闷头记录之际，陆书记苏博达的案情恰巧是我省的典型，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证党员干部的廉洁性，是省委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杨建听明白，方天明在逼迫陆怀远定性，只因正厅级干部的处罚必须要经过省委的同意。方书记，苏博达的案子我也略有耳闻，貌似还没有查出确切的证据吧？没错，所以我想请示一下陆书记，要不要加大调查力度，能不能上手段？天明同志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提出的意见，我个人的观点是可以采纳，但是如何查，怎么查，查到什么程度，我希望省纪委的同志们能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合理的深入调查。当然，既然是办案，难免要上些手段。政法委书记李博文同志是这方面的专家，因此我提议由省委成立一个联合调查小组，抽调纪委与公检法的同志，携手彻查苏博达的案件。我赞成陆书记的提议。我赞成。我也赞成。我也赞成。那就按照陆书记的指示，由省委牵头成立联合调查小组，彻查苏博达一案。同志们，当务之急是如何发展全省的经济，尽量避免因为正风肃纪而造成经济停滞。四人一起点头，杨建也听出了陆怀远的警告，求稳，不许乱，专心发展，别他妈的内斗。会议持续到4点半，陆怀远回到办公室后，突然开口：“小杨，半个小时后让博文同志过来一趟。”杨建顿时狂喜，老板突然召见政法委书记李博文，一定跟恩师的案情有关。回到办公室后，掏出手机，立即通知李博文。老板之所以推迟半个小时，是顾及一起下楼的方天明吧？杨建抓紧整理会议记录，然后发给秘书长存档。10分钟后，李博文来到杨建的办公室内。小杨，听说你爱抽烟。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让李书记见笑了。这算什么坏事？哪个男人不抽烟？放眼整个省委大院，也就陆书记的定力最强。杨建微笑着点头，然后立即给李博文泡茶。看见陶瓷杯的一刹那，李博文明显疑了。小杨，我提前过来一会儿，是想找你了解一下苏博达的事情。李书记想知道些什么？苏博达是我的恩师，您拿我当协助调查的证人即可。不要那么紧张，就当是朋友之间的交流。苏博达的案子，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吧？我一定知无不言。上集说到，奉天省4大常委与政法委书记同聚一堂，而会后，杨建在办公室迎来了政法委书记的询问。报告李书记，我一定知无不言。小杨，坐下吧，不要那么紧张，就当是朋友之间的交流。好的，李书记。你觉得苏博达的为人怎么样？恩师教学的时候教导有方，诲人不倦，堪比良师益友，是无数学子的人生导师。恩师从政的时候兢兢业业，克己奉公，胜似百姓们的父母官，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杨建的回答也在变相的提醒李博文，与其问我怎么看，不如去问一问悠悠众口。这小子有怨气吗？跟秘书长一个德行。我想向陆书记推荐由你担任联合调查小组的联络员，怎么样？谢谢李书记的好意，可是按理来说我得避嫌。不至于，联络员而已，又不用你来办案。重要的是你的加入能代表陆书记对联合调查小组的重视，当然更多的是为了协调各部门之间的配合，争取能够早日结案，给省委和人民群众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谢谢李书记的推荐，我一定不会辜负领导的期望。得到老板的许可后，杨建把李博文请到陆怀远的办公室，蓄满热水，带进房门。杨建在心里反复祈祷，平复心情，调整情绪，一定要当上联合调查小组的联络员。拿出编织袋，直奔秘书长的办公室。
书记会结束了。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书记会不结束，我也出不来呀。难道说秘书长想问下会议过程？方书记开炮了，目标是中基层的党风廉贱，恩师成了典型。省委成立一个联合调查小组。不错，能听懂我的意思。见到了，见到了，谢谢领导。心情这么好，有喜事？淘到一幅画，想请领导帮忙辨别一下真伪。哦，臭小子，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你当别人都是傻子吗？领导，您说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总不能把喜事藏在肚子里吧？我觉得应该分享出来，大家一起开心。也对，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领导您看一下，于少宝雪中进星图，你从哪里淘来的？地摊货，才卖300块钱，我想都没想就买了。晚清真迹，很难得的一幅佳作，虽然不值多少钱，但是很有寓意，非常值得收藏。于少宝凭借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再造大明王朝。领导，您看这里，您该进京了。此话一出，马云龙的身体明显异化，面部瞬间潮红，呼吸越来越急促。是啊，再不进步就彻底没机会了。沉默了有一会儿，马云龙突然开口笑骂道：“臭小子，你在咒老子不得善终！”领导，不要拿封建王朝的结局带入到现如今的法治社会嘛。再说了，于少宝的性格过于暴躁，哪有您这么平易近人啊？马云龙的嘴角不由自主的微微扬起，杨健卷起字画：“不能再舔了，差不多就行了，凡事都得有个度啊。”杨健这小子圆滑老练，张弛有度，前途不可限量。联合调查小组的用意你可清楚？不白讨好啊，秘书长这是要点拨我了。苏市长的案子我也略有耳闻，难点在第一监察室，几点到方书记的身上，不能牵扯太高，明白了吗？谁敢乱摇楚省长啊？陆怀远都在暂避锋芒啊。局点在公检法，确切的说，应该在那个秘书的身上。闻言，杨健佯装一愣，然后再露出感激的神情，心想：秘书长神通广大，不出大任之天下。少跟我演戏，你恩师的事情，没人比你更清楚。领导，我绝对没有演戏，我在惊讶陆书记的用意。什么用意？陆书记突然借调我，一定是因为恩师的案情，绝对不是因为我的工作能力。马云龙点头表示赞同，用眼神示意杨健说下去。可是按理来说，我得避嫌吧？这是否意味着陆书记要结团，不要争斗？杨健说的是反话，他可不敢乱说领导、搞斗争、破坏团结等等。马云龙秒懂杨健的话里话，只因杨健的突然任用，绝对是最强烈的政治讯号。傻子才看不出陆怀远的用意。陆怀远想保苏博达，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既是团结力量的信号，也是来自高层的警告。保下苏博达，就是保下前任省委书记的力量。陆怀远要收拢那些残兵败将，保下苏博达，就是警告以楚大山为首的政治团伙适可而止，不要搞株连。新书记上任，不可能没脾气。如果楚大山等人及时收手，那么一切都好说；如果楚大山等人变本加厉，那后果任何人都不敢想下去。再参考一下常委会上的表态、书记会上的重申等等，陆怀远要团结谋发展，绝对不是假话，而是在给全省的官员下通牒。谁敢再斗来斗去，绝对没有好果子吃啊！离开秘书长的办公室，政法委书记李博文还在细听大佬之间的谈话，全部都跟公检法有关，听着就很让人起劲。正当杨健准备出屋之际，陆怀远突然开口挽留：“小杨，博文同志举荐你担任联合调查小组的联络员，你有什么想法？”首先感谢李书记的举荐，其次我个人觉得并不合适，最后坚决服从领导的决定与安排。陆书记，我觉得杨健同志是联络人的最佳人选，您觉得呢？博文同志的提议，我自然会赞同，那就由杨健同志来担任联络员吧。服从领导安排，竭尽全力充当好联络员的角色，用心完成领导交给我的各项任务。陆怀远与李博文一起点头。杨健识趣的转身出屋，带进房门后，杨健开心到差点原地飞起。因为联合调查小组的联络员不仅可以光明正大的介入到恩师的案件之中，最重要的是，杨健可以堪比陆怀远的化身，哪个部门不忌惮奉天第一密的耳边风？到时候谁还敢颠倒黑白、指鹿为马、陷害忠良？恩师的案情彻底迎来了曙光，让他们也不敢继续放肆下去。晚饭过后，换上休闲装，陆怀远在杨健与警卫的陪同下，直接返回省委招待所。杨健拨通王大拿的电话，得知对方已经抵达招待所的后门。老板，车到了，您可以出发了。分头行动，路口集合。杨健狠狠的点头，然后目送陆怀远的身影消失在走廊的楼梯口。杨先眼扫了一圈，警卫员都在就好。5分钟后，一辆虎头奔突然停在杨健的身前。老板，一切顺利。麻烦王老板了。为陆书记给您当司机，是我此生最大的荣幸。不至于，能坐上这么好的车，也是我的荣幸啊。老板，
我认识王大哥的时候，他天天开夏利，说是为了省油。今晚的这辆虎头奔是他找朋友借来的。王大哥还没有那个实力，是担心您坐起来不舒服。只要肯努力，面包都会有，虎头奔也并不稀奇嘛。陆书记的金玉良言，我一定会时刻铭记于心。老板，咱们先去哪儿？先去北街吧，看看整改的如何了。猜对了，老板确实要去北街突击检查。一路再无话题，小轿车很快抵达城北，沿途可以看见摊贩们正常出摊，直到濒临最乱的那条街区，入眼的是大片的民警以及城管人员等等。陆怀远叫停王大拿，改为步行突击检查，三人成品自行向着北街深处走去。恭候多时的董厅长早已发现杨健等人的身影，可是碍于陆书记的便装，迟迟不敢擅自上前汇报。直到杨健打来电话，董厅长立即来到近前，沉声说道：“陆书记，请您指示。”肃清残余势力了吗？回陆书记，省厅谨遵您的指示，一举扫清北街的黑恶势力，现在正在扩大战果，争取在1个星期之内肃清城北的所有黑恶势力。陆怀远面无表情的点头，董厅长如释重负。要不是杨兄弟，今晚又要遭殃啊！陆怀远在前方听取董厅长的汇报，杨健放慢脚步，拉开距离，轻声絮叨：“王大哥，南北差异较大，你不能再用北方人的思维习惯来办事。你的好意，陆书记一清二楚，可是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喝呀。你开辆虎头奔，我咋帮你哭穷啊？”兄弟，今晚冒失了，以后绝对低调，向你和陆书记看齐。这事儿不怪你，都怪那些大领导的胃口太刁，让你有了条件反射。你这话可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不开豪车，不拿好酒，人家根本瞧不起你啊！杨健只能苦笑着点头。奉天省就是这样的行情，生意人也是有苦说不出，有些话点到即可，没有必要说太多，免得王大拿会有多余的想法。突然，杨健兜里的手机再次震动，掏出来一瞧，市局李宏伟，秒挂。对方仍不死心，又发来一条信息：“杨大秘，我就在您的身后，求您禀报一声陆书记吧。”杨健并没有转身，而是加快脚上的步伐，走到陆怀远的身边，轻声提了一嘴：“明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鉴于对方在暗处盯着自己，怎么也得上前表示一下吧。可陆怀远就像没听见一样，继续聆听董厅长的汇报。杨健识趣的后退，掏出手机回了条信息：“看见了吧？杨大秘，求您帮我美言几句，必有重谢。”杨健把手机揣回裤兜，继续跟在陆怀远的身后，心想李宏伟彻底栽了。几分钟后，陆怀远支开董厅长，在杨健与王大拿的陪同下，随即走进一个社区。杨健找来一个板凳，陆怀远接过板凳后，又支开杨健与王大拿，加入到正在闲聊的百姓当中。不一会儿，换装归来的董厅长直奔杨健的方位走来。“小杨兄弟，啥也不说了，以后你指哪儿，老哥打哪儿。”陆书记指哪，咱哥俩一起上。相视而笑，一切尽在不言中，直挺挺地站在原地，一起保护陆怀远的人身安全。半个小时后，陆怀远迎面走来，眉头微皱，面色不怎么好看。杨健顿时一惊，心里咯噔一下，轻声试探道：“老板，您还想去哪儿？”“不必了，回去。”杨健立即给王大拿递个眼色，对方先跑一步，提前出去取车。董厅长紧跟在陆怀远的身后，真是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心想又要有人遭殃了。走出北街的一刹那，陆怀远突然停下脚步，转身说道：“暂缓城北的扫黑行动，改为暗中调查取证。”“收到。”“小杨，你负责跟进这件事儿，随时向我汇报进展。”“好的，老板。”老板一定是听到了什么？难道有人在暗中上眼药？上级说道：“省委书记2次微服私访，本以为事情可以圆满解决，可结果却让省委书记再发雷霆。”“王老板，我想请教你个问题。”“在下知无不言。”“笑贫不笑娼，这是常态吗？”“回陆书记，这应该是病态吧？”“病态2字用得好。”“还好王大哥是个聪明人。”“既然病了，就要医治。中医4诊：望、闻、问、切。小杨，你信中医吗？”“韦老板，时间可以证明中医的药效，我个人还是比较相信中医的。”“那就先用中医吧。”老板先指出行动纲领，然后又采纳我的意见。中医就是董厅长啊！老板让我跟进这件事儿，难道是想揪出幕后的黑手？笑贫不笑娼是在指老板断了穷苦人的生计来源，应该是有人在暗中散布谣言，诱导老百姓们抵抗扫黑除恶行动。这帮人的胆子真大呀！为了赚钱，都敢给省委书记上眼药啊！想到这里，杨健也差不多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了，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专职秘书不咋好干。分头返回招待所，杨健第一时间拨通董厅长的电话。“董大哥，趁热调查一下，老板都听到了什么？”“杨兄弟，我都调查清楚了，有人散布谣言，新官上任3把火，撒把烧向老百姓。”“能查出源头吗？谣言能控住吗？”“谣言难控，源头好查，给我3天时间，保证揪出幕后黑手。”“辛苦董大哥，咱俩随时联系。”“好的，早点休息，随时联系。”电话刚一挂断，前小舅子白展强突然发来一条短信：“省厅抽调我去专案组，谢谢你。”杨健苦笑着摇头，思来想去，还是回去一条恭喜。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赏给杨建一次回笼觉的机会。上班之后，按时来到秘书长的房间，微笑着拍着马屁。领导的气色真好。少拍马屁，多干点实事，免得外人拿借调之名念叨你。杨建秒懂黄景全那个小人跑到秘书长这里告状，不生气，不动怒，不反咬。请领导放心，我一定会继续努力。拿到今天的日程安排，杨建转身离开秘书长的办公室。秘书长没过问昨晚的事情，不代表不知道，而是要装聋作哑。懒得再想，抓紧汇报一下今天的日程安排吧。上午接见两位，纪委书记方天明、统战部长张立秋；下午都是政府考，常务副省长胡铁明、副省长兼盛京市委书记萧然。陆怀远微微点头，什么都没讲。杨建蓄满热水，然后转身出屋，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瞬间眼前一亮，女同志就是欣喜，连我的办公室都给打扫了。拨通秘书一处的电话，索要已经备注好的材料。不出3分钟，金路就捧着文件站在杨建的面前。杨幂早上好。谢谢，辛苦了。不辛苦，应该的。回去忙吧，有需要我再叫你。闻言，金路略显遗憾的点头，轻声嗯了一句，然后才肯转身离去。江南女子多柔情，烟雨水相有伊人，可是不能再看了，得抓紧工作了。眨眼的功夫，纪委书记方天明提前敲响杨建的房门。方书记，请坐，我去禀报陆书记。不急，我提前过来是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方书记想知道些什么，我一定知无不言，绝对不敢有意见。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也是联合调查小组的成员，有资格提出自己的意见。方书记，我就是个联络员，绝对没有资格提出任何的意见。方天明再要资格的字眼，杨建就用资格回击，报复对方在书记会上的逼宫之仇。逐鹿臣死，逐死臣亡，谁敢侮辱我老板，我杨建咬不死他。老狐狸又岂会听不出小狐狸的反击？可碍于小狐狸身后的老虎，只能保持着微笑的面容，和蔼可亲地说：“小杨，坐下聊。”方书记，按理来说我得避嫌，但是我坚决服从各位领导与组织上的安排，牢记自己的使命，用心完成此次任务。方天明听出不一样的味道，便笑了起来。与此同时，反复打量起面前的杨建。方书记，您先喝会儿茶，我先失陪一下。老板，方书记提前抵达。陆怀远了一声，垂头处理着桌面上的文件，并没有提前接见的意思。10分钟后，得到陆怀远的许可，杨建把方天明带到陆怀远的面前，蓄满热水，转身出屋，带进房门。我呸！不行，不能跟这种人生气，犯不上。冷静下来，给李良发条短信，午休见一面。李良秒回：好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李良一定知道省纪委的大部分情报，最坚固的堡垒往往从内部开始瓦解。我就不信纪委内部没有想进步的同志。一正四副，8位常委，怎么可能是铁板一块？回到办公室，屁股还没捂热，统战部长张立秋同样提前抵达。杨幂，听说你爱抽烟？杨建瞬间头大，有人在造谣，绝对没安好心。张部长，您听谁说的呀？天机不可泄露。张部长，那麻烦您帮我传个话，就说我杨建戒烟了。小杨啊，以后就叫我学长吧。学长好。坐下聊。好的，学长。抽烟算是陋习，但也不至于谈烟色变。你还年轻，能戒最好，要是戒不掉，那就坦然处之吧。杨建一脸正色的点头。老学长说的不是习惯，是指因烟而生的流言蜚语。东大学子不易，能帮忙的自然会帮，帮不上的鞭长莫及，希望你能理解。请老学长放心，学弟定会把话带到，恩师定会平安归来。张立秋轻拍杨建的手背，欣赏与喜爱之情，同时溢于言表。杨建盖住张立秋的手掌，感激与敬佩之色刷刷刷的往外冒。突然，陆怀远的房门响了，杨建立即起身查看，只见纪委书记方天明正面无表情的迎面走来。方书记慢走。方天明微微点头，一刻都没有停留，直奔楼梯口走去。杨建走进陆怀远的办公室，轻声汇报：老板，张部长到了，请立秋同志过来吧。回到办公室，屁股又没捂热，手机又响了。看一眼屏幕，政法委书记李博文来电，立即接听。李书记，请您指示。联合调查小组首次集体会议定在明天下午3点半，记得准时过来参加。回李书记，只要时间允许，我一定准时参加。通知开会而已。至于政法委书记亲自打来电话吗？该不会是想让我通知所有的成员吧？那好，我期待你的参加。到底啥意思啊？就算让我通知，好歹给我一份成员表吧。你好，哪位？杨幂好，我叫唐川，是联合调查小组的成员。我奉命通知你，明天下午3点半出席会议。谢谢，我尽量准时参加。开会地点在2号楼会议室，如有变动，我会立即通知你。原来有专门负责通知的同志。那李书记刚刚的电话是什么意思？杨幂刚给您发去一封邮件，如果没有收到就给我打电话，我立即补发一份。杨建点开邮件，细看上面的内容，好家伙，一个联合调查小组竟然抽调了几10号人。组长纪委书记方天明，副组长政法委书记李博文，副组长纪委副书记，联络员秘书一处杨建，剩余的成员全是公检法的处级干部。
以及省纪委各处室的负责人，规格超高，成员超牛。这是要调查多少人啊？杨健差点吓尿了。看完邮件，杨健拨通董厅长的电话。董大哥，接到通知了吗？接到了，明天下午3点半吧，我提前到，去你那里喝会儿茶。你喜欢喝什么茶？你有啥我喝啥，你出茶我管烟，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对了，董大哥，你帮我查一下，到底是哪个孙子在背后诽谤我，说我特别爱抽烟。兄弟，你爱抽烟这件事，怕是全省都知道了。没事，抽个烟而已，人无完人嘛。董大哥，从现在开始，你监督我戒烟。午餐结束，陆怀远准时午休。杨健虚掩上自己的房门，向着省委大院外的茶室走去。大院内人多眼杂，不太适合与李良私下接触。敲开房门的一瞬间，杨健不仅看见了李良，还看见了房间里的另一位。我来给你介绍下，这位是我的老领导，纪委副书记徐永年。哦，徐书记，久仰了。杨幂，终于见到你了。客套了有一会儿，三人才肯落座。徐永年单刀直入，率先讲起苏博达的案情。杨健一边聆听，一边开口回答，事关自己的恩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一直聊到午休即将结束，杨健提前走出茶室的正门。回去的路上，满脑子都是徐永年的那句：“我不仅相信苏博达，我更看好你，杨健。”午休结束，杨健将核对的资料送到陆怀远的办公室。看到精神焕发的陆怀远，杨健暗暗立誓，以后准时午休，向老板的生活习惯看齐。小杨辛苦了，老板，大部分都是一处的功劳，我只校对了凤阳市的数据。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调研的时候把他们都带着。好的，我记下了。老板是要下去兴师问罪。回到办公室后，常务副省长胡铁明便提前到达。胡常务，您先坐会儿，我这就去禀报陆书记。添完热水，杨健拨通苏晴的电话，轻声问道：“老婆，你在干嘛呢？”“我在收拾屋子啊。”“这会没事儿，可以聊半个小时左右。”“今晚能回来吗？”“不好说，老板刚到奉天，人生地不熟的，我也不忍心让他落单啊。”“没事儿，我就是问问，如果你能回来，我让妈多弄些你爱吃的。”闻言，杨健恨不得立即飞回家。可是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啊！之后的时间只能聊些甜言蜜语，不敢乱讲联合调查小组的事情。秘书的房门不能关了，谁敢保证所有人走路都带声啊？临近4点的时候，副省长兼盛京市委书记萧然来到杨健的办公室。年近50的萧然看上去只有38、9岁吧。杨大秘，好久不见。萧书记，常委会那天咱俩见过呀。1日不见，如隔3秋嘛。像你这样的大帅哥，真想留在身边天天见啊。等我借调结束，无处可去的时候，恳请萧书记赏我一条后路。一言为定，只要陆书记舍得放人，我第一时间要你。谢谢萧书记。不管真话假话，就当全是场面话。之后的时间里，萧然主动聊起苏博达的话题，言语间皆是对苏博达的同情与惋惜。杨健不敢乱讲话，只因萧然的底细是奉天省最大的谜。先不提萧然的魅力，单论萧然的升迁路线，绝对可以堪称是官场里的奇迹。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人云亦云，反正说啥的都有。花边新闻与流言蜚语都能装满100辆的火车皮。但是任尔东西南北风，千磨万击还坚挺。萧然一直都是奉天政坛上的常青树，这里面的门道非常值得杨健去探究去学习。突然陆怀远的房门响了，杨健立即出门送客。杨幂，下次见。胡常务慢走。老板，萧书记来了，请他过来吧。老板看起来心情不错呀，难道胡铁明表态了？政府口的1、2把手向来都是面和心不齐，这里面有很大的学问呢。没聊太久，萧然就走出陆怀远的办公室。杨健微笑着送客。小杨，今晚预定一家酒店，我要宴请一位老朋友。杨健思考了许久，终于决定趁此机会主动交代，试试老板的反应，争取获得宽大处理。老板，奉天大酒店的总经理强行塞给我一张会员卡，您看今晚的宴请定在奉天大酒店可以吗？省委书记要自费招待老友，可贴身秘书此时拿出了一张会员卡，气氛便耐人寻味了起来。老板，奉天大酒店的总经理强行塞给我一张会员卡，您看今晚的宴请定在奉天大酒店可以吗？此时杨健的心越跳越快，趁此机会主动交代，试试老板的反应，争取获得宽大处理。只要不是贵重物品，你自己酌情处理即可。今晚我买单，该省便省吧。明白，我这就去安排。回到办公室，翻出那张会员卡，拨通总经理周慧敏的电话，根据老板的需求，预定一间小包房，菜品由对方安排，酒水自己带。挂断电话后，立即拨通苏晴的手机。老婆，今晚又回不去了。没事，以工作为主，但还是要注意身体，少喝一点。对了，还有一件事。临近下班之际，杨健来到省委大院的正门口。苏博达的那辆老帕萨特前，苏晴正提着2瓶小烧等待。辛苦你了，老婆。小烧给你带来了，车子刚刚清洗一遍，雨天路滑，你一定要慢点开啊。苏晴一脸不舍地拦车离去。结婚好几天了，什么时候才能？
杨健目送苏晴远去，然后便回到陆怀远的办公室，微笑着说道：“老板，我家只有帕萨特，今晚委屈您了。我给你加油。”系好安全带，轻踩脚下的油门，向着奉天大酒店驶去。途中，陆怀远掏出自己的手机，打给即将见面的老朋友。挂断电话后，陆怀远微笑着说道：“再慢点，把握一下时间。”明白。带酒了吗？老板，我家刚好有2瓶纯粮酿造的东北小烧。拿着熟的，喝人嘴甜。有机会的话，我替你跟家人美言几句。闻言，杨健立即提前预约省委书记的私人时间。老板，我岳母的厨艺特别地道，全家人都想尽一次地主之谊。那就暂定周6吧。此话一出，杨健瞬间喜上眉梢。这事要是传出去，谁敢继续刁难苏博大？小轿车还没停稳，总经理周慧敏几步上前，躬身开门，热情无比。领导晚上好。陆怀远微微点头，并没有立即下车，而是在等杨健。周经理，麻烦您帮我停下车。周慧敏微笑着点头，识趣的让开身位，目送陆怀远与杨健走进大堂。不到5分钟，敲门声响起，杨健恭敬的将2带了进来。来者60岁左右，浓眉大眼，国字脸，声如洪钟。老陆，欢迎你来关外。赵大哥，都怪你念叨的太勤，这回好了，咱哥俩越挨越近，可以继续斗嘴了。陆怀远与赵姓老者客套，杨健与对方的秘书互通姓名。你好，我叫严如庆，是赵书记的专职秘书。领导好，我叫杨健，您叫我小杨就可以。我暂时借调到陆书记的身边，先借再调，这是规矩。提前恭喜你。杨健微笑着点头，心想：奉天第一秘与吉省第一秘，到底谁牛逼？落座过后，杨健负责倒酒，严如气负责倒茶，两位秘书象征性的吃上几口，最后一起识趣的走出包间。带进房门，杨健主动开口：严大哥，这家酒店的小吃不错，我带您去品尝一下。虽说岁数不大，但却面面俱到，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临时开个雅间，点了几道可以填饱肚子的美食，两人闷头干饭，谁也没有开口，直到总经理周慧敏的不请自来。杨秘，这是刚到的新茶，特来孝敬您跟这位领导。周慧敏的言行举止简直烧得不得了，杨健有些后悔选在奉天大酒店了，搞得像是奔着周慧敏来的一样，便用略显生硬的口吻回道：谢谢。说着，杨健拾起茶杯，端茶送客4个字不言而喻。可周慧敏却视而不见，更加热情的开口：杨大秘，还有这位领导，我们酒店的3楼。周经理，麻烦您帮我点盘水果，谢谢。那就不打扰2位用餐了。秘书工作不容易吧？闻言，杨健像是找到了知己一样，那神情、那动作、那语气，比周慧敏还要浮夸，不停的请教吉省第一秘如何干好专职秘书一职。严如气也不吝啬，当面传授了很多的宝贵经验。严师傅，请用茶。晚宴持续到9点左右，杨健提前开好3间客房，陆怀远与赵书记去房间里喝茶，杨健与严如气在隔壁聊起各省的八卦。晚上10点左右，陆怀远走出赵书记的房间，杨健立即出屋迎上去。感谢你啊，小杨同志，你带来的小烧味道真的很不错。期待赵书记再次莅临奉天。今晚花了多少钱？1666。那我就凑个1880吧。老板，小烧不值钱，也就10块钱1瓶吧。现在的工资够花吗？勉强够用吧。如果有孩子的话，肯定不够花。那你着急要孩子吗？不着急，有孩子最好。没怀上的话，那我就继续努力。陆怀远微笑着点头，然后扭头看向车窗外。杨健扶稳方向盘，后背全都湿透了，能不能养得起孩子，全凭刚刚的那段对话了。晚上11点，杨健才返回自己的套房，立即打给苏晴，把陆怀远即将登门的喜讯第一时间分享出去。这场雨一直下个不停，但是屋内的气氛却非常融洽。想起严师傅的悉心教导，杨健开口问道：领导，陆书记不能总住招待所吧？我正想找你商量这事呢。省委的意见是翻修1号别墅，我个人的意见是再盖1栋。我没意见。严师傅说，只要是对老板有利的事情，啥都可以干，千万不要害怕犯错，哪怕会被老板骂几句，绝对是好事儿。你能有个屁的意见？我的意思是回去试探一下。领导，这事儿咋试探啊？不如生米煮成熟饭。你就不怕煮成家生饭？反正我是临时借调，大不了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呗。还没到1个星期，你小子就原形毕露。领导，您是火眼金睛，我是盲人摸象，这事儿您拿主意吧。要是陆书记怪罪下来，我来扛。你扛得起吗？你还是先想想怎么扛起秘书一处吧。您给我安排个正处，我分分钟扛起来。滚蛋！好嘞。星期5的日程安排几乎等于没安排，全凭陆怀远自己做主。蓄满热水，转身出屋。老板专心看文件，专职秘书便自由发挥。回到办公室，拨通秘书一处的电话，以索要剩余材料为由，找金路同志过来谈话。老样子，5分钟之内，金路肯定会出现在杨健的面前。杨妹，这是你要的材料。辛苦了。集体活动顺利吗？不知道，我也没去。
金怒摇头，目光坚毅，似乎在暗示向杨幂看齐。是时候收拢一个心腹了，那就先从江南女子开始吧。秘书一处的工作分为如何？闻言，金怒事无巨细的汇报起秘书一处的所有情况。杨健静心聆听，大概摸清了秘书一处的现状。一个处长黄景全，2位副处长不对付，其余的都是正副科级的小文员，就连眼前的金怒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副科级的清洁工与班员。觉得委屈吗？之前有些委屈，但是在遇见你以后，我要留下来。呵呵，回去吧，好好干吧，争取留下来吧。杨幂，你能否留下来，能否有更好的将来，全靠你自己去争取。我并没有帮你，只因为你是秘书一处唯一的一位女同志，比较适合打扫卫生而已。金怒垂头不语，貌似眼泪就快憋不住了。杨健见不得女人哭，那就只能柔声安慰一句：拿你当朋友，别怪我语气太重。对不起，杨幂，我没忍住，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南方女子与北方女子区别真大呀！这要是北方娘们，不得给我一拳啊！你好，哪位？兄弟，我很想知道你一天要接多少个电话。李良大哥，这么跟你说吧，我电话就没停过，一直在桌面上震动呢，我都不敢揣进裤兜里，害怕把大腿震麻了。今晚有空吗？喜酒还没喝上呢。不好说，下班再定。那就暂定今晚，实在来不了，我们先敬弟妹。李良的话很有逼宫的味道，杨健瞬间头大，倒不是今晚没时间，而是约吃饭的电话都快要打爆了。今天是星期五，明天就是双休日，好多人都会选在今天提前预约杨健的私人时间。思来想去，杨健决定哪也不去，专心留在陆怀远的身边，全心全意为老板服务。老板捧你，你就是个人见人爱的玻璃杯；老板撒手，你就是个人见人避的玻璃渣。杨健不想被扫地出门，只想被众人捧在手心里。午休过后，陆怀远吩咐杨健临时请来专职副书记齐玉民。老同志的腿脚真是越发越利落，不到10分钟就出现在杨健的房门外。齐书记，您过来不用预约。杨健把齐玉民请到陆怀远的办公室，回到办公室后看了眼时间，董厅长快来了吧？说曹操就到，屁股还没捂热，董厅长就出现在杨健的眼前。看啥呢？抓紧倒茶。总有刁民想害朕啊！董大哥，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啊！我去拿一包放你这，我来了就抽，这也犯法。得知是香烟，杨健也就放心了。董厅长也不客气，拿杨健的办公室当成了自己家。秘书松口了，再给我3天时间，肯定能撬开他的嘴。杨健顿时狂喜，这才是最好的礼物，这才是最大的心意，这才配当我杨健的兄弟。啥也不说了，咱哥俩事儿上见。杨健拿董厅长的原话回敬。董厅长离开后，秘书长马玉龙走进办公室。我找陆书记汇报工作，你去2号楼开会吧。领导，这合适吗？咋地？没有你，陆书记就没办法喝水了。眼见马玉龙情绪不对，杨健直接开溜，走到会议室的门口，刚好遇见董厅长。你咋来了？我是联络员啊。你可不是联络员，你是尚方宝剑。老板正忙，不需要我的陪伴，那就只能过来凑个数了。两人齐头并进，迈进会议室内。董厅长很快就找到自己的位置，杨健也找到了，但是不敢乱坐。谁呀？把我的席位牌放到主席台上，我坐还是不坐呀？上级说道，省常委及各位副部级大佬开会，主席台上竟坐了一个小小的县长，只因他是省委书记的专职秘书。谁把我的席位牌放在主席台上的？这不是害我吗？犹豫片刻，杨健拿起自己的席位牌，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了最后方，随便找个位置放好，爱咋咋地，就坐这里。几分钟后，副组长等人进屋，政法委书记李博文随后，纪委书记方天明最后一位到，会议正式开始。联合调查小组首次全体会议现在正式开始。下面由我来传达一下省委省政府的最新指示。我打断一下，杨健同志，麻烦你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此话一出，全场的目光瞬间全部投向杨健。只见杨健同志讪讪的起身，几步走向主席台，乖乖的坐在副组长的身边。至于省委省政府的指示，一个字都没听清，脑瓜子嗡嗡的。本想低调，结果整高调，何苦来哉？宣布完省委省政府的指示，纪委书记方天明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之后，几位副组长轮番提出一些要求。本以为会即将结束，没成想，下面欢迎杨健同志做出讲话。方组长，我就是位联络员，讲话就算了吧。你不仅是位联络员，更是省委派来的监督员，你有资格监督在场的每一位。那我就表个态，24小时为在场的各位领导服务。杨健这话也可以翻译成我24小时监督着你们，就看在场的人精们怎么理解了。李博文带头鼓掌，其他人紧随其后。董厅长投来钦佩的眼神。
会议结束，杨健本想趁乱逃跑，奈何方天明与李博文死咬着不放。于是乎，杨健又被拉去参加联合调查小组高级成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成员只有组长与副组长以及联络员杨健。时间紧迫，我提3点要求：第一，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的要求，一查到底；第二，一定要谨遵陆书记的指示，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许徇私舞弊。第三，我只给大家7天的时间，时间一到，必须要出结果。好大的官威啊！我老板都没这么大的口气。走出2号楼的时候，差不多快要下班了，急忙来到老板的办公室，看看晚上用不用加个班啥的。早点回家吧。原来爱会消失的，对吗？走出1号楼的时候，心里空落落的，可能是加班习惯了吧。苦笑着摇了摇头，拨通苏晴的电话。老婆，你在哪呢？李大哥，请吃饭，我正要出门。你呢？今晚能回来吗？在家等我，我去接你。半个小时后，苏晴挽着杨健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刹那间，房间内的所有人瞬间全部起身，逐一上前握手，热情无比的自报家门。好家伙，李良组的局含金量挺高啊，不愧是省纪委的副处长，比厅长的面子都大。李良推搡杨健做主位，杨健打死不从，拉着苏晴坐在次位。主位让给纪委副书记徐永年，其余的副厅、正处等等纷纷自觉找准自己的位置。晚宴正式开始，徐永年劝说杨健提酒，杨健打死不从，拉扯几句过后，徐永年提第1杯酒，第2杯轮到杨健。吃好喝好，友谊万岁。一圈下来，苏晴替杨健倒酒，杨健趁机回几条约吃饭的短信。正当一位局长敬酒之际，桌面上的手机响，瞄一眼电话号码，以接电话为由，再递1杯酒。走出包厢，接听奉铁市市委书记安天宇的电话。安书记，您有何指示？1分钟后，杨健返回包厢，神情凝重。不好意思，各位，有急事儿，你们继续。苏晴开车，副驾驶上的杨健第一时间拨通陆怀远的私人电话。老板，奉铁市突发山体滑坡。挂断陆怀远的电话，杨健立即打给司机小张，尽快赶去招待所，换上防滑胎，要走山路。电话刚刚挂断，秘书长的电话进来。小杨，收费站会合。收到。杨健挂断电话，再打凤省应急管理厅的电话。省委杨秘，麻烦让窦厅长尽快给我回个电话。电话刚断，常务副省长胡铁明的电话就打了进来。杨秘，陆书记在吗？胡常务，我在路上，还需要5分钟左右。陆书记知道了吗？知道了，10分钟后出发。好，收费站会合。胡铁明挂断电话，应急管理厅的电话接通。杨秘，我是窦志高，省厅正在调集救援力量，我在赶往奉铁市的路上。窦厅长，情况危急，恳请省厅的后续力量尽快。之后，地震、交通、铁路、武警、公安、民政等相关部门全部打来请示电话。杨健没时间接听，匆忙和苏晴告别，直奔陆怀远的房间走去。老板，车子到了，我要最新情况。波及3个村庄，伤亡不明确，预测能有上百人左右。通知相关部门了吗？地方正在自救，应急管理厅正在赶去的路上，其他部门也都自发前往救灾。打给奉铁市，让现场的负责人接电话。安书记、陆书记和你讲话。我不要你的保证，我只要不惜一切代价的救援。需要什么，现在就讲。小杨，打给武警总队。情况一定很严重，否则不会调动武警总队。孟政委，陆书记跟您讲话。我是陆怀远，立即调动全省的武警参与救灾。10分钟后，凤音00001提前抵达高速收费站，没有停留，警车开道，其余车辆紧随其后。车队冒雨向着奉铁市疾驰而去。奉铁市距离盛京市大概能有300公里左右。途中，陆怀远反复催促司机加速，杨健不停地接电话、打电话汇报最新情况。抵达事发地的时间大概是午夜11点左右。抵达灾区后，省市各级领导瞬间围了过来。都来看我干什么？还不快去看看老百姓！话毕，陆怀远带头奔向受灾区域，杨健紧跟在陆怀远的身边，做好随时应对突发意外的准备。在车灯与应急灯光的照射下，杨健大概看清了现场的情况。安天宇呢？陆书记，我在。为什么迟报？喂，陆书记，我……安天宇吞吞吐吐，只能躬身安虚，迟迟没办法开口。陆怀远气到发抖，不过很快就冷静下来，扬声呐喊道：“立即搭建临时指挥中心，除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其他人全去救灾。”小杨，替我深入到中心区域，我要知道最真实的情况。收到，注意安全。杨健没有回头，义无反顾地向着中心区域跑去，心想就算被2次划破埋了，也要摸清老百姓们的遭遇。凌晨3点，临时指挥中心巨大的帐篷内，陆怀远正在听取各部门的汇报。突然听到秘书长马跃龙高呼道：“快去叫医生！”闻言，众人纷纷扭头，一起看向门口处。只见一位满身污泥、额头渗血的高大男子。小杨，先去处理一下伤口。陆书记，时间紧迫，恳请各位领导给我5分钟的时间汇报。陆怀远点头，众人无不动容。李家庄受灾最重，泥石流覆盖了全村。说着说着，杨健的双眸逐渐变红，声音边临哽咽。汇报结束的一刹那，泪水夺眶而出，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帐篷内落针可闻，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灾害会这么严重。小杨，你跟我出来一下。现在求助军区来得及吗？
有机会，泥石流覆盖不深，我亲手挖出一位老乡，先去处理伤口。简单处理一下伤口，只打一针破伤风。杨健拒绝挂点滴，再次返回帐篷内。陆华元把能动的人员全部投入到救援当中，只留上年纪的领导干部在指挥中心内调度。随着救援力量的增加，捷报频频传来，目前已救出54条鲜活的人命。陆华元临危不乱，有条不紊地下达各种指令，颇具王者风范。杨健不停地接听电话，拨打电话，协调全省的救援力量。不知不觉，东方泛白，黑却一直下个不停。简单对付一口早餐，陆华远不顾众人的劝阻，冒险深入到中心区域。陆华远带头挖土，谁劝都不好使。杨健与吴忌紧贴在陆华远的身边，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天公不作美，雨中闻伤悲。直到董厅长带着大批警察赶来，陆华远才被杨健等人架离危险区。早上8点左右，军队提前抵达，宛如神兵天降，瞬间扭转乾坤。老板，又救出来12位，失踪人数还有多少？最新统计出来的结果，目前还有46人杳无音信。闻言，陆怀远的身体明显异化，杨健慌忙伸手搀扶。老板，休息一会吧。不用管我，你去忙吧，有消息立即通知我。杨健看向秘书长憔悴不堪的马玉龙，有气无力的摇头。省委书记不休息，没人谁敢休息，只能获命继续救援。完事俱备，开始逼宫。叫上武警，直奔陆怀远走去。陆书记，请您休息。闻言，陆怀远不敢置信地望向杨健，刚要开口训斥，杨健架住陆怀远，不由分说地往外拖拽。要杀要剐，悉听尊便，醒后随您处置。于是乎，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一幕传遍全省的佳话。奉天第一灭的威名也由此开始，响彻整个华夏大地。一名小小的县长，竟敢当众逼宫省委书记。陆书记，请您休息。闻言，陆怀远不敢置信地望向杨健，刚要开口训斥，杨健架住陆怀远，不由分说地往外拖拽。要杀要剐，悉听尊便，醒后随您处置。于是乎，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一幕传遍全省的佳话。奉天第一灭的威名也由此开始，响彻整个华夏大地。陆怀远在小帐篷内休息，杨健直挺挺地站在门外，负荆请罪。无论谁来劝阻，杨健一动不动，任凭风吹雨打。2小时后，陆怀远走出帐篷，略显心疼地说道：“去休息会儿吧。”杨健拒绝，继续跟在陆怀远的身边，忙前忙后。晚上8点左右，失踪人数全部找到。陆怀远听完常务副省长胡铁明的汇报，长舒一口气。正当众人暗暗庆幸之际，当杨健醒来的时候，入眼的是雪白的天花板以及架子上的生理盐水。杨健只记得自己晕了过去，其余的事情便不记得了。杨秘，您终于醒了，我去通知院长。杨健循声望去，只能看见一名女护士的背影，挣扎着就要起身，奈何有心无力，那就只能继续躺下。不到3分钟，10几名医生一起走到杨健的床边，把病床围个密不透风。杨健同志，我谨代表奉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全体员工，向您表达最崇高的敬意。怎么搞得跟送别仪式一样？谢谢，给你们添麻烦了。灾情如何了？我睡了多久？京城的领导刚到，陆书记在现场汇报，您昏迷了18个小时左右。杨健顿时一惊，高层来人了，这事通天了，会不会处罚陆怀远？会不会责怪奉天省救援不力？院领导走后，杨健勉强坐了下来，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打眼一瞧，好家伙，100多个未接来电，上千条的未读短信，大部分是慰问身体，小部分是约吃饭，甚至还有人来打听安书记是否会落马。懒得搭理这些官迷，先给苏晴报声平安，再打听一下老板在哪里。突然房门响了，秘书长的秘书孔庆明急匆匆地走来。杨秘，领导们一会儿就到，你提前做好准备。领导？什么领导？大领导正在慰问受伤的百姓，陆书记就在楼下，秘书长派我转告你。转告我什么？莫非是要问罪了？你因祸得福，名震奉天了。我名震奉天了？因为啥呀？你带兵逼宫的事情已经人尽皆知了。此话一出，杨健从懵逼中醒来，差点再次栽倒。突然，门外传来密密麻麻的脚步声以及浑厚响亮的交谈声。孔庆明瞬间把杨健按倒，轻声叮嘱道：“要虚弱，不要坚强。”杨健是已知道，可心里并不赞同孔庆明的提议。这时，京城来的大领导在陆怀远等人的陪同下，先后走进杨健的病房。杨健立即从病床上爬起，欢迎各位领导的慰问。京城来的领导目测能有60、70岁，头发花白，和蔼可亲。无死战，文死谏，为救灾民冒死深入中心，为顾全局无惧千夫所指，文武双全，你是好样的。话毕，众人一起鼓掌，照相机卡一直在上。几分钟后，大领导又在众人的陪同下走出杨健的病房。这下稳了，借调结束了。半个小时后，董厅长拎着果篮，心情大好的走了进来。咋样了？感觉好点没有？好多了，给我整一根。不给，你说的让我帮你戒掉。也是，出去再说吧。兄弟，你知道现在最大的话题是什么吗？什么话题？莫非是老板的负面消息？
奉天第一秘，挟持省委书记。你是真牛逼！董厅长走后，杨健刚要闭眼休息，陆怀远带着秘书长便走了进来。躺着吧，又没外人，装什么英雄好汉？老板、领导，您二位怎么来了？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得过来看望一下。谢谢老板。现在状况如何了？小杨，你猜对了，暴雨只是诱因，人为因素才是造成这场灾害的主要原因。陆怀远的话犹如平地一声惊雷，炸得杨健汗毛倒立。省委成立专案组，由我本人亲自挂帅，一查到底，尽快给受害者们一个交代。你就负责养好身体，尽快归队。报告陆书记，我请求现在归队。你小子一下就好了，早点休息，明天早上准时归队。收到。送走陆怀远与秘书长后，杨健开心到原地飞起，迟迟都没办法入睡，满脑子都是跟在老板的身后，举着好几米长大刀，向着贪官们砍去。一日早上6点整，女护士准时唤醒杨健，换好衣服，司机小张开着凤 A00001来接杨健。张兄，这样不好吧？省委派来一辆考斯特，老板和领导们同乘一车，闲着也是闲着，这车也就你能坐。大领导走了吗？还没，估计今天能回省委吧。舆论怎么样？军民协力，重建家园，都是好消息。上级并没有责怪咱们省救灾不力，反而还表扬陆书记救援及时，堪称奇迹。还好老板第一时间向军区求助，否则后果难料。早上7点半，杨健准时出现在陆怀远的面前。上午9点整，身为省政府的车队原路返回，杨健没资格坐进考斯特，那就只能独享凤 A00001了。中午12点，省委省政府在食堂招待大领导。下午3点整，奉天省委省政府一起目送京城的领导们登基。下午4点整，陆怀远临时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奉天第一秘杨健同志也被特邀出席会议，负责会议记录。请全体起立，为遇难者默哀。话音未落，会议室内的所有人瞬间全部起立，低头默哀3分钟。时间到，陆怀远第一个落座，其他人按照自身的级别井然有序的落座。落座后，陆怀远率先传达党和国家的最新指示，杨健飞快的记录，一个字都不敢落下。随后，陆怀远反复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最新指示，主抓灾后重建工作，确保受灾群众妥善安置。最后，陆怀远主动检讨，指出自身的不足以及救灾过程中的失误等等。难道这是以退为进？陆怀远发言结束，常务副省长胡铁明代表奉天省政府检讨。检讨结束后，胡铁明当场提议罢免奉铁市委书记安天宇、市委副书记、市长赵强等人。省委常委会当场表决，一致通过。请示省委是否立案调查此事？成立专案组，彻查到底。组织部长高阳同志提供可参考的人员名单，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原凤安市市委副书记、市长曹博同志出任奉铁市委书记，原凤铁市常务副市长张文远同志暂代市长一职。之后，各厅局的负责人逐一汇报此次突发事件的前因后果、经验总结等等。会议室内的氛围越来越压抑，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安天宇等人的处理只是刚刚开始而已。晚上7点，会议临时暂停，众人一起去食堂吃饭。途中，陆怀远突然开口：小杨，晚饭结束，你跟专案组连夜出发。收到。就地审讯，尽快破案。明白，一个都别想跑。纪委副书记徐永年打来电话，和杨健约好出发的时间。用餐结束，杨健和陆怀远话别，和秘书长交接一下工作。杨健坐进徐永年的专车，向着奉铁市杀去。提前恭喜，有空再聚。承您吉言，大摆一桌。陆书记可有指示？就地审讯，尽快破案。市纪委已经控制住了安天宇等人，就等你这位钦差大臣去问话了。徐大哥，您就挖苦我吧，这话我爱听。连省委书记都敢挟持的人，谁敢不害怕？我敢打赌，你露面的一刹那，安天宇肯定吓尿裤子。吓死那群害人不浅的王八蛋！晚上9点半，车队直接开进奉天市委大院，纪委副书记徐永年带头，奉天第一秘紧随其后，其他人则是跟在杨健的身后。安天宇，你涉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指使公共财产与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带走。徐永年举起省委签发的逮捕令，纪委人员与司法警察一起上前。办公桌后的安天宇果真吓尿了。20分钟后，同样的场景在奉铁市长的办公室里重复上演。1小时后，整个奉铁市风声鹤唳，到处都在抓人。省委专案组临时包下一间酒店，纪委副书记徐永年临时召开一场会议。同志们，我先宣读一下省委省政府的指示。纪委副书记徐永年率先开口讲话。徐永年讲完，杨健代表省委书记陆怀远下达指示：彻查到底，绝不姑息。简简单单的8个字，却可以决定很多人的命运。杨健讲完，监察委、检察院、反贪局、公安局地方代表逐一表态。
凌晨1点，会议结束，全员午休，连夜审讯。杨健与徐永年等人一起来到关押安天宇的套房。安天宇，想好了吗？想好了就老实交代吧。我只跟杨幂一个人讲话。闻言，屋内的众人瞬间看向门口处的杨健。清场。众人有序出屋，独留杨健一个人在房间内。安书记，来一根吗？现在只有你还叫我安书记了。调查取证而已，又不是毫无机会。如果我老实交代，陆书记会放过我吗？我有某位领导的重要证据，只求陆书记放我一马。上集说到，杨健化身省委书记的尚方宝剑，斩得整个凤铁市官场噤若寒蝉。我有某位领导的重要证据，只求陆书记放我一马。你说的都是真的。凌晨4点左右，杨健走出安天宇的房间，徐永年等人瞬间围了上来。怎么样，安天宇交代了吗？从现在开始，没有陆书记的指令，任何人都不许单独接近安天宇。小李、小王，你俩24小时贴身保护，没有杨健同志的指令，任何人都不准靠近。收到。我需要一份搜查令，一辆警车，现在就要。检察院的负责人当即掏出手机，当场完成奉天第一密的指令。我要连夜返回盛京，辛苦你们了。杨幂，我送您。杨健点头，接受对方的好意。省公安厅是董大哥的一亩3分地，他的下属应该可以信任。于是乎，在众人的目送下，杨健拿着刚出炉的搜查令，直奔安天宇的秘密别墅。20分钟后，奉铁市富人区某高档别墅门口，杨健吩咐警员在门外等候，孤身一人走了进去。几分钟后，杨健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连夜返回盛京市。返回盛京市的途中，杨健强迫自己睡觉，可是身体根本不听使唤，满脑子都是安天宇的惊天爆料，怀中的黑色皮包更是堪比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如果丢出去，后果不敢想象。老板会丢吗？老板会怎么处理？奉天省的政坛能扛住这颗炸弹吗？上午8点40分，警车抵达1号楼的正门口。伤病出狱且一夜未睡的杨健拎着黑色的公文包，直接来到陆怀远的房门之外。杨健，陆书记正在谈话，没有请示。杨健无视他的存在，轻敲3声房门，直接推门而入。办公室内，陆怀远正在与即将赴任的奉铁市委书记曹博谈话，组织部长高阳作陪。看见杨健的身影，陆怀远明显一愣。曹博停止汇报，组织部长高阳开口说道：“杨健同志，注意身体啊！”谢谢高部长的关心，不碍事。陆书记，我和曹博同志先去隔壁休整一会儿。陆怀远点头，高阳与曹博起身就走，一刻都不敢逗留。房门刚被带进，没等杨健开口，陆怀远从办公桌后走出。如果身体能撑住，你可以现在汇报；如果撑不住，立即回去休息，我可以等你。老板，兹事体大，我只能连夜赶回，当面向您汇报。陆怀远拍拍沙发，杨健立即落座，第一次与陆怀远平起平坐。陆怀远看向杨健，心疼与担忧之情同时溢于言表。说吧。杨健将黑色公文包内的文件铺满整个桌面，上面赫然写满了许多大人物的犯罪证据。老板，安天宇只向我一个人交代罪行，诱发山体滑坡的企业已经偷采4年之久。事发当天，有人威逼赵强与安天宇不许上报，他会派人低调处理。得知事态的严重性，安天宇才向省委汇报。也正是因为他的迟报，才给地方企业争取到掩盖罪证的时间。况且负责人已被控制，但是根据安天宇的口供，我有理由怀疑这个人只是替罪羊。而且以我对安天宇的分析，证据恐怕不止桌面上的这些，他还有证据想要换取您的宽恕。继续说下去。救灾途中有人2次爆破，想要掩埋掉所有证据，简直无法无天。第一次见老板生这么大的气，太吓人了。都有谁？国土资源厅厅长毛伟，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玉，国资委副主任蒋丽娜，副省长谭哲。静，安静，冷静到令人发指，连大口呼吸都是奢侈。杨健只能垂头静候陆怀远的指示。其实还有很多地方领导，杨健没时间汇报，只能先挑过级别的大人物。这些都是安天宇供出的惊天猛料，堪比战术核武器一般的存在。老板会丢吗？奉天官场能扛住吗？会不会迎来一场政坛大地震啊？公是公，国是国，功过不能相抵。杨健点头，明白这句话是带给安天宇的。至于后续的调查，当务之急先问大局吧。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要放弃呢？一锅端掉，它不香吗？又不愁没人接班干活。小杨，治大国若烹小煎，凡事不可操之过急。老板是要小火慢炖，大火收汁。证据在手，抓与不抓，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对不会缺席。人命得须人命还，现在抓他们太便宜他们了。刹那间，杨健身上的汗毛瞬间全部倒立，头皮发胀，脑瓜子轰的一声。我命令你暗中调查这些人，一定要查清所有的罪行，一件都不许少。
这些文件被临时缩进保险柜，就躺在陆怀远的办公桌下面。除了杨建与陆怀远以及安天宇本人，恐怕没有第4个人知道这颗战术核武器。抓紧休息，等你的好消息。路上可以休息，我现在就回去。吃完午饭，和曹伯同志一起走，路上有个照应，一定要注意安全。杨建微笑着点头，然后转身出屋，去叫高阳与曹伯回来继续谈话。杨建同志，一会儿一起走，我要代表组织部找你谈话。结束借调而已，至于组织部长亲自谈话吗？恭喜你，杨处长。同喜，预祝曹书记马到功成。高阳与曹伯回去谈话，杨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黄景全依旧用那阴阳怪气的口吻说话。哎呦，奉天第一命回来了，那我走。哼，再敢阴阳怪气，老子整死你！黄景全不由自主的后退，只因杨建的双眼红得渗人，好似一头吃人的猛兽。眼见对方露怯，杨建转身就走，直奔秘书长的办公室，必须要找马玉龙说道，凭什么还让黄景全坐进这间办公室？秘书一处没人了吗？走进秘书长的办公室，杨建直挺挺的躺在马玉龙的沙发上装死。马玉龙也不搭理杨建，继续垂头处理起桌面上的文件。突然，房门被人敲响，秘书长的秘书孔庆明进来汇报工作。可看到杨建之后，孔庆明瞬间懵逼，竟然敢睡在秘书长的办公室，真不愧是奉天第一命。你先回去吧，改天再来汇报。中午11点半，秘书长轻声唤醒杨建：“醒醒的，陆书记找你吃饭呢。”我怎么睡着了？再有下次，开除公职。杨建嘿嘿一笑，然后起身就跑。这一觉睡真是格外的香甜啊！午餐很丰盛，陆怀有心犒劳一下杨建，可杨建却不这么想，他觉得这更像是送刑犯，暗中调查那些人，能没危险吗？那可是一帮实力强大的犯罪团伙啊，自己势单力薄，拿啥去调查？真是越吃越没胃口。杨幂，东大还有像你这样的学子吗？我也急需一位像你这么优秀的联络员。曹书记过奖了，我能做出点成绩，全靠陆书记的谆谆教导。曹伯同志孤身赴任，省委理应支持。小杨，尽快帮曹书记物色一位人选。收到。老胆难道不怕东大城邦吗？还是在指点我，可以拉出一个东大帮？谢谢陆书记，辛苦杨建同志。看来从今往后，组织部要优先考察东大学子，尤其是像杨建这样的年轻干部，一定要有基层工作经验。杨建听傻了，他几乎可以确认自己要当帮主了。午餐结束后，高阳拉住杨建：“你坐我的车，我要找你谈话。”杨建只能通知省厅的警车，跟在高部长的车后。高阳与曹伯坐在后排，杨建坐在副驾驶。小轿车向着奉铁市驶去。考察结束，可以任免，明天就公示。感谢组织的培养与信任，绝不辜负领导们的期望。简简单单的几句对话，杨建即将免去东风镇的职务，出任省委办公厅秘书一处的副处长。赶回奉铁市，前台递来一把钥匙，杨建闻闻身上的味道，差点把自己熏吐。思来想去，杨建要让安天宇享受一下什么叫做男人味。支走纪委人员，杨建瘫坐在安天宇的正对面，迟迟都不愿开口。到底是谁双规谁啊？怎么我比安天宇都惨了？安天宇吓坏了，这奉天第一命是真的敢玩命。对视了有一会儿，安天宇率先投降，颤声说道：“杨幂，我求您放过我吧。”哼，公是公，国是国，公过不能相抵。我求求您帮我想想办法好吗？我上有80岁的老母。安天宇，国法面前岂能儿戏？但是别说我不给你机会，只要你交出所有的罪证，我可以保你家人不受牵连。望着膝下的安天宇，自诩情感中人的杨建也难免会犯出一股兔死狐悲的悲凉之感。堂堂一位市委书记，竟然也会如同贩夫走卒一般跪地苦苦哀求。早干嘛去了？现在知道后悔了。知道我为什么不睡觉吗？因为我害怕梦里全是冤魂，哪怕你早汇报1个分钟，都能救出更多的人命。我有罪，我对不起父老乡亲们。杨建瘫倒在沙发上，再也没有发怒的力气。突然，房门被人敲响，杨建强撑着身体看向房门，只见纪委副书记徐永年站在门口，面色如纸。不好了，奉铁市前市长赵强畏罪自杀了。说什么？上级说道，奉铁市前任市长畏罪自杀。杨建一瞬间心生寒意，整个人如坠冰窟。怎么会这样？难道说……杨幂，现在怎么办？都看我干什么？人又不是我杀的。杨建快步来到无人的房间，颤抖着掏出兜里的手机，第一时间打给陆怀远。老板，赵强死了，我怀疑有人想要灭口。我知道了，你看着办吧。杨建当场石化，我看着办，我怎么办啊？我能干啥？颤抖的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再次拨通一个号码，极盛低密的私人电话。师傅，快救救徒儿吧！挂断颜如气的电话，再打董厅长的电话。董大哥，事关兄弟的性命，我只想问你一句，那个潘处长可不可信？
听完董厅长的毒誓，杨健拨通潘处长的电话，用命令的口吻说道：“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午夜3点帮我清出一条无人的通道。”挂断潘处长的电话，杨健回到安天宇的面前，冷冰冰的说道：“赵强被灭口了，剩下的你自己脑补吧。”懒得再看安天宇的怂样，当务之急尽快把唯一的证人连夜转移。怪不得老板选择暂时按兵不动，没有一锅端掉他们。这帮狠人真是手眼通天，让人防不胜防。连前任市长都敢灭口，那会不会连我也敢杀呀？一定是我连夜返回省委，这才走漏了风声。1号楼内有奸细啊！电话响个不停，杨健就是不接，除了老板的电话，谁也救不了自己啊！房门再被敲响，徐永年再次来到房间里。徐书记，又发生什么事了？徐书记命令我回去向省委检讨，我这一走，怕是有去无回了。省纪委的效率真高，这么快就找好背锅侠了。本以为这次是个难得的机遇，没成想啊，出师未捷身先死了。你多保重。徐大哥一路走好，杨某随后就到。晚上11点，政法委书记李博文来电。李书记，请指示。我抽调一组警力，24小时听你调遣，保护好自己。没等杨健开口感谢，李博文便挂断电话。30秒后，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您好，您哪位？杨秘好，我叫东鹏，我已抵达奉铁市，24小时听您调遣，请领导指示。现在凤山酒店附近休息，有需要第一时间打给你。手上有兵，心里不慌，老板牛逼，祖国万岁。午夜12点，又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您好，您哪位？杨秘好，我是吉省公安厅的联络员，现已驶入凤省地检，预计午夜2点40分左右准时抵达凤铁市。多谢，辛苦了，一会儿见。踹醒哭累了的安天宇，把自己的电话丢给他，通知你的家人，3点半在高速公路口汇合，过时不候。通知完家人，安天宇写出几个地址与密码，算你识趣，我也说到做到。午夜2点50分，潘处长打来电话。杨秘可以出发了。确认走廊无人后，杨健薅住安天宇，向着漆黑的楼道走去。来到走廊的一刹那，便装的潘处长突然从黑暗中窜出。杨秘，我来吧。杨健把安天宇交给潘处长，然后立即坐进副驾驶，无牌的面包车向着高速路口疾驰而去。东方渐白，又露晨曦，杨健才返回专案组的驻地。困到睁不开双眼，累到没力气洗澡，直挺挺的栽倒在柔软的大床上。上午9点整，从盛京连夜赶来的纪委副书记黄胜利反复敲打杨健的房门，监察委、检察院、反贪局、警察局的负责人全都罚站在杨健的房门口。给我把门破开！杨健，安天宇人呢？拿水来，把他给我浇醒！纪委副书记黄胜利怒气冲冲地呐喊道。可现场并无一人敢动，甚至就连省纪委的同志都不敢移动分毫。谁敢交奉天第一密啊？眼见无人动手，黄胜利拿起床边的矿泉水。杨健，安天宇人在哪里？这人是谁？谁给他的勇气？杨秘，这位是省纪委副书记黄书记。杨健，再不交出安天宇，当心我告你执法犯法。想知道安天宇在哪儿？去问陆书记。黄胜利顿时语塞，谁敢去质问省委书记啊？眼见黄胜利正在懵逼，杨健拿起自己的手机递给黄胜利。你没陆书记的号码吧？没关系，我有啊。来吧，现在就问，我帮你拨通号码。杨梦，算我求你了，交出安天宇吧。有你这么求人的吗？省纪委咋这妖牛逼啊？想交谁就交谁啊！滚出去，老子要睡觉。此话一出，监察委的负责人带头出屋，其他部门的紧随其后，独留黄胜利一个人嘎在原地。走吗？丢人啊！不走吗？丢命啊！相通之后，纪委副书记转身离开，并贴心的带进房门。中午11点，奉铁市新任委书记曹博赶到专案组的驻地参加紧急会议。杨秘呢？杨秘已经好几天没休息了，让他安稳的睡一觉。确实啊，杨秘太累了。参会人员到齐，纪委副书记黄胜利开口主持会议。谁能告诉我安天宇到底在哪里？前任市委书记丢了。谁能告诉我赵强是怎么死的？前任市长死了。下午1点，杨健睡醒，看了眼手机。方书记怎么给我打这么多电话呢？不至于吧？堂堂省委常委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当即，杨健打给陆怀远，先找老板诉诉苦。您最爱的秘书让外人给欺负了。老板，我擅作主张，把安天宇转移到了吉省。老板，方书记找我要人。我没交。老板，您能换个词吗？老板，我明白了。杨健在心里感慨，华夏文化博大精深，4个语调就能下达好几个指令，也就杨健能听懂吧。换个秘书试试，肯定不好使。
下午3点，开完紧急会议的曹博终于找到了杨健。杨处长，说好了给我找的秘书呢？不好意思，曹书记，这2天忙忘了，我现在就帮您联系。掏出手机，当场拨通室友的电话，肥水不流外人田嘛。挂断电话后，微笑着说道：“曹书记，他叫刘德贵，现任奉铁市开原县马家镇的宣传委员，我俩是同班同学，知根知底，能力没得说，人品杠低，任劳任怨，就缺一位好伯乐。能力不重要，重要的是向陆书记看齐，朝奉天第一秘靠拢。您先用用看，不满意的话，我再给您推荐。你推荐的人，我肯定满意。这事儿要是传出去，那不得四夷臣服，万邦来朝。”曹博以帮忙介绍秘书为由，非要请奉天第一秘吃饭，杨健只能接受，顺便帮匆忙赶来的室友适应一下新老板吗？菜没上桌，电话吵个不停，调成静音模式，爱咋咋地。这顿饭吃定了，神仙下凡都不好使。神仙没时间下凡，但却可以找人托梦。例如杨健正在接的电话：“我是中纪委的范闲，你是杨健吗？”“领导好，我是杨健，请您指示。”“我听说你目无党纪国法，擅自扣押嫌犯，可有此事？”“领导，您听谁说的？有证据吗？”“你在质疑中纪委的消息来源吗？”杨健笑了，现在可以100%的确认，这个范闲是真的范闲，一定是纪委书记方天明动用私人关系，拿中纪委的名头出来吓人。范闲耳听对面迟迟都没敢回话，还以为杨健吓尿了。“我命令你交出嫌犯，否则立即巡视奉天，将你绳之以法。”“哎呀妈呀，那可真是太好了！领导啊，你们可快点来吧，奉天欢迎巡视组的到来啊！”杨健那浮夸的神情与热情洋溢的语气，差点把正对面的市委书记曹博给吓尿了。而电话那头的范闲顿时语塞，血压蹭蹭蹭的打，差点没气犯心脏病。“领导啊，您哪天到啊？我去机场接您。”“曹书记，您见多识广，中纪委的行程需要保密吗？”“按理来说需要保密，但也不一定。”“那就提前欢迎一下中纪委的领导前来指导。”“奉天第一秘，真是胆大心细。”杨健懒得再想，爱咋咋地。再说方天明他们有胆子把安天宇的案子捅上去了，捂都来不及呢，谁敢自保家丑，白送人头啊！酒局进行到一半，苏晴打来电话：“老婆，有何指示啊？”“你在哪儿呢？我到奉铁市了。”“我在东北一家人，你来这里找我吧。我跟曹大哥一起吃饭呢，还有我舍友低配版的华仔。方便吗？要不我在酒店等你吧。”“方便，没外人，你来吧。”“哦，弟妹来了，华仔，重新点一桌，我要招待一下弟妹。”“新老板叫我华仔，市委书记竟然叫我华仔。”“不用，再点1道锅包肉就行。”“好的，我这就去。”“曹大哥，德贵有些毛躁，您多敲打敲打。”“不至于，年轻人需要成长，我这人喜欢护犊子。”杨健与曹博相视而笑，一切尽在不言中。20分钟后，苏晴与李良先后迈入包间。奉铁市委书记曹书记，曹大哥，我来给您介绍下，这位是省纪委监察2室李良，我的好哥哥。”“你好，曹书记。”“你好，李处长。”“这位是我的爱人苏晴。”“你好，曹书记。”“叫的不对。”“曹大哥，晚上好。”“这就对喽，弟妹想吃啥，大哥给你接风。”客套一番过后，酒宴再次开始，彻底迎来高潮。晚上11点，杨健主动认怂，水竟都不喝，一心只想睡觉。20分钟后，某家高档酒店。能不能快一点啊，老婆，洗个澡而已，至于这么长？谁呀？这个时间打电话还让不让人？”“对不起，杨幂，事态紧急，所有人都在等你。”“烦死了！等着吧，我这就到。”一个小小的副处级干部竟敢在市级会议上大发雷霆，骂得诸位正厅级大佬哑口无言。午夜12点，专案组驻地偌大的会议室内，一条长方形的会议桌将省委专案组的成员与奉铁市委常委们分隔开来，双方代表各居一面，全都在等杨健。酒劲正浓的市委书记曹博微笑着看向正对面的纪委副书记黄胜利，两口子好不容易相见，黄胜利竟敢打搅好事，今晚肯定出事儿。来之前就打听到杨健特别爱抽烟，一会儿我带头抽烟，杨幂肯定满意。突然，会议室的房门被人推开，刹那间，众人全都起身欢迎。只见杨健拉着脸，气呼呼的越走越近，眼见苗头不对，黄胜利立即起身：“杨们，您坐我这里吧。”杨健连看黄胜利都没看一眼，直接走向会议室的顶角处，靠近奉铁市的方位。奉天第一秘的用意不言而喻，在场都是人精，心里明镜的很呐。杨健落座，会议正式开始。纪委副书记黄胜利开口主持会议。
同志们，省委省政府反复强调613事件的重要性。杨健懒得听他逼逼，掏出手机给苏晴发短信：明天别走了，再待1天吧，好吗？杨健本以为是发生了急事，有大事，这才敢来参加会议，没成想黄胜利纯属是为了刁难地方领导，在白省领导的威严，他们白天睡觉，晚上熬夜开会，美为其言，担心影响地方领导处理公务，这是官场里的惯用伎俩，也是敲打地方领导的一种常见手段。黄胜利想敲打奉铁市委常委，杨健没意见，可是影响他和苏晴见面，杨健能惯着他吗？一直忍到纪委副书记黄胜利发言完毕，轮到奉铁市委书记曹博开口表态。打火机的声音突兀的响起，杨健条件反射般的循声看去，只见黄胜利单手夹着一根，正微笑着看向自己。他那讨好的神情、谄媚的笑容，以及第一次抽的架势，全场都能看出来吧？开会呢，要抽出去抽。这和我想的剧本不一样啊！现在知道拍马屁了，为时已晚了吧？会议继续，奉铁市委书记曹博代表奉铁市委市政府向省委专案组检讨、表态、承诺等等。曹博讲完，轮到省委专案组的联络员奉天第一秘杨健同志，众人一起看向奉天第一秘，却只见杨健同志还在风轻云淡地喝着茶水。放下茶杯的一刹那，杨健的面容急转直下，不怒自威。首先，我想表达一下我个人的看法：613事件应该谨遵党和国家的指示，然后才是省委省政府。党和国家的指示是什么？是让我们在这里熬夜开会吗？是让我们尽快查清地方腐败吗？是让我们尽快安顿受灾的百姓？是让我们尽快给遇难者们一个交代？此话一出，全场噤若寒蝉，没有人敢与杨健对视，全部都在垂头哀绪。这位曹书记，今天中午到任，下午就去视察灾后重建工作，下半夜还得跑来开会。你们要给上级领导一个交代，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还有脸说死者为大？赵强的命金贵，老百姓命贱，是吗？杨健越说越气，越说越火大，越说越放肆，爱咋咋地。赵强死100次，都他妈的死不足惜。有关部门还有脸优先处理贪官的身后事？我看谁敢优先处理赵强的身后事？赵强都能死在你们的眼皮底下，你们还有脸找我要安天宇？连我在哪个酒店休息都能查到，怎么就查不出赵强的死因？是查不到，还是不想查，亦或是不能查？你们心里都清楚。我杨健把话放这，什么时候把受灾群众的事情彻底解决，我什么时候交出安天宇，否则谁来了都不好使。全场鸦雀无声，好多人都想鼓掌，但都不敢第一个伸手，只因纪委副书记黄胜利的脸已经变成了猪肝色。杨健同志的讲话，我个人很受触动，因此我要代表奉铁市委市政府再次向党和国家保证，1个星期之内势必完成所有受灾群众的各项工作，如果没有完成，我向省委省政府递交辞呈。话音刚落，杨健起身带头鼓掌，其他人紧随其后。杨健同志与曹博同志的讲话，我个人非常有感触，因此我提议省委专案组优先处理涉及到受灾群众的案件，优先解决受灾群众的诉求，优先查处基层里的害群之马。耳听着黄胜利逼逼个没完没了，绕来绕去的也就会那么几句，杨健瞬间不乐意了，扬声打断：黄书记，已经很晚了，奉铁市的领导们还要起早处理公务。此话一出，正在讲话的黄胜利顿时僵在原地，反观奉铁市委常委们则是恨不得飞扑过去，狠亲杨健一口。请专案组的同志们静候奉铁市委市政府的实际行动。话毕，曹博带头起立，向着会议室外走去。谁还没点脾气？大家都是厅级干部，纪委副书记多点啥？辛苦了，我代表省委专案组送送你们。眼见奉天第一秘要溜，黄胜利立即追了出去。杨们，还请您等一下，我有大事找您。你还有什么事？这里人多眼杂，咱们借一步说话。杨们，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你最好说的是个好消息。苏市长的案子查清了，苏市长是被冤枉的，明天一早就能回家了。你说什么？千真万确。杨健从惊讶中醒来，迷眼看向黄胜利。怕不是投鼠忌器吧？安天宇被转移，某些人慌了，他们害怕老板查下去，这会儿放出苏博达是想交换人质。这群人没睡醒吧？恩师根本不怕查，清白之身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安天宇就不同了，那就是一颗能随时引爆奉天官场的炸弹。想通这里面的门道，杨健似笑非笑地问道：“这是啥意思？”没别的意思，特来道喜而已。那好，我回家办喜事儿，这里就交给你们了。哦，那就提前恭喜杨玉早生贵子。承你吉言，不收礼。拨通苏晴的电话，别睡了，连夜回去接爸爸。再拨东鹏的电话，你也别睡了，快点保护我回盛京吧。半个小时后，杨健与苏晴在特警的保护下连夜返回盛京市。途中，苏晴激动到有些颤抖，她还是不敢相信父亲即将平安归家。
凌晨5点，警车抵达盛京市，杨健劝苏晴回家准备一下，他单独去接苏博达。苏晴明白杨健的用意，便提前回家，回去告诉妈妈。凌晨5点半，杨健来到省纪委的秘密据点，接待他的依旧是副秘书长暗中引荐的同志。上次是秘密面见，没办法互通姓名，这次则是光明正大，谁做好事不留姓名啊？杨秘好，监察一处，魏大红。哪天有时间，我单独请你喝酒。一言为定。魏大红狂喜无比，终于抱上大腿了。几分钟后，杨健推开房门，来到苏博达的卧室。好家伙，恩师睡得挺香啊，心咋这么大呢？老师，醒醒啊，该上课了。我叔呢？今天是哪个班级？杨健捧腹大笑，喜极而泣，一扫半个多月的阴霾。清醒过来的苏博达抬手就是一巴掌。笑个屁！你怎么又来了？老师，咱们回家。闻言，苏博达愣在原地，瞬间就泛红了双眼。走吧，带您去洗澡，洗掉身上的晦气。老师，请您用茶。苏博达微笑着点头，越看越满意，越看心越喜。汇报一下最近的学业吧。老师，我现在是省委书记的专职秘书。这小子说啥呢？上次见您时间太紧，我就没讲。我被新任省委书记看中，现在成为了他的专职秘书。洗浴理发买衣服，自掏腰包孝敬了一下岳父。容光焕发的苏博达终于回家了。房门打开的一刹那，师母毕凤琴明显一愣，然后就薅住苏博达的耳朵。穿得这么好看，你也想结婚咋地？杨健与苏晴对视一眼，顿时哈哈大笑。师母，撒手吧，一会儿就要来客人了。此话一出，毕风琴立即收手，转身的一刹那，潸然泪下。自己的老伴能不心疼吗？晚饭匆忙结束，来者络绎不绝。盛京市政府的要员基本都来了吧？好像就差一个黄市长，不来也正常。黄市长和苏博达是政敌，几家欢乐几家愁嘛。可是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萧然的到来，非常出乎苏博达与杨健的预料。小杨最近办得不错，继续加油努力。这老女人不会是惦记上我女婿了吧？谢谢萧书记的表扬，我一定会再接再厉。小健，去厨房烧壶热水。好嘞。一直接待到晚上11点左右，这才迎来宁静的夜晚。杨健拉着苏晴走到苏博达与毕风琴的面前。老师、师母，没有您二位，绝对没有今天的杨健。您二位就是我的再生父母，爸爸妈妈，儿子给二位敬茶。自诩情感中人的杨健确实很会抒发心中的感情，以至于一家4口抱在一起，哭到悲天枪地。听到声音的隔壁的邻居却误以为苏市长赶了，难怪今天会有那么多的客人登门慰问。在陆怀远的暗中授意之下，杨健将重要的证人连夜送出奉天。此时某些人终于慌了，赶忙承认苏博达是被冤枉了，竟是想要交换人质，连夜赶回盛京接回苏博达，一家人也终得团聚。经此遭遇，我打算去京城教书育人。你妈是京城人，家中尚存的亲戚帮忙物色一个非常适合我的岗位。再说了，翁婿同省为官，又同时身居要职，难免会传出风言风语嘛。别往自己脸上贴金，还不是因为那是京城里的党校。爸，您有这样的人脉关系，咋不早说呀？婆娘葬得太深，我也是有苦说不出啊。眼见苏博达神神秘秘的样子，杨健也懒得追问，当务之急尽快回房打个哈欠，佯装出很累的样子。太晚了，洗洗睡吧。你敢辜负chị儿，老子派出新生，全世界抓你！师傅，您可要罩我一辈子啊！一日早上8点，杨健躺在床上，有感而发。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啊！就在杨健享受着难得的宁静之际，电话又响了。拿起来一看，竟是秘书长的来电。领导，您想我了？不想你都难，一桌子的举报信，全是举报你的。谁举报我？因为什么举报我？凭什么举报我呀？见面聊。到底是谁举报我呀？别让我抓到你们的把柄。严重吗？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晋升啊？不碍事，公示期嘛，难免会接到举报。在秘书长与省委书记之间，杨健果断选择自己的老板。匆忙吃口早饭，杨健终于回到了老板的办公室内。小杨，你怎么回来了？陆怀远有些诧异，因为杨健正在休假，他特批了3天。老板，我想提前销假，还有一件事。说着，杨健又递上一个黑色皮包，里面全是安天宇第2次交代出来的战术核武器。陆怀远秒懂，又是犯罪证据，这次还有谁呢？即便非常好奇，可陆怀远并没有立即打开查看，而是和杨健聊起了后续的安排。去找玉龙同志确认下调研的路线，周一出发。收到。带进陆怀远的房门，直奔秘书长的办公室。领导，是谁举报我呀？自己看吧，这些都是。咋这么多呀？我有得罪过这么多的人吗？这是诬陷，全是诽谤，我根本没有偷看过女同学洗澡。
马云龙背靠在椅子上，似笑非笑的反复打量。举报信只是借口，主要是想找杨建回来商量行程。拿回去慢慢看，先谈一下工作。这是你定好的行程表，你仔细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杨建躬身一瞧，好家伙，钦差出巡，鸣锣开道，视察奉天。1辆考斯特，2辆小警车，3辆公务车，就这样。从盛京出发，第1站凤州市，第2站凤岛市，那里的海鲜好吃吧？接着轮渡抵达号称浪漫之都的凤联市，据说那里很适合拍婚纱照啊。凤口市、凤安市，最后抵达凤阳市，可以回东风镇里嘚瑟一圈吗？秘书长安排的行程未免太符合我的胃口了吧？注意下口水。领导，您的安排真是太完美了。少拍马屁，快说建议。领导，我只有一个建议，能否去趟凤东市的边境线？忘了啥，也不能忘了英雄儿女啊。好提议，我立即加上去。政府扣我通知，省委扣你负责。至于秘书一处的人选，你自己看着办吧。感谢领导的栽培。公示期结束，尽快融入秘书一处。收到。走出秘书长的办公室，顺路走进秘书一处，众人纷纷起身，热情的不得了。尤其是金鹿同志，更是双手奉上一杯热茶。他那灵动的双眸似乎在说：“快品茶，快品我的茶呀！”可杨建却微笑着婉拒。我来宣布一件事儿，选出3位文笔好的同志，跟随陆书记下去调研。此话一出，秘书一处的所有人纷纷露出炽热的目光。这可是露大脸的机会，谁能不想去啊？眼见众人情绪高涨，杨建瞬间泼去一盆冷水。1人1份演讲稿，下班之前交给我。合格者陪陆书记下去调研，不合格我宁可去其他处里借调。话毕，转身就走，先给秘书一处点脸色瞧瞧。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将房门虚掩。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还想问你，为什么检举我？没有，绝对没有。没有？那这里为什么会有你的笔记？不可能，那不是我的笔记。不是你的笔记，那就是你情人代笔喽。干得漂亮，你可以下岗了。我说错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1号楼里的奸细，估计就是他了。36计都有啥来着？避其锋芒，走为上策。我一定会回来的。黄景全走后，杨建翻看今天的日程安排，细瞧片刻。下午3点接见苏博达，懒得再想，先去给老板添点水。换茶的时候，陆怀远突然开口：“博达同志的身体还好吗？”感谢老板的关心，岳父的身体很好，不影响正常工作。杨建这话是想验证一下苏博达的去向是否如他说的那样。博达同志委屈吗？绝对没有。苏老师曾说过，只有经过考验的同志才能胜任更加重要的岗位。是我举荐的博达同志，中组部即将找他谈话，让他好好准备一下吧。谢谢老板。杨建原地深鞠一躬，这份恩情太大了，这可该怎么回报老板了？家里也没啥值钱的东西啊。该不会是想让我用命偿还吧？杨建瞬间联想到陆怀远让他暗中负责的事情，顿时惊出一身的冷汗。一会儿记得请高阳同志过来作陪。好的，老板。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当务之急尽快留个后吧，免得曝尸街头，连个烧纸的都没有。关键是杨建不想英年早逝啊！想到这里，杨建拨通董厅长的电话：“董大哥，今晚请你吃饭。”听见走廊里的脚步声，慌忙挂断董厅长的电话。敲门声响起，政法委书记李博文来到办公室内。李书记，我还没来得及谢谢您。先不说那些，把手续补全，免得落下把柄。杨建拾起文件，细瞧一番，差点没流出滚烫的眼泪。全是跨省办案的手续，李书记不愧是公检法的大佬啊！单凭这份细腻的心思，以及滴水不漏的法律条文、组织纪律等等，就值得我杨建虚心学习一辈子。没时间感慨太多，抓紧把安天宇的手续补齐，仔细填写，飞快签字，核对无误，双手归还，外加一个90度的躬身大礼。谢谢李书记，给您添麻烦了。非常时期可以用非常办法，但是不能违反组织纪律，更不能违反党和国家的法律。再有下次，可以提前和我打声招呼，至少算是备过案了。绝对没有下一次。除了老板，我谁也不信。只要省委书记那里备过案，其他部门能把我咋地？再说了，那天晚上李博文送来的警力，我都没敢乱用，这个信号不够明显吗？这小子的保证，我根本不信。连陆怀远都敢挟持的人，啥事儿干不出来啊？陆书记有时间吗？我想汇报一下工作。您先坐会儿，我去帮您看一看。老板，李书记想要见您。手续补全了吗？刚刚补好。原来老板都知道，我就说嘛，老板绝不会让我白白送死。请他过来吧。好的，老板。添好茶后，杨建将自己办公室的房门带进，开始破案。打开档案袋，拿出里面的举报信，逐封翻看，倒要看看都有哪些事，哪些人。结果越看越气，越看越火大。
基本都是些子虚乌有的流言蜚语，一猜就是同门师兄弟。等萧书记那边的关系处理好，一定要把刘少宇赶出市委办公厅。就在杨健翻看的正起劲之时，黄景全怒气冲冲的走了进来。为什么没有我？凭什么没有我？杨健，我是秘书一处的处长，我有资格陪陆书记下去调研。是吗？那你自己去问问陆书记。黄景全气到发抖，可他不敢去问陆书记，甚至都不敢去问秘书长。这点思想觉悟他还是有得，但是他不服啊，他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思考片刻，他选择低下高傲的头颅，轻声哀求：杨秘，您能给次机会吗？去问陆书记，看他给不给你机会。看好家，争取做条好狗。官场里绝对没有和解这种说法，要么不做，要么做绝，千万不要心慈手软。黄景全沉默须臾，转身就走。走廊里只有脚步声，并没有敲门声响起。杨健对着电脑屏幕发呆，可脑海里却在构思如何把黄景全尽快整走。能在秘书一处当处长，背后肯定有力量，会是谁呢？盛京市长黄有仁，纪委副书记黄胜利，姓黄的还有谁？午休过后，安利来到老板办公室添水。小杨，北界有进展吗？韦老板，谣言难控，源头好查。陆怀言了一声，杨健长舒一口气，后背又冒汗了。还好老板没有继续追问啊。不对，老板这话有含义，绝对不会莫名其妙的只问一句。难道是想让我暗中提醒董厅长可以动手吗？老板啊，您就不能多说几句吗？哪怕再多加一个字也行啊，咋还摁上瘾了呢？下午2点40分，盛京市常务副市长苏伯达同志突然出现在杨健的面前。苏市长，请坐，您喝什么茶？杨健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嘴脸。苏伯达气呼呼地看着杨健，就见不得这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杨健转身的一刹那，再也憋不住了，强忍着没笑出声响，憋得老难受了。双手奉上一杯热茶，微笑着开口：爹，请用茶。昨晚杨健忙了一夜，苏伯达也没闲着，听毕风琴讲了一宿的陈年往事，陆家与毕家的关系，现在也就杨健与苏晴不知道，且目前还不能知道，只能先瞒一段时间。于是乎，苏伯达佯装出谨慎的神情，打听起陆怀远的各种事情。杨健一句都没讲，嘴不是一般的严，哪怕他是自己的亲爹，那也不好使。苏伯达也不生气，反而还放心不少。杨健这孩子天生就是当大秘的材料。一杯茶下肚，添水的功夫，组织部长高阳走来，他代表省委组织部作陪。高阳与苏伯达的关系应该不错，杨健能看出些端倪，绝对不是点头之交而已。老板，高部长与苏市长到了，请他们过来吧。本着避嫌的原则，杨健没敢逗留，加快倒水的节奏，识趣的回到房间。京城党校那可是个好地方，能在那里当老师，以后的师兄弟们可得老牛逼了。话说回来，我是不是也该进步了？啥时候也去进修一下呀？想着想着，这就想。打眼一瞧，秘书长的电话。领导好，请您指示。此次调研的名单，把黄景全加上。上级说道，杨健在公示期间被有心之人举报，可秘书长并未以此借题发挥，反而将安排与省委书记同行调研人员的任务交给了杨健。杨秘，我是秘书一处的唐小周，我来交稿子。坐吧，大家都是同事，不要搞得太生疏嘛。谢谢杨秘。我之前在奉天日报任职，同样刚来没多久。落座过后，杨健与唐小周简短的交流一番，不愧是记者出身，资深的大主编，说起话来滴水不漏，条条是道。奉天第一秘自愧不如。收下稿子后，杨健端茶送客。唐小周走后，杨健仔细查看唐小周送来的稿子，调研的过程肯定需要讲话。省委书记的发言稿那可是重中之重。其实杨健的文字功底也不差，但毕竟没法跟专业人士相比。就在杨健揣摩着字句之时，敲门声再次响起。杨秘，我来交稿子。放在这就行。好的，那我放在这里。金路把稿子放在桌面上，可谁知杨健拿起稿子，直接扔进了垃圾桶。见此情景，金路瞬间石化，眼泪说下就下。吕同志欣喜，可以帮我照顾一下陆书记。谢谢杨秘。南方女人的眼泪真是不要钱啊！这要是北方女人，肯定找人打我一顿。下午4点半左右，苏伯达走出陆怀远的办公室。高部长、苏市长，两位慢走。杨健进去打扫老板的办公室，打扫完毕，刚要出屋，陆怀远突然开口：小杨，伯达同志即将进京赶考，你这个女婿尽量多陪陪家人吧。谢谢老板，24小时待命。杨健微笑的点头，心呼可以回家住了。可是转念一想，老板一个人会不会孤单啊？今天是周五，明天就是周五，老板一个人咋过？突然想起上次的邀约，因为突发事件而临时取消。老板，明天就是周末，能否请您去我家里做刺客？下次再说吧。好的，老板。杨健微笑着点头，可心里却在暗骂自己，问的真不是时候。苏伯达的喜事很快就会人尽皆知，家里肯定会人满为患。这个时间段，陆怀远不适合露面，更不能以私人的身份去做客。离开陆怀远的办公室，直接回到房间里，但心里反复的警告自己，
少说多看，勤分析，用心去揣摩。临近下班之际，司机小张来到杨健的办公室。杨兄，今晚去哪快活啊？岁数大了，动不动了，回家补补身子，争取多活几年吧。说着，掏出一包好烟，丢给沙发上的司机小张。小张也不客气，入手就揣进裤兜，甚至都没有开口表示感谢。自己人谢啥？不如整点实际的，报答一下杨大哥。明天上午去盛京故宫，下午去浑河钓鱼，我买来3套渔具。杨健立即心领神会，老板的私人行程到手，可以佯装一次偶遇了。终于熬到下班时间，杨健和小张一起来到陆怀远的面前。老板，祝您周末愉快，有需要随叫随到。回到苏博达的那辆老帕萨特内，杨健拨通了董厅长的电话。董大哥，你在哪里呢？用不用我去接你啊？我早就到了，在你们正门口，那辆黑色捷达。10分钟后，捷达停在一家日料店的门口。下车之后，杨健看着这店铺，稍微有些不高兴。你喜欢吃这个？你请客，自然有人买单。说着，董厅长掏出一套小型监听设备，揣入怀中，直接给杨健看傻了。董大哥这是要抗日啊！英雄，您先请。董厅长也不客气，直接带着杨健走了进来。欢迎光临，两位需要点什么？双人包间，找个安静点的地方。落座后，什么贵点什么，反正又不花钱，今晚必须要吃到吐为止。服务员走后，董厅长开始排查房间里的每一套角落。杨健又看傻了，董厅长是专业的，不愧是省公安厅的扛把子。大人物惹不起，只能挑些敌对势力，不然没办法交差嘛。杨健深表同情，只因董厅长的处境确实如他说的那样尴尬。有背景的人物他查不起，没背景的小虾米都是市局预定的功劳簿，省厅被夹在中间，骑虎难下，只能搞些敌对势力来邀功。董大哥，今天下午老板突然问起了北街。杨健率先抛出诱饵，愿者上钩吗？你觉得是啥意思？杨健一愣，小瞧对方了。董厅长竟然把球踢回来了，该如何应对呢？当然是再踢回去。我当时被吓懵了，什么感觉都没有啊。周一下去调研对吗？省厅出2台车，这事儿你不知道吗？我知道啊，我亲自选的人啊。那你还明知故问？你不也明知故问吗？老虎不在山，猴子称霸王。我输了，认罚。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只想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绝无退路可讲。杨老弟，我想动李宏伟，大老板会生气吗？杨健顿时收敛笑意，开始沉思。李宏伟是黄有仁的小弟，动他就是在动盛京市，间接等于触摸省长楚大山的胡须。捋胡须那可老刺激了，一不小心董翠随时都有可能会暴毙。自己应该没啥事，死道友不死贫道，要不要先派董翠试试火力？转念再想，刚刚结拜成兄弟，这么做也不讲究啊。杨健犯难了，不知道该不该同意。眼见杨健一脸便秘的样子，董厅长下定决心。兄弟，富贵险中求。眼见董翠起了赴死的念头，杨健也不再劝。干吧，出事我送你。你可真是我的好兄弟。放心吧，我不是曹孟德，定会保你家人一生平安。老子要是死了，肯定把你前小舅子带上。那我可真是谢谢你。杨健根本不在乎，白家全是白眼狼啊。非我族类，绝不客气。填饱肚子的董翠拨通白展强的电话，行动！一声令下，在附近巡逻的白展强立即带队赶往前任姐夫所在的日料店。杨健挺想打包，奈何董翠不让，提前约好第2场，硬拿奉天第一命给他捧场。吃人嘴甜，拿人手短，杨健只能去站台，顺便看看都有谁。几分钟后，一身警服的白展强在饭店经理的陪同下敲响杨健所在的包房。谁报的警？白展强威风凛凛的开口，可杨健却发现前小舅子的腿在颤抖。警察同志，我报的警，我怀疑这家饭店有间谍，他们想要窃取咱们国家的情报。见此情景，饭店经理瞬间懵了，搞了一辈子的餐饮，头一次碰见这样的霸王餐，真是开了眼了。不想给钱就直说，何必往死里整啊？全部带走。白展强等人走后，董厅长看向杨健那不太自然的脸，这家日料店真有问题，绝对不是因为想要吃白食。莫非一顿饭而已，至于拿名声开玩笑吗？离开日料店，董翠带着杨健来到郊区的一家餐馆。进入房间的一刹那，房间内的所有人瞬间全部热情起身。董翠主位，杨健次席，酒局正式开始。董翠打一圈，杨健来一轮，自由发挥开始。谁敢不敬奉天第一命？这酒不得不喝，否则兄弟丢面子。更何况杨健还要借用他们的力量，在地方收集老板需要的消息。为了兄弟，为了老板，为了奉天，为了自己，喝就喝吧。晚上11点，第2场结束，第3场开始。一群人来到练歌房，董翠举起麦克风，正色说道：“1号刚到奉天，我要第一个表态。”此话一出，包厢内的众人顿时全部正襟危坐，哪里还有喝多的样子？全都在演戏，没有一个人敢真的喝多。真是一群人精！我董翠坚决拥护党和国家，坚决拥护省委书记陆怀远。董翠目光如炬，铿锵有力，毫无作假的痕迹。他敢这么说，就已经提前做好传到人尽皆知的心理准备。可杨健却听出了不一样的味道。董翠想要护身符，这段话有逼宫的嫌疑。
董翠表完台，其他人排队上前，纷纷喊出拥护陆怀远的口号。杨健端坐在沙发上，不言不语，甚至是毫无表情可讲。这些人中，谁是真，谁是假，不能只凭口号来断定，需要他们用实际行动来履行自己的誓言，否则杨健根本不信，甚至连董翠都不行。最后轮到杨健表态，在众人的目光中，杨健拿起麦克风，沉默良久。我给大家来首歌唱祖国。众人瞬间全部懵了，杨健心中也在暗骂，想让我杨健表态，想让我杨健替你们传话，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来。一曲唱罢，杨健微笑与众人告辞，有时间再聚，问就是没时间。众人一起恭送杨健，董厅长贴身跟随，开口就是检讨。对不起了兄弟，我喝多了。杨健不想发火，换个角度思考一下，没准自己更过分。没事儿，可以理解，没有人不怕死，但是以我的身份，绝对不能表态，你能明白吗？我明白。都是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凭什么收留？这话有些重，但却非常贴切那帮人的现状。你想收拢一些人心，我理解，也很支持，更希望你能越来越好。但兵贵于精，而不在于多，这个道理大哥不可能不懂。董大哥想知道我的准则是什么吗？董翠点头，再也不敢小瞧年仅28岁的杨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对不能只为省委书记服务。第二，坚决拥护党和国家，绝对不能只拥护省委书记。第三，我可以听话，甚至可以当狗，前提是他得是位好官，否则我再挟持他一次。杨健的话像是道道惊雷，震得董翠头皮发麻，惊得公安厅长浑身战栗。怪不得奉天第一名能干出挟持陆怀远的事情，原来他真的不怕死，他的眼里只有国家利益。刹那间，董厅长不仅找回了初心，还找到一位一辈子的偶像。省公安厅长当众向新上任的省委书记表忠心，好不容易迎来周末休息的杨健，决定不趟这趟浑水，早点回家休息，明天还要假装和老板偶遇呢。一日，杨健难得睡了个好觉，起床后给司机小张发条信息，问问老板游的是否开心，顺便约好下午的偶遇时间。老婆，咱们下午去陪省委书记钓鱼。虽然知道早晚要见，但是这才2个星期，未免有些太快了吧？没事儿，你就当他是位普普通通的老帅哥。午餐没敢多吃，留着豆子去河边烧烤。陆怀远可以不登门，但是这顿大餐不能少。浑河南岸无人下游，省委书记像个老头。杨健惊呆了，若不是能认出陆怀远的轮廓，谁敢相信他是省委书记啊？真是太低调了。蹑手蹑脚地走到陆怀远的身边。老板，钓到多少了？水土不服啊！北方的鱼儿不咬钩吗？老板，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我给您换个鱼饵吧。不用，这不钓到你了吗？老板，您不仅钓到了我，您还钓走我的家人了。有件事儿，我想向您请示一下。什么事？说吧。我爱人是名海归律师，刚刚接手一些国企、央企、军工企业的官司。我和苏晴的想法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想在省检察院附近开上一家法律援助中心，免费帮助下岗工人打官司。好事，理应支持。老板，律师太挣钱了，我都有点害怕了。这话是在试探陆怀远的反应，问问那些央企大佬的钱可不可以挣啊？陆怀远又岂会听不出来？合规合法的钱有什么可害怕的？此话一出，杨健那颗悬着的心瞬间落地，但却不能表露出任何的窃喜，只能继续表态。老板，还请您监督我和苏晴。于情于理，于公于私，我都应该监督你俩。得到陆怀远的首肯，杨健才敢叫来苏晴。苏晴疾步走来，陆怀远微笑着起身。这丫头20多年没见了，还能记得我吗？苏晴根本没印象，只知道他是老公的老板，并在心里反复劝自己千万不要紧张。老板好。你好，苏大律师。谢谢您的提携与举荐，我代表杨健与家父感谢您的再造之恩。谈不上再造之恩，是杨健与博达同志真金不怕火炼。老婆，老板不仅同意你的想法，还给你下个指标，1年救助100名的普通百姓，咱们能不能完成？回老板，我想给自己多增加点责任，1年200名的指标，保证完成任务。杨健微笑着点头，心里却在暗自担心。老婆呀，先不说要花多少钱，在老板面前可不敢这么乱夸海口啊。如果你能完成，我一个人的名义替你站台，为你推广。听闻此句，杨健在心里暗骂自己：我才是傻呀！老婆简直太聪明了，钱不钱的不重要啊，背景厉害才行。我老婆的律师事务所即将成为奉天省内最厉害的律师事务所了。强行压住心中的狂喜，抓紧感谢一下陆怀远。老板，我带来了炭炉，咱们整顿野餐。可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杨健与苏晴对视一眼，看来陆怀远的心情真的很不错，这真是家有贤妻夫祸少。一顿地道的东北烧烤，瞬间俘获了省委书记的胃口。甚至中途陆怀远还主动要求来了瓶冰镇啤酒。
吃了一会，陆怀远回到河边继续钓鱼。眼见陆怀远心情大好，杨健也终于鼓足勇气，把昨晚发生的事情如实的汇报一遍。陆怀远静静的听，杨健有条不紊的讲。说到具体人名的时候，陆怀远偶尔会问一句风评，杨健不敢有丝毫的隐瞒，只能把自己知道的消息全部吐了出来，绝对不带任何的感情色彩。最后汇报出董厅长的请求，静候省委书记的决断。杨健的心快跳到嗓子眼了，沉默了有一会儿，陆怀远突然开口：小杨，快看，愿者上钩了。刹那间，杨健听懂了来自省委书记的最新指示，同时杨健也听出了渣男般的味道。不主动，不拒绝，会负责吗？周日晚上，董翠来到苏博达家拜访，没敢多喝，也不能多喝，明天还要起早出差呢。晚饭结束，先将老婆和老年人安排好回屋睡觉，然后才能传递省委书记的最新指示。董大哥，此去一别就是好多天，祝你旗开得胜。老板同意了。杨健笑而不语。如果陆怀远是个老渣男，那么杨健就是个小渣男，他俩谁也不想开口单嘴。我明白了，请领导放心，我一定会给领导一份满意的答卷。杨健继续笑而不语，只能拿起茶杯，在心里默默祈祷：董大哥一定要平安归来啊！时间不早了，大哥回家休息吧。一日早上6点半，杨健将材料送上1号楼门口的考斯特，叮嘱司机小张一定要看好，反复检查并无纰漏。出发时间定在上午9点整，公安厅与政府口先到，省委书记要最后才能露面。8点55分，杨健来到陆怀远的面前：老板，人齐了，可以出发了。咱们出发。陆怀远有些亢奋，似乎很期待这次调研。杨健端着老板的水杯，微笑着跟在陆怀远的身后，他比任何人都要期待这次出游。考斯特内，陆怀远坐在前排，与陪同调研的领导们打招呼。警车开到考斯特居中，其他车紧随其后。新任省委书记的第一次调研正式开始。途中，陆怀远与分管工业的副省长韩哲同志谈话，杨健坐在最后面，没办法偷听到谈话，那就只能揣摩老板的用意。以目前所掌握的证据，陆怀远与杨健几乎都可以笃定，韩副省长肯定有问题。但是陆怀远还是默许韩哲代表奉天省政府出面陪同调研。官场里有句潜台词，露面越频繁，肯定要升迁。大人物的一举一动，小人物们会闻味而来。等这次调研结束，怕是韩副省长家的门槛会被客人踩烂吧？陆怀远带他干嘛呢？是想麻痹他，还是想在调研途中？杨幂昨晚没睡好啊？有些激动，确实没睡好，让王厅长见笑了。王建华，省农业农村厅的厅长，杨健背过政府口的名单，肯定错不了。都一样，我也激动的一夜没睡啊。说着，王建华主动坐到杨健的身边，大有促膝长谈的架势。杨健不想谈啊，他只想趁机迷一会儿。可是正厅级领导找你交心，你能不给面子吗？那就只能违心的聊个10块钱的吧。王厅长，3年前您去凤阳县调研的时候，我们见过一面。原来如此，怪不得看你这么眼熟，这么亲近。我想起来了。杨健直接傻了，因为他说的是假话，他根本就没见过王建华。只因王厅长的调研，副镇长根本没有资格参加。杨健顺嘴胡诌，没话找话，是觉得王建华记不住小人物，可没成想王厅长的演技如此浮夸，都能当影帝了。是啊，我也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相见恨晚呐，约个时间好好叙叙旧。叙旧2字一出，杨健就知道惹麻烦，王建华肯定要顺杆往上爬，到时候怎么避，只能见招拆招了。先应付眼前再说吧。杨健恨不得再给自己一个大嘴巴子。聊着聊着，车队驶进凤州市的地界，省委书记的调研计划，即便省委不通知，地方也能猜得到。2辆护航警车主动汇聚到省委的车队里，直奔第1站驶去。半个小时后，车队驶出凤州市收费站，入眼的是凤州市4大班子成员以及密密麻麻的汽车。见此情景，陆怀远的面色急转直下，厉声说道：小杨，转告他们，直接去调研。好的，陆书记。杨健孤身一人下车，直奔地方领导们的面前。看见杨健的身影，凤州市委书记楚宏才顿时吓出一身的冷汗。敢问杨大秘，陆书记有何指示？咱直接去调研。话毕，杨健转身就走，都不敢握手，更不能多说。所有人都看着了，今天这一幕很快就会传到全省皆知。楚书记的仕途之路堪忧了。登上考斯特，正要走回后座，陆怀远突然开口：小杨，转告他们，无关人员回去正常办公。收到。杨健点头，能看出陆怀远的面色明显挂着一丝丝的怒气，考斯特内的氛围也瞬间压抑了起来。这就是1号的权威，他几乎可以决定省内的一切，他的面容就是全省的天气预报。掏出手机，拨通楚宏才的电话：楚书记，劝其他领导回去吧。收到，谢谢杨幂。挂断电话后，杨健看向车窗外，眼见凤州市的车队正在飞快的逃离。杨健非常同情地方领导的遭遇，只因像今天这样的场景，杨健也曾亲身感受过。不请自来，撑死挨顿骂，胆敢无视，万一被记恨呢？就像春节送礼一样，送了未必记得住，不送肯定心里有数。这道题根本没有最佳答案，答题者只能尽量避免少扣分啊。只因凤州4大班子成员的生死全部牢牢攥在省委书记的手中，人事任免的一票否决权，谁敢不来？积分高下，也决生死，这就是1号的魅力。
新任省委书记的第一次出门调研，地方官员的做派便让其十分不满。小杨，转告他们，无关人员回去正常办公。楚书记劝其他领导回去吧。挂断电话后，杨健看向车窗外，眼见凤州市的车队正在飞快地逃离。10分钟后，车队达调研的第一站凤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考斯特停稳后，凤州市委书记楚宏才、凤州市长陈保伟站在距离车门口正好3步的距离，多1寸少1指都不好使。省委书记陆华远第一个下车，向前1步。楚书记与陈市长立即同时向前1步，空出1步的距离，刚好可以握手。陆书记，欢迎您来凤州市调研。陆华远微微点头，一触即离，再跟陈市长握手。这时，凤强集团的负责人上前1步，躬身开口：“陆书记好，欢迎您来考察凤强集团。”男子40岁左右，身材矮小，浓眉大眼，长相便是很精明。杨健查过他的档案，王文强，凤州人，年仅42岁的他，3年赚了一个小目标。据传，果敢司开始后，王文强动员家族凑出1000万，转身就吞下估值5000万的国营机械厂。这里面的学问，懂的都懂。像这样的事情，在整个奉天省内屡见不鲜。时代造富豪，躺在风口上的猪全都飞起来。考察开始，王文强引领众人参观生产车间。杨健故意拉开一段距离，主动把省委书记的谈话让给地方领导们。突然，一名男子来到杨健的身边。杨秘好，我是凤州市委秘书长纯生。杨健会心一笑，不方便握手，更不能表态，只能看看对方想打什么牌。陆书记是南方人吧？可有什么忌口的东西吗？一切从简，切忌铺张浪费。明白，谢谢杨秘。问了等于没问，奉天第一秘的嘴可严。陆怀远的调研绝对不是走形式，他会时不时的抛出一些问题，企业负责人倒也应对自如，明显做足了功课。考察一圈过后，王文强看眼时间，主动邀请省委考察团留下来吃个便饭。凤州市委书记楚宏才刚要开口替省委书记婉拒，可没想到陆怀远却抢先开口：“小杨，每人10元的标准餐，工人吃什么，咱们就吃什么。”收到。企业负责人王文强瞬间懵逼，就没见过这样的省委书记。凤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们谁也不敢开口，只能陪同省委书记一起吃顿大锅饭。那提前预定好的饭店咋办啊？凤强集团的食堂挺大，至少能容纳下几百人同时用餐。陆怀远反复叮嘱王文强，不许阻拦工人们按时用餐。给陆怀远泡茶的时候，凤州市委秘书长纯生再次找到奉天第一秘。纯生用接近哀求的语气和表情说道：“杨秘，晚宴怎么安排？您帮我拿个主意吧。这事要是办不好，他这个市委秘书长差不多就要干到头了，能不着急吗？”领导，您去问问秘书长吧，他才是这方面的专家。多一事如少一事，杨健把皮球踢到秘书长马玉龙的脚下。杨大秘，我哪能见到秘书长啊？您就帮帮忙吧。一切从简，切忌铺张浪费。还是那句话，至于纯生能不能悟透，关我屁事。有些忙可以帮，有些主意绝对不能乱出。帮好了都是纯生的功劳，帮不好全怪在杨健的头上。杨健可不是官场小白，谁也别想拿他当枪使。眼见杨健不愿交心，纯生只能微笑着告退。至于纯生会怎么想，杨健根本不在乎。端着茶杯走到老板的面前，本想识趣的离开，却被省委书记留了下来。小杨，饭钱给了吗？回陆书记，拉扯了好半天，多给了8块钱，图个吉利，预祝凤强集团越做越强。谢谢陆书记，谢谢杨秘，凤强集团绝对不会辜负省委省政府的期盼。陆怀远微笑着摆手，示意王文强坐下聊。王文强刚一落座，省委书记终于开口：“王老板，我希望凤强集团能够扩大规模，优先安排下岗职工2次就业，你觉得如何？”什么叫做心有灵犀？陆怀远临时决定留在凤强集团吃午饭，杨健就能猜出老板有事要谈。什么叫做配合？奉天第一秘多给8块钱抛饵，省委书记就能顺势开口表态，这就叫做天衣无缝。更何况省委的8块钱是那么好拿的吗？省委书记的调研怎么可能没有成果？即便王文强当场表态，一定会谨遵陆书记的指示，尽快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力争提高凤州市的就业率。可陆怀远与杨健，甚至是凤州市的领导们，都能看出王文强的面容上明显挂着一丝丝的牵强。王老板不必急于表态，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有难处可以找政府，我们一起解决。小杨，你存下王老板的电话。好的，陆书记。杨健掏出手机，王文强颤抖着拨通杨健的私人电话。结束后，众人一起闷头吃饭，谁也不敢擅自讲话。陆怀远吃得挺香，杨健也吃得有滋有味。反观凤州市的领导与企业负责人王文强，则是味同嚼蜡，吃得7上8下。离开凤强集团，陆怀远拒绝午休，直接赶往下一站。凤州市委书记楚宏才意外获得省委书记的邀请，
坐进了考斯特。这个讯号间接可以抵消高速路口的地板更。老板的手段炉火纯青，育人是门大学问。奉天省不仅是工业强省，同时还是农业大省。第一站考察工业，第二站轮到考察农业。农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忘杀也不能忘本。半个小时后，车队抵达乡下农业农村厅的王建华主动汇报奉天省的三农问题，地方代表负责查缺补漏。陆华院频频点头，偶尔还会笑一笑，貌似对凤州市的农业情况很满意。可杨健却读出了不一样的味道。看来老板并不满意。王厅长啊，你这拙劣的演技根本不配当影帝啊！小杨，你也当过镇长，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回陆书记，凤州镇可比东风镇强太多了，我自认不如，甘拜下风。是吗？输在了哪里？首先，凤州镇的单亩产量高出东风镇5倍不止。其次，凤州镇的农业补贴是我们镇的好几倍。最后，我很好奇，凤州镇用的什么种子与化肥，能否献出来，让全省一起受益？与此同时，王建华与地方代表的脸色逐渐变成了猪肝色，那种感觉就像当众被人扒光外衣，真是羞死人了。李镇长可愿当众献宝？回陆书记，我愿意。都是一些常见的种子与化肥。杨健笑而不语，心想我也是在基层干了8年，谁给你的勇气吹牛逼？真是关公面前舞大刀，葛亮眼前空城计。陆华园也懒得刁难一位小小的镇长，把矛头对准了厅长王建华。王厅长，农业的地位，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农业的地位就是王建华的位置啊！让你飙演技，这下好了吧？准备提名最佳金扫帚奖了。离开村镇，车队返回凤州市中心，直奔凤州市委大院。途中，王建华再一次坐到杨健的身边，用可怜巴巴的眼神哀求奉天第一秘。杨健笑而不语。谁叫你们一起蒙骗省委书记？这我可不敢乱说话。抵达凤州市委大院，短暂休息一会儿，等待省委书记的见面会。杨健没办法休息，他在修改秘书一处提交上来的发言稿，倒不是唐小舟等人写的不好，而是黄景全这小心眼，非要奉天第一秘提建议，提就提。就像谁没念过大学一样，拿起钢笔修改几个标点符号，再替换几句通俗易懂的词组，改着改着，杨健笑了。唐小舟故意写错，留出修改空间，分明是想讨好杨健。能混进省委大院的，没有一个是白给的，都有几把刷子。改好稿件，送去打印，字体要大号，字迹要清晰，反复熟读3遍，才能呈给省委书记。老板细看一遍，微微点头，表示可以。至于用不用，那就不是杨健能操心的了。下午4点整。凤州4大班子成员，各厅局的主要负责人全部端坐在大礼堂内。省委书记陆怀远、省委常委、秘书长马玉龙、副省长韩哲等人先后走上主席台。会议开始，陆怀远在主席台上讲话，杨健在下面偷偷接听电话。楚省长回来了，后天过来慰问受灾的百姓。杨健知道楚省长的回国日期，否则也不会担心董厅长的行动。回就回呗，你也怕他咋地？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外面都在疯传王不见王，谁是大王？印好的扑克牌还能改吗？他有问过厂家的意见吗？兄弟，丢出来的牌全靠自己打，厂家很少干预卖出去的扑克牌啊。大王就是大王，小王就是小王，这是厂家定下的规矩。他要是敢破坏规矩，那就试一试，奉天第一秘，奉陪到底。说完就挂，爱咋咋地。最讨厌意志不坚定的同志。老板的调研计划半个月前就定好了，绝对不是因为外面所传的什么王不见王。更何况默许董厅长的行动，就是在试探楚大山的反应。第一回合的博弈还没正式开始，曹博同志就怂了。杨健可丢不起这个人，挂断曹书记的电话。杨健细听省委书记的讲话。几分钟后，陆华园把舞台让给副省长韩哲，由他代表奉天省政府讲话。韩副省长如获至真，侃侃而谈，言语间皆是，跟在陆书记的身后，在大风大浪中前进。陆华园频频点头，欣慰与欣赏之情当众溢于言表。可主席台下的杨健却是听出了一身的冷汗，只因突然想起一个典故：孔明挥泪斩马谡。上集说到，省委书记的调研见面会上，却是副省长在主席台上滔滔不绝，侃侃而谈。可没想到，省委书记非但不生气，甚至还当众流露出欣慰与欣赏之色。孔明挥泪斩马谡，老板默许韩副省长陪同调研，甚至当众表露出对他的喜爱之色，这简直就是捧杀！老板的手段真是太恐怖了。就是不知道，如果楚省长知道今天的事情会怎样？会不会如鲠在喉？会不会心生忌惮？会不会把韩哲视为第一目标呢？大人物之间的博弈，亦或者一二把手之间的试探，往往都是先从下面的亲信开始。如果董厅长干掉市局李宏伟，再牵连到市长黄友仁，陆怀远趁机收复一座城池，那么楚大山会甘心让出省会城市的控制权吗？肯定不会。
至少第一战绝对不能轻易认输，否则没办法稳定人心，那还怎么带小弟啊？所以楚省长一定会反击。而反击的目标目前只有2位，一是奉铁市委书记曹博，二便是主席台上的副省长韩哲。盛京市省会城市，市长是副部级，曹博不配给黄友仁陪葬，那么楚省长就只能把矛头对准副省级的韩哲。老板这招借刀杀人真是妙啊！甚至等到最关键的时刻，陆怀远还可以暗中送去抽屉里的罪证进行补刀，到时候韩副省长的下场那得老惨了吧。想到这里，杨健平复了一下情绪，继续揣摩下去。如果楚省长想要顺利干掉韩哲，势必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否则省委书记的颜面即将荡然无存，上层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至少不会放过陆怀远刚到奉天任职就发生这种事情，因为这不仅是在抽打陆怀远的脸面，还会上升到挑战天子的威严。那么楚大山要付出的代价就只能是交出省会城市的控制权。最好的结果是双车兑换，舍弃盛京市长，提名一位副省长，明占上风，暗输半子。楚大山应该能接受吧？而老板啊，他只用一个弃字就能换来一位正眼啊，太牛逼了！老板这招真是太厉害了。想到这里，全场掌声响起，会议终于结束。晚宴同样没去订好的酒店，众人在市委食堂解决晚餐，没敢喝多，也不能喝多。8点钟左右便结束了招待，4大班子成员一起护送省委调研团下榻凤州市委招待所。杨健拎着陆怀远的行李箱，把省委书记送进套房里休息，而杨健的行李箱当然在金路同志的手里，不然带他干嘛？老板，先洗澡还是先躺会儿？先洗洗吧，免得晚上没时间。杨健微笑着点头，转身去卫生间里试水温。今天晚上老板会接见谁呢？又会谈些什么事情呢？同理，秘书长、韩副省长等人也都会在房间里接见地方的谁呢？吹好头发，递上凤州市的材料。陆怀远端坐在椅子上办公，杨健在客厅里接听各位领导的电话。楚书记，半个小时后吧。谢谢杨秘，一会见。杨健首先替陆怀远把控了一下时间。这时，凤强集团负责人王文强的电话终于打来了，杨健也没着急接通。算你小子识趣，老板肯定会见你。看一眼时间，杨健走到陆怀远的面前，轻声说道：“老板，楚书记想要见您，请他过来吧。”得到陆怀远的首肯，杨健拨通凤州市委书记楚宏才的电话。3分钟之后，房门被人敲响，杨健把楚书记迎进来，带进房门。杨健先回自己的客房。杨秘，水放好了，你要洗澡吗？把房卡给我，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准进来。杨秘，我打住！你要是再敢乱哭，就回去吧。好的，杨秘。放在桌子上，回去休息吧。好的，你也早点休息。快点走吧，隔墙有耳啊！别在这添乱了。金路走后，杨健关紧房门，拨通学长的电话。小师弟，终于等到你啊！大师兄，我忘记谁也不能忘记你啊！学长名叫朱明华，现任凤州市铁山区副区长。杨健与朱明华的关系非常好，因为朱明华是苏伯达的大弟子嘛。再说了，大师兄与小师弟的关系能差吗？都是师傅的心头肉啊！我在楼下，是我上去还是你下来？3楼315，你上来吧，师弟扶你一把。小师弟，老师的身体怎么样？放心吧，能吃能睡，身体好着呢。听说老师要进京了，太好了！进京的是我爹，又不是你爹，你这么激动干啥？但是该说不说，恩师落难的日子，大师兄也受了不少苦，就让他高兴会儿吧。小师弟，你要的东西我都给你带来了，一会儿看我眼神行事。放心。朱明华激动到双腿发颤，能不能进步就靠今晚了。敞开房门，杨健要给大师兄争取一次完美的邂逅，以及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10分钟后，楚宏才走出房间，杨健第一时间迎上去。朱明华谨遵小师弟的指示，直挺挺地站在奉天第一秘的房门口。楚书记慢走。谢谢杨秘。您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杨健手上适当增加点力度。凤州市委书记苗豆微笑着说道：“听说了杨大秘的小爱好，给你带了一包特产，一起抽一根。”谢谢楚书记，您先去我房间里坐会儿，我去给老板换杯茶。杨健没接香烟，而是单手引向自己的客房。楚宏才求之不得，正想和奉天第一秘套近乎呢。学长，麻烦你帮我招待一下楚书记。楚书记，里面请。楚宏才双眸一亮，瞬间就能看明白奉天第一秘的用意。杨健目送楚书记与大师兄进屋，然后才走进陆怀远的套房。老板，陈市长也想见您。陆怀远微微点头，并没有说一句话。杨健又懂了，掏出手机拨通陈市长的电话。3分钟之后，凤州市长陈宝伟在杨健的引领下来到省委书记的面前，带进房门，回到自己的房间。楚书记怠慢了。杨秘您客气了，我给您正式介绍下，这位是朱明华，苏伯达的学生，也是我的大师哥。东大才子朱明华如雷贯耳，今天算是见到了。楚书记过奖了，东大才子是杨健，我可比不过小师弟。又没外人，你谦虚什么呀？没错，都是自己人，谁也别装假，坐下聊。楚宏才落座，杨健紧随其后，用眼水示意大师兄朱明华苗头，第一时间给市委书记添水。
之后全是闲聊，根本不用挑明，懂的都懂。聊了一会儿，杨健突然接到秘书长的电话，忙完过来喝酒。该不会是场鸿门宴吧？好的，领导，我一会儿就到。10分钟后，朱明华送市委书记回家，杨健象征性的送到楼梯口。15分钟后，陈市长走出省委书记的套房。陈市长，您慢走。陈市长也带了烟，可没想到奉天第一秘当场戒烟，就跟谁家缺烟一样。走进陆怀远的房间，向老板汇报下一问。老板，王文强来了，一直在楼下等着呢。请他上来吧。杨健会心一笑，立即拨通王文强的电话。3分钟后，王文强出现在省委书记的面前。这回杨健没走，必须得在一旁做陪。陆书记，谢谢您的接见。我又不吃人，你这么紧张干嘛？坐下慢慢聊嘛。谢谢陆书记，谢谢杨大秘。王老板，你着急觐见陆书记，是因为想通了，还是有什么难处啊？回杨秘的话，我坐下聊嘛。我说过，有难处找政府，政府给你做主。王文强秒懂，当即开始诉苦。杨健也听明白了，简单概括一下，不是不想扩大规模，而是有人不停地找他割肉。听完王文强的诉苦，省委书记陆怀远当场表态：只要你肯扩大生产规模，优先安排下岗职工2次就业，有问题有难处随时找杨健。得到省委书记的承诺，王文强颤抖着起身，信誓旦旦地说：陆书记，有您这句话，我今晚就开始行动。王老板，等你建成那天，我来给你剪彩。此话一出，王文强差点跪地磕头啊！送走王文强，杨健服侍好陆怀远休息。回到房间后看了眼时间，这都11点了，秘书长还在喝吗？打个电话请示一下吧。快点来吧，都等你呢。杨健顿时头大，今晚还能睡觉吗？来到秘书长吃饭的包间外，轻敲3声房门，没想到开门的却是凤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杨大秘，你可得先罚3杯，我们等的好苦啊。没问题。杨健用余光扫了一圈，好家伙，这是在开市委常委会吗？看到来人是杨健，秘书长马玉龙起身说道：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杨健，我选的接班人。此话一出，全场一起鼓掌，纷纷投来羡慕与炽热的目光。秘书长的话有2层含义，首先是他举荐杨健出任专职秘书，其次杨健将会是未来的省委常委，任秘书长一职。听到此话，杨健瞬间懵了，这什么情况啊？这是。落座过后，众人纷纷举杯敬向未来的秘书长。杨健也不客气，来者不拒，不就是啤酒吗？和水有什么区别？数落起来后，众人纷纷采访杨健。杨大秘，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谁给你的勇气，敢让你做出挟持省委书记这样的壮举？只能说是来自人民的力量。话题掌声雷动，众人一起举杯，这一杯敬全省的百姓。上级说道，秘书长深夜叫杨健参加市级常委聚会，竟然当众宣布杨健会是他的接班人。一直喝到下半夜1点左右，市委常委们识趣的告退。小杨，这顿酒陆书记不能喝，我不能多喝，只能让你过来喝。微醺的马玉龙和蔼可亲的开口，他非常喜欢杨健，不然也不会说出接班人3个字。而杨健也顺势改口说道：马叔，我都明白，再有这种好事儿，您多想着我点。这小子真是一点就透啊！前任喜欢排场，大家都习惯了，突然换个主人，难免要适应一阵子。陆书记不方便的事情，我先上，我要是扛不住了，记得帮我送补。杨健佯装出非常感动的神情，心里却在暗暗感慨：秘书长可真是好演技，比王厅长强多了。提前站队而已，至于弄成生离死别吗？送终那是你儿子该干的事情，我只能帮你把话带到省委书记的耳边。小杨，少说多看，勤分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谢谢领导的教导。此时此刻，杨健终于明白为什么秘书长能够不出大远知天下，合着就是无论到哪里考察，晚上叫人过来喝酒杯。次日早上6点半，杨健准时被闹钟吵响，绝对不敢再迷会儿，害怕睡着耽误事。专职秘书不好干啊，睡眠根本不够用啊，黑眼圈又冒出来了。这时手里的手机再次响起，拿起来一瞧，猜对了，果然是老板。小杨，叫上小珍，我请你俩吃早饭。谢谢老板。挂断电话，立即打给司机小张。速度起床，老板请吃早饭。怎么，昨晚没睡好？回老板，昨晚被拉去喝酒了。年轻人精力就是充沛嘛。老板，秘书长视我为子侄，他吩咐我的事情可以婉拒吗？杨健这句话是在变相的询问陆怀远。马玉龙提前表态了，是否接受秘书长啊？他也是你的直属领导，你说呢？明白了，双重领导，随叫随到。在不违反党纪的前提下，可以私下来往，但是你还年轻，要注意一下身体。明白，谢谢老板。名为关心下属的身体，实则是在警告杨健注意尺度，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
一切准备就绪，杨健便去行李箱拿取老板的便装。可就在打开行李箱的一刹那，杨健便如遭雷击，瞬间全麻。只因那双45码的皮鞋就躺在陆怀远的皮箱里，杨健绝对不会记场，这就是安氏家门口的那双鞋啊！这就意味着那天在书房里的人就是刚刚到任的省委书记陆怀远。一瞬间全都对上了，蟋蟀全通了，原来是陆怀远在暗中帮忙啊！杨健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一定要装作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既然恩师、师母、陆怀远都在演戏，那就不要怪我也飙演技了。这真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啊！可是杨健转念再想，大家都是自己人，还有可能是亲戚，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呢？难道是因为避嫌，亦或是还有更高深的棋局？没时间再想，还是抓紧伺候老板穿衣服吧。走出市委招待所，陆怀远突然开口：“小杨，你想吃什么？”杨健明显一愣，猜出老板的用意后，鼓足勇气再次试探道：“老板，我有位老学长是铁山区的坐地户，要不要问一问什么东西好吃啊？”“可以，不能白来一趟吗？”得到省委书记的首肯，杨健立即拨通大师兄的电话：“学长，铁山区的早点怎么样？哪家既干净又好吃啊？”“铁山农贸市场，10分钟内赶到。”“谢谢学长，一会儿见。”既然老板是自己人，那就放大手脚，做大做强。拦下一辆出租车，陆怀远主动要求坐前排，和司机聊了一路，问的都是凤州市的大事小情，可换来的结果却是越听脸越黑，越问火越大，到最后基本不讲话，专心听司机骂脏话。杨健听得满头大汗：“大哥，你就不能少说2句吗？”抵达目的地，陆怀远厉声说道：“给楚洪才打电话，让他立即过来买单。”“收到。”杨健急忙掏出兜里的手机，拨通凤州市委书记楚洪才的私人电话。几分钟后，朱明华拎着材料找到省委书记所在的包子铺。“早上好，陆老板。”“坐下吧，一起吃。”“我吃过了，谢谢陆老板。”朱明华只敢落座，不敢与省委书记一起用餐。杨健扭头再叫一份早餐，帮人帮到底吗？哪能让大师兄饿着肚子汇报？不一会儿，凤州市委书记楚洪才也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开口便是检讨：“对不起，陆老板，我来晚了。”陆怀远面无表情的点头。杨健扭头再叫一份早餐，外加一句：“楚老板，一起吃点吧。”“谢谢杨秘。”楚洪才轻声致谢，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温暖。闷头吃早餐，谁也不敢开口，更不能在包子铺里聊公事，只能耐心等待省委书记吃饱。陆怀远放下筷子的一瞬间，楚洪才立即起身去买单。朱明华刚要追去，杨健用眼神劝停大师兄：“这顿早餐市委书记必须买单，否则即将官位不保。这是省委书记上次给市委书记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否则陆怀远不会叫他过来，会直接上会批斗，光明正大的训斥他。”走出包子铺，陆怀远开口发难：“楚书记，带我逛逛吧，让我也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地方特色。”“陆书记到底听到了什么？地方特色指的是什么？”“楚书记，来的路上我们听说凤州市委市政府不允许老百姓出摊，害怕影响文明城市建设。”楚洪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因为这个啊！可是这件事与他无关啊，全是市政府搞出来的。奈何作为凤州市的一把手，只要出问题，那就只能是一把手的问题。正当凤州市委书记楚洪才准备开口检讨之际，凤州市铁山区副区长朱明华抢先一步说话：“楚书记，您要的整改材料，我刚好带在身上。”说着，朱明华打开拎包，翻出一份材料，双手递给市委书记。楚洪才搭眼一瞧，竟然是铁山区农贸市场错峰经营的可行性分析报告。楚洪才立即将文件呈给陆怀远，并轻声解释道：“陆书记，凤州市委已经在着手研究此事，这份文件正是铁山区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凤州市委准备先在铁山区开展试点工作，如果可行，全市一起整改。”“那就边走边说，拿出实际行动来。”“好的，陆书记。”楚洪才躬身点头，如蒙大赦一般，紧跟在省委书记的身后。杨健给朱明华递个眼色，示意大师兄上前半步，帮楚书记查缺补漏，一定要抓住这次机遇。得到小师弟的鼓励，朱明华主动上前，做好随时答题的准备。眼见省委书记的神情越来越轻松，杨健长舒一口气，并在心里感慨道：“只有时刻准备着，才能抓住突如其来的机会啊！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你可一定要在家呀！”临别之际，陆怀远正色叮嘱道：“金杯银杯不如百姓们的口碑，千评万评不如群众们的好评。省委省政府不仅要一座精神文明城市，更要一处充满烟火气息的家园。千万别让家乡少了人情味儿，绝对不能让乡亲们指着政府的鼻子骂娘。”“多谢陆书记提点。”“洪才同志，我期待整改的结果。”同志二字一出，凤州市委书记楚洪才差点激动出感动的眼泪。轮到朱明华的时候，省委书记陆怀远微笑着调侃道：“东大才子，名不虚传，再接再厉。”“谢谢陆书记。”“老板收为心腹，我拉拢一名猛将，不枉此行啊！”
返回市委招待所，服侍陆怀远换好工装，拒绝所有地方领导的觐见，准备前往下一站。小杨，转告王厅长，什么时候整改好，什么时候返回盛京。杨建应下，转身出屋，拨通王建华的电话。王厅长，麻烦您留下来，整改一下凤州市的3农问题。说完便挂，自己务去吧。至于王建华能不能回家，估计好多人都不想他回去吧。一个萝卜一个坑了。省农业农村厅的头把交椅也很抢手的嘛。王厅长被留下来的消息很快就传遍整个省委调研团，于是乎考斯特内空出来的位置瞬间就成为众人争抢的对象。杨建婉拒很多人的请求，把空出来的座位赏给了省台的随行记者，绝对不是因为那名记者号称盛京第一花，而是想要利用旅途时间完成宣传部门的重任。当然好奇心也是有的嘛，哪个男人不愿意看美女啊？身正不怕影子斜，脚歪还需鞋来着。杨建同志想要挑战一下男同胞们的软肋。警车开道，考斯特发动，凤州4大班子不敢送到高速公路。落座后的杨建正要闷头发短信，一声感谢突在杨建的头顶响起。杨幂，谢谢你。声如黄莺，吹起如兰，口吐芬芳，确实挺好闻呐。抬头一看，非常失望，很想说句再换一批，收敛心神，正色回道：不客气，应该的。见到杨建竟是如此反应，盛京第一花主动坐到杨建的身旁。我叫顾子熙。你好，我叫杨建。眼见奉天第一命对自己不太感兴趣，那就往里挤几位。杨建瞬间起身，向着省委书记的身边走去。什么盛京第一花，也就勉强能跟白千雪比一比，跟我家苏秦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陆书记，省台想要采访您。可以，请他过来吧。此话一出，副省长韩哲主动起身让位置，正好要找奉天第一秘交心呢。杨建把顾子熙带到陆怀远的正对面，采访正式开始。回到后排的杨建主动承揽起陆怀远的工作，继续捧杀韩哲，一顿马劈下来。韩副省长听到心花怒放，笑脸如菊。小杨，今晚请你吃海鲜。不会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吧？怎么，你不爱吃海鲜？爱吃，凤岛市的海鲜可好吃了。晚上来我房间，咱俩好好喝点。杨建微笑着点头，顿时心凉一半，这还吃个屁啊！省委书记的第一次外出调研就轻松解决了凤州市百姓的痛点难点，而接下来调研小组即将驶入省长楚大山的老家。一路上，顾子熙有意无意的在向杨建这边靠拢，眼见即将失手，杨建立即起身，麻烦让一下，我要过去。不好意思了，杨幂，睡着了呢。佯装惊醒的顾子熙羞答答的让出一丝丝的间隙。杨建蹭着座椅出去，不给顾子熙任何的机会。考斯特的空间很大，基本都是一人独享2个座位，哪里还没有一处安身息剑之所？选来选去，杨建主动坐到秘书长的身边去。正在闭目养神的马玉龙瞬间睁开双眼，似笑非笑的问道：谈完了？马叔，专职秘书不好干的，您帮我想想对策吧。管好嘴巴，魏本。还有他，除非你能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否则那就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吧。我一定铭记于心，好脑子不如烂笔头，我这就记在手机里。小杨，你换新手机了？对啊，之前手机拍视频有点模糊，就换了台新的。那你那台旧的呢？旧的当然第一时间找转转上门回收了，卖了2500多，他们家价格公道，打钱又快又干脆。现在转转不只收手机，就连数码相机这种摄影器材，还有 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都能回收。趁着旧的还值钱，赶紧找转转回收就对了。秘书长微微点头，给杨建一个安心的眼神。只因有些事情与女人的多少无关，全凭高层的决断。想到这里，秘书长收敛笑意，轻声叮嘱道：凤岛市的情况有些特殊，做好冲锋陷阵的准备。杨建正色点头，早已做好赴汤蹈火的心理准备。因为凤岛是楚省长的老家，这里的官员基本都是楚大山的嫡系，省委书记的调研路线绝对不能避开凤岛市，这里面有很多的政治博弈。此时，杨建突然想起了陆怀远的那句话：任他龙潭虎穴，我都要闯一闯。刹那间，杨建的身体里窜出使不完的干劲，政治博弈非常让人上瘾，要比任何游戏都使人着迷。半个小时后，车队抵达凤岛收费站，只有1辆考斯特与2辆警车在恭候。见此情景，省委书记陆怀远微笑着开口：小杨，请他俩上来吧。好的，陆书记。杨建下车，直奔凤岛市委书记、市长的面前走去。欢迎陆书记莅临凤岛市。眼见凤岛市委书记主动伸出双手，杨建立马停在原地，绝对不能握手，更不能过于热情，这就是一个大陷阱。杨建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嘴脸：穆书记、马市长，请您2位登车。话毕，杨建侧身引路，要让考斯特上的陆怀远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一举一动，这才初次见面。市委书记穆宝柱就敢在省委书记与专职秘书之间埋刺，谁给他的勇气？难道是楚省长的指使？带着疑惑，杨建把穆宝柱与马大奎引上考斯特。陆书记，欢迎您莅临凤岛市。宝柱同志、大奎同志，坐下说话。
这样杨健同志没办法上车吗？闻言，穆宝珠顿时收回双手，规规矩矩地端坐在陆怀远的正对面。杨健登车，考斯特发动，坐到秘书长的身边，静听陆怀远与穆宝珠之间的谈话。陆书记，奉党是仅存党和国家的方针，牢记省委省政府的指示，大力发展远洋经济、海洋产业、深蓝文化、绿色理念。截至目前为止，我市的 GDP 总量已经远超同年同期指数。凤岛市委书记穆宝珠开口就是炫耀，且话里话外皆是省长楚大山的功劳。陆怀远频频点头，根本不在乎这是谁的政绩，只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就好。陆书记，凤岛市的大门24小时为您敞开，您想去哪里调研都可以。不用，就按照你们规划的行程来。好的，陆书记。话毕，穆宝珠掏出手机，拨通开到警车的电话，前往凤岛经济开发区。半个小时后，车队抵达位于海边的集度假、疗养、接待、商务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度假区——凤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主要成员们早已整整齐齐的列队欢迎。市委书记穆宝珠以东道主的身份逐一介绍，省委书记陆怀远挨个握手，秘书长马玉龙随后，副省长韩哲只能排第三。奉天第一秘巡视好几圈，终于在昏暗的角落里找到自己的室友，隔空递个眼神，好基友秒懂，回敬一个电话的手势。杨健微笑着点头，一定要在楚省长的老巢里埋下几根钉子。简短的会面过后，省委书记陆怀远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一家5星级的大酒店。酒店归属于开发区管委会，午餐在这里解决，全是海鲜，中午不能喝酒。午餐很快结束，出乎众人预料的是，省委书记陆怀远不仅欣然接受海边的别墅，还主动取消下午的调研。于是乎，杨健拎着陆怀远的行李箱，忐忑不安地迈进无敌豪华海景房。老板，我可以睡在1楼吗？你要是害怕，那就搬过来一起住。杨健都敢挟持陆怀远，又岂会害怕楚大山？他之所以想搬家，是担心穆宝珠等人会在暗中使坏。可是有些话绝对不能明讲，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忠心。拨通武警与公安厅的电话，立即排查整栋别墅，任何角落都不许放过。陆怀远有些诧异，但也没有开口反对。默许杨健的小题大做，也算是博弈的一部分吧。检查完毕，杨健微笑着解释：老板，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吗？下午2点叫醒我，我要去海边游泳，劳逸结合嘛。好的，老板。服侍好老板，杨健再次打给警卫，让他们提前去海边检查一圈。挂断警卫的电话，杨健再打副厅长的电话，封出一片海滩，任何人都不许靠近。准备妥当，杨健躺在1楼的沙发上午睡。奈何省委书记即将下海的消息还是传到人尽皆知。下午2点，杨健准时叫醒陆怀远。老板，海水挺凉，要不要改在院内游泳？你要是怕冷，可以在岸上等我。杨健顿时惊出一身的冷汗，只因陆怀远连续2次说出怕死，再不表态会有露怯的嫌疑。想到这里，杨健铿锵有力地说道：老板，我有个私人请求。说吧。陆书记，我想向您推荐一位优秀的基层干部。闻言，陆怀远只是笑了笑，并没有开口表态。得到省委书记的默许，杨健加大火力，主动出击。陆书记，经济好不能代表一切都好，因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可以掩盖掉许多的问题，例如政治生态等等。当然，经济数据也是衡量地方干部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是您说过，公是公，国是国，功过不能相抵。杨健同志，你又在质疑奉天省的政治生态？回陆书记，因为爱之深，所以责之切。此话一出，省委书记陆怀远顿时收敛起笑意，变得庄重无比，甚至还带一点肃然起敬的意味。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利弊千仞，无欲则刚。先容自己，再度他人。多谢陆书记提点。杨健原地深鞠一躬，这句话华夏第一命，念叨了整整一辈子。下午3点左右，省委书记陆怀远在杨健与张明学的陪伴下来到海边游泳。2名水性超好的武警早已在海中恭候多时，4名特警在周边警戒，没有奉天第一秘的口令，任何人都不许靠近。怎么样啊，同志？水温如何呀？回陆书记，游起来一点都不冷。害不害怕？杨健用实际行动来回答，脱掉衣服，只留泳裤。还是那句话，任他龙潭虎穴，我陪老板一起闯。一声呐喊过后，陆怀远向着海里走去，杨健义无反顾地跟随。2声清脆的入水之声响起，陆怀远与杨健好似一夜龙人一般，瞬间出现在海的另一边。10分钟后，省委常委、秘书长马玉龙与副省长韩哲不请自来。15分钟后，省委委员、凤岛市委书记穆宝柱、凤岛市委副书记、市长马大奎请示奉天第一秘，可否陪同省委书记一起游泳？杨健请示陆怀远，省委书记当即表态允许。20分钟后，盛京第一花穿着一身连体泳衣前来请示奉天第一秘，杨健只能回复
不可以。于是乎，顾子熙选择在岸边偷看。同样在岸边偷看的还有秘书一处的金路。游泳结束，省委书记陆怀远与市委书记穆宝柱、市长马大奎在这样山下交谈天水的时候，杨健听见了谈话的内容，基本都是关于凤岛开发区的事情。回到秘书长的身边，看见马云龙蜷缩成一个球状发抖。领导，回屋吧，嘴都冻死了。秘书长有气无力的摇头。省委书记不回屋，谁肯先走啊？这是荣耀，这是谈资，这是仕途，绝对不能认怂啊！眼见秘书长态度艰巨，杨健只能吩咐金路去弄几个热水袋。扭头的一瞬间，好家伙，怪不得韩副省长不冷，原来是因为圣经第一话啊！男人呢，从来都没有变过，至死仍是少年啊！回到别墅，趁着陆怀远心情不错，杨健开口试探道：“老板，韩副省长约我晚上喝酒，我可以陪他多喝几杯吗？”杨健没问陆怀远可不可以去，而是直接问能不能多喝几杯。闻言，陆怀远先是一愣，然后就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替我多喝几杯吧。”谢谢老板。杨健秒懂，陆怀远同意自己接力捧杀韩哲。上集说到，省委书记带队的调查组终于驶入了省长楚大山的老家。晚上7点，接风宴准时开始。老规矩，省委书记在大包厢，奉天第一秘在小包厢。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杨健主动邀请盛京第一花过来作陪。提前抵达的顾子熙打扮得非常的妩媚，杨健懒得搭理他，看着就没有食欲，可能是因为香水有毒，奈何顾子熙却非要坐在奉天第一秘的身旁。众人纷纷起哄，有意撮合杨健与顾子熙。杨健当即起身掏出手机，当场翻出苏秦的照片，狠狠地炫耀了一次，有官司打8折，还有一句话到了嘴边，却被杨健给咽了回去，保证把你们送进去。只因在场的市委常委们大部分都是楚大山的嫡系，皆是沆瀣一气的官匪，他们崇拜东北王，他们效仿楚大山，他们大搞团伙主义，丧失党性原则，背弃初心使命，只讲革命义气。想到这里，手机突然震动，掏出来一瞧，顿时汗毛倒立，竟然是奉天省省委副书记、省长楚大山的号码。杨健无比地震惊，甚至还有些轻微的颤抖。按理来说，1、2把手之间的通话，应该先由双方的秘书互相通气，然后在同一时间接听电话。奉帖就在那次，就是按照这样的流程对话。杨健只和秘书讲过话，并没有和楚省长有过直接的交集。没时间想太多，立即起身出屋，边走边接：“楚省长，请您指示。”一瞬间，吵闹的房间立马安静下来。杨健故意大声说话，为的就是让屋内的常委们听听。你们的老大主动给我打电话。装完这波，杨健转身出了包间。电话内传来楚大山一嘴地道的东北话，听起来很是亲切。小杨，我是楚大山，欢迎你到我的家乡做客。谢谢楚省长，您要和陆书记通话吗？杨健略带是好的意味，得罪不起啊，至少目前还不敢惹啊。东北王可是个狠人呐，据说整个奉天省有数万的热血青年纷纷以东北王为人生偶像。据传敢惹楚大山的人肯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无数人争先恐后的想要递上投名状。吃到海鲜没？有没有喝点啊？吃了喝了，谢谢楚省长的热情招待。不客气，咱们东北人最好且嘛。咱们二字一出，杨健顿时头皮发麻，头脑瞬间一片空白，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话。沉默片刻，沉声回道：“楚省长，麻烦您等一下。”说着，杨健加快步伐，走进省委书记所在的大包房，捂着手机走到陆怀远的身后，轻声提醒道：“老板，楚省长的电话。”快把电话给我，我要好好感谢一下大山同志。此话一出，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要静听。1、2把手之间的谈话，这可不是普通的对话，而是未来的政治走势，乃至全省的天气预报啊！杨健把手机递给陆怀远，然后静心聆听，事关许多人生死的一次对话。大山同志，感谢你的热情招待，不过唯一比较可惜的是，今晚你不在啊。杨健听不到楚大山说了什么，只能根据陆怀远的面部表情以及肢体语言来分析。大山，这顿酒犒劳你的成绩，感谢你的付出，慰问你的辛苦。最后，这是我个人为你举办的接风宴。杨健瞬间通透，怪不得陆怀远会接受海边别墅，取消下午的调研，甚至还会喝酒啊！原来这是礼尚往来吗？先礼后兵吗？斗而不破吗？提前讲好规则吗？陆怀远的笑意越来越浓，声音越说洪亮。没问题，辛苦大山同志，回来见。我提议这杯酒敬大山同志，感谢他对奉天省的杰出贡献。话毕，陆怀远带头干杯，其他人纷纷起身喝酒，只有省委书记一个人是坐着喝，全场只有杨健一个人没喝。他借用出包厢的机会，间接向所有人表态，奉天第一秘就是这个奏性，爱咋咋地，至于后果，大不了搬去京城吃软饭呗。天子脚下，谁敢放肆？东北王有那个胆子吗？可杨健转瞬再想，不对啊，现在还在东北呢，现在补酒来得及吗？真想给自己一个大耳刮子。陆怀远都在示敌以弱，自己多个鸡毛啊！深想下去，问题应该不大。打狗还得看主人嘛，平复情绪，回屋喝酒，先容自己，再度他人。既然老板已经指出今后的斗争纲领，那就谨遵陆怀远的指示，喝酒杯。
这叫啥来着？谋士当以身为饵，邀天下人入局。我杨健甘愿当卒，过河嘎嘎乱砍。杨健不敢多喝，更不能喝多，还要留着酒量应付第二场呢。随便找个借口，走到陆怀远的身后，躬身问道：“老板，累了吗？再做10分钟吧。”小杨，都说你能抽能喝，今晚喝了多少酒啊？报告秘书长，目前还算清醒，24小时为领导服务。很好，代表办公厅为陆书记服务。微醺的马玉龙竟然当着众人的面让杨健代表省委办公厅，这话里话外都在为杨健撑腰，乃至还有警告流言蜚语的意味。杨健秒懂，拿起酒杯回到陆怀远的身边，第一杯酒必须先敬省委书记，然后才能替老板带酒。双手举杯，情真意切地说声感谢陆书记的栽培。话毕，举壶就干，毫无拖泥带水的痕迹。见此情景，陆怀远举起酒盅，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起身回敬一杯。杨健差点感动到落泪，几乎就要憋不住了。老板也太给面子，更别提其他人的感受了，应该全是震惊与嫉妒，甚至还有可能会是恨吧。陆怀远落座，杨健躬身满酒，老板，我替您喝一杯。辛苦你了。得到陆怀远的首肯，杨健提壶大圈，没有人敢坐着喝，通通欠身回敬。一圈结束，时间刚刚好。陆怀远提酒收杯，接风宴正式结束。省委书记婉拒众人的相送，独留杨健一人陪伴。老板，楚家人想见您。见一见吧，强龙不压地头蛇吗？不是猛龙不过江，您先休息，我让他候着。小杨，太刚一舍，太柔一废，刚柔并济，方成事焉。多谢陆书记提点。路还很长，我们一起慢慢走下去。目光炯炯，面色虔诚，如仰神明，这就是杨健给出的唯一答卷。回到别墅，拨通楚家人的电话，提前把对方叫过来，恭候省委书记的接见吧。半个小时后，洗漱一番的陆怀远在杨健的陪同下接见楚大山的亲属。来者名叫楚大林，是楚大山的亲弟弟。有山才有林嘛。简短的交流一会儿，楚大林识趣的告退，只留下几盒常见的海鲜。杨健替陆怀远检查一遍，确实只是风干的海鲜，并没有贵重物品。省委书记当即表态，带回去下火锅。好嘞。楚大林送了2份，省委书记与杨健都有份。可能是因为游泳的缘故，亦或者是主动成全杨健的第二场，陆怀远提前入睡，杨健可以自由发挥了。带进房门，喊来司机小张值班。杨健拨通韩副省长的电话，得到的回复却是顾大美女也在，你自己看着办吧。阿玛一句老色批。杨健拨通金路的电话，韩省长请喝酒，我在4号别墅门口等你。10分钟后，杨健带着金路来到了韩副省长的房间内。果然，省台记者顾子熙也在这里。小杨，就等你了。杨健也不介意，更没资格挑理。韩哲可是省部级副职，自己只是副处级的调研员。隆重介绍一下，江南美女金路。杨健让开身位，露出身后的铜板。韩副省长顿时双眼冒光，确实被惊艳到了。顾子熙瞬间酸，杨健竟敢带女人。酒足饭饱，借着酒劲，韩哲与杨健在阳台谈心。顾子熙与金路在屋内醒酒。小杨，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终于等到了。杨健微笑着点头，心回你确实等到了，等着进监狱吧。海风吹过，掺杂着淡淡的腥臭味，奉天第一命差点听错。临近11点，一通加密电话打进杨健的手机里。3分钟后，杨健以身体不适为由先行离开，没管即将醉倒的金路。7分钟后，杨健收到2条短信，第一条无牌越野高速路口，第二条我已安全回房，谢谢杨幂。思来想去，杨健敲响省委书记的房门。15分钟后，杨健孤身一人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30分钟后，杨健坐进无牌的黑色越野吉普车下的圣经室，疾驰而去。越野车后排，杨健系紧安全带，冷声命令：通知前面的车辆油门踩到底，4个小时之内必须抵达省厅。收到。给我一部加密电话，我要和董厅长通话。1号键就是董厅长。兄弟，情况紧急，我只能求你回来坐镇。禀报李书记了。没有，我信不过他，害怕走漏风声，除了你和陆书记，其他人都不知道。没有省委的同意，没有检察院的手续，你怎么抓？你拿什么抓？抓得了他吗？兄弟，你先消消气，我也是没办法了。所以你叫我回来扛雷，你可真是我的好大哥。兄弟，放眼整个奉天省，这事儿也就你能办成，其他人都不好使。杨健的嘴角不由自主地抽动一下。董翠也会捧杀，奈何圣旨在手，只能秘密返回盛京市坐镇。专职秘书就是专，哪里需要哪里搬啊！大事要紧，没时间感慨，顺势接管省厅的指挥权，体验一次00001的魅力吧。继续监视，千万不要轻举妄动，绝对不能走漏风声。等楚省长出发后，你们才能行动。楚省长8点出发，咱们几点动手？下路上单位在哪抓？8点半，我去省委办手续，你在路上秘密逮捕，咱俩同时行动，绝对不能失败，否则谁也保不了你，我也只能秘密返回凤凰。明白，你放心吧，李宏伟绝对跑不了。在哪审？谁来审？
怎么审？多久能攻破防线？你有几成把握？我审不到5成，你亲自审至少8成以上。一个小小的副处级干部，竟然能指挥省公安厅的行动。凌晨4点左右，一夜未睡的杨建秘密抵达奉天省公安厅，董厅长带队迎接，见面就是一排军礼。请领导指示。被高高架起的奉天第一名只能点头扛雷，带头走进办公楼。指挥中心内灯光明亮，接话云集，杨建被眼前的情景震撼到了。报告杨密，犯罪嫌疑人李宏伟现已被专案组牢牢布控，请您指示。继续监视，有情况随时汇报。收到。要不要休息会儿？这个时候我怎么睡得着？让人给我整杯浓茶过来。请领导用茶。他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那位霸王花吧？谢谢。领导慢用，有需要请吩咐。给我脸色看，谁给你的勇气？你出去换个人过来服务。不用换，就用他。杨密，美林同志主动请缨，想要亲手逮捕李宏伟。原来是有怨气啊！可这关我什么事？凭什么给我上脸色？真是莫名其妙。这是求人过来坐镇的态度吗？真是越想越来气。派他去抓，如果跑了，后果自负。谢谢杨密。沈美林原地敬礼，感动到双眸渐润，终于可以手刃仇人了。杨建挥手赶人，看他就心烦意乱，根本没办法沉着冷静，那还如何指挥全局？怎么感兴趣？看他烦，看你更烦，没有一个省心的。董厅长自讨没趣，只能静静的陪同杨建喝茶熬时间。早上8点整，副厅长来报：报告领导，省政府的车队现已准时出发。报告领导，目标一切正常，请您指示。全体都有行动。如果李书记不同意，行动立即取消，听见没？兄弟，我相信你。你要是敢乱来，我绝对不认识你。上午8点20分，杨建乘坐公安厅的警车，秘密返回奉天省委大院。看一眼时间，拨通政法委书记李博文的电话。李书记，您在办公室吗？在啊，小杨，你有事吗？喂，李书记，我在楼下，这就上来。没有理会秘书，直接敲门而入。越少人知道越好，最好是谁也不知道。看见杨建如此莽撞，李博文神情凝重，猜到要有大事发生。小杨，坐下聊。禀告李书记，陆书记派我回来监督省厅的行动。什么行动？李博文顿时一急，只因省厅的行动根本没有上报，自己这个政法委书记竟然不知道。杨建并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看眼时间，坐等公安厅的电话。突然，办公桌上的座机响。我是李博文。知道了。挂断电话，谁也没有开口讲话，静到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杨建一动不动，静候政法委书记的指令，趁机分辨李博文是否真的是自己人。小杨，按理来说，李书记没有按理，只能按法，法大于理。二人对视顷刻，李博文拿起座机，当场拨了出去。我是李博文，立即签发逮捕令。杨密可还满意？喂，李书记，陆书记肯定满意。坐下聊。李书记您先忙，我去监督公安厅的行动。有需要随时打给我。谢谢李书记，请留步。李博文有问题，他应该第一时间就同意，没有理由思考这么久。没时间再想，当务之急必须保证行动成功，绝对不能失败。掏出手机，拨通董厅长的电话，只有2个字：行动。挂断电话，坐进警车，立即返回指挥中心坐镇。上午8点45分，杨建顺利返回省公安厅的指挥中心。报告杨密，一切顺利，李宏伟已被控制。杨建面无表情的点头，抓人容易，审讯才是关键。时间越来越紧迫，形势越发越危急。这才15分钟左右，消息就已经传了出去，好多人都打来了电话，例如省委常委、纪委书记方天明，省委常委、盛京市委书记萧然，省委委员、盛京市长黄有仁等等，太多了。电话响个不停，杨建根本没办法遮掩自己。奉天省的高层应该都知道了杨建秘密返回盛京，奉旨办案，懒得再猜了，一定是李博文偷偷泄露，不然就是董厅长狐假虎威。想到这里，杨建当机立断，不动如山，动如火论，要么不干，做就做绝。派人去抓李宏伟的司机、秘书、心腹，我不管他们有没有罪，先带回来配合调查。收到。加派警力，严密监控李宏伟的家人，任何人都不许错漏。收到。去调他家人的档案，所有亲属的档案全部拿给我。上午9点整，杨建使用加密电话拨通省委书记的私人号码，简短的汇报一下。陆怀远还是那句老话，你看着办吧。好的，老板，我明白了。杨建已经习惯了，只能硬着头皮答应。其实杨建也不懂审讯，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干啥。电话还在一直响个不停，吵得杨建心烦意乱，直接关机，爱咋咋地。问就是没电了，静下心来细看李宏伟的罪证与档案，如何利用李局长牵连进来黄市长，才是整件事情的关键。否则，一个小小的公安局长哪里需要杨建来督办了？李宏伟是唯一的破局点，杨建不能输，不然就没办法拿下程京城。
上午10点10分，审讯正式开始。杨健瘫坐在审讯室的隔壁，眯眼细看专业人士的功力。董厅长作陪，得胜归来的霸王花端着餐盘，站在奉天第一秘的身后，无微不至，形影不离。审了半个小时，依旧毫无进展。李宏伟负隅顽抗，就是不配合，不松口。见此情景，董厅长扭头求助杨健，可杨健早就睡着了，实在是太累。董翠刚要轻声唤醒，沈美林上前半步，第一次顶撞公安厅长，可餐盘的抖动声还是吵醒了杨健。只见杨健恨恨地起身，不让我睡觉，那就全省一起失眠。杨健出现的瞬间，审讯以上的李宏伟目瞪口呆。他怎么回来了？他因为什么而回来？难道这是省委书记的意思？关掉设备，全部出去。收到。黄门带紧的一刹那，杨健那冷若冰霜的面容瞬间变得狰狞无比。我没资格审讯你，我是回来报仇的。你别过来！省委书记在凤岛，省长去了奉铁市。今天圣经我当家，我一直在期待这一天，所以得知要抓你的消息，我偷偷跑了回来，宁可不当奉天第一秘。今天谁也救不了你，我要拉你一起走。对方是个老公安，常规的审讯手段很难突破他的心理防线。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那就用以命换命的打法。为什么？从你们陷害苏伯达那一刻开始，我就在寻找机会整掉你们。要不是忌惮你们的身份，我早就动手了。李宏伟的目光频频闪躲，他办过无数的案子，亡命徒的眼神骗不过资深老公安。杨健不给李宏伟思考的时间，扭正对方的下巴，继续用眼神攻击。没有苏伯达，我杨健要么活活饿死，要么被人打死。你查过我的童年吗？你知道我是怎么长大的吗？你知道城北的孤儿杨健是吃什么长大的吗？我吃给你看。说着，杨健单手掏出兜里的香烟，撅掉烟头，只留烟屁股，当着李宏伟的面放进嘴里，慢慢的咀嚼。此时此景，隔壁审讯室里的霸王花不知不觉已是泪流满面。董厅长与警员们无不心酸，都在强忍。15年前的冬天冷不冷？15年前的城北乱不乱？15年前的杨健差点没能熬过那个新年，一碗疙瘩汤救了我，这才能有今天的杨健。你们动我的救命恩人，我跟你们不共戴天。震耳欲聋，几乎击破了李宏伟的心理防线。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他能理解杨健的感受。我连陆怀远都敢挟持，你猜我敢不敢直接干掉你？李宏伟一动不动，豆大的汗珠如雨点一般，一滴又一滴的砸向地面。告诉你个秘密，所有人都不知道，我在假传消息。我有1整天的时间可以干掉你。等省委书记与省长都知道的时候，你已经说不出话了。话毕，杨健松开李宏伟的下巴。果不其然，李宏伟的牙齿都在发抖，他一直在等，在等上层出面救自己，在等那些人的干预与运作。可是还有时间吗？还能等下去吗？还能活到他们的到来吗？我可以告诉你个秘密，是他们。不需要，我只找你报仇，我只想和你以命换命。李宏伟顿时傻眼，拖延不下去了，这可怎么办好啊？杨健加大火力，继续攻击对方的心理防线。认识安天宇吗？想知道他在哪吗？我能把安天宇藏起来，也能让你突然消失。没藏你是因为不想藏，我要光明正大的干掉你。我看了1上午的档案，你的所有亲属我全都记下了，现在就念给你听。说罢，杨健逐一点名李宏伟的所有亲属，每念出一个名字，李宏伟的心脏就如同一次针扎，疼如万箭穿心。不要念了，求求你不要念了！我要让你们私生子们也吃烟屁股长大。此话一出，李宏伟的心房彻底决堤。说吧，是谁指使你陷害苏伯达？是黄友仁，是他指使我的。我求你了，杨健，放过我的家人吧。我只给你1次开口的机会，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杨健，我要你发誓，不要动我妻儿。我杨健对天发誓，只要你供出幕后黑手，我杨健保你妻儿平安。我全都闭嘴！我没见过你，你能听明白吗？明白。争取活下来吧，至少能亲眼看见孩子们长大。话音一落，杨健转身走就。审讯以上的李宏伟瞬间走出审讯室的一刹那，董厅长与沈美玲等人一起敬礼。杨健没空搭理他们，慌忙背对众人弯腰横扣嗓子里：“水，快拿水来！”上级说道，在审厅的各方联合行动之下，盗窃嫌疑人李宏伟被缉拿归案，总由杨健亲自审讯，李宏伟屁滚尿流。出了审讯室，杨健转身就吐，众人被眼前这一幕弄到惊慌失措，差点乱了阵脚。还好霸王花反应够快，第一时间奉上一瓶矿泉水。猛灌几口过后，杨健长舒一口气，终于下肚了。烟屁股太噎人了。杨幂，你没事吧？你说呢？烟屁股能吃吗？要不先去医院洗个胃吧。不用，还不快去审讯？我亲自进去审讯。要么进步，要么进去踩缝纫机，你自己考虑清楚。请领导放心，这是我的职责与使命。你怕死吗？我不怕。
除了董厅长与沈美玲，其他人全部离开。无关人员转身离去。杨健最后叮嘱董厅长与沈美玲：“快一点！”董厅长与沈美玲一起点头。1个小时后，董厅长双手奉上1盒录像带，一份纸质口供。杨健接过证据，起身就走。我没来过这里，立即派车送我回去。休息一会儿再走吧。你是不是真拿我当傻？剩下的事情你自己摆平。董厅长顿时尬住，自己的那点小心思瞬间就被杨健给识破。董翠，你记住了，我已经帮你2次了，事不过3，再有下次，我杨健跟你割袍断义。兄弟，你别生气，大哥派霸王花送你。算你识趣，下不为例。必须的，我命令霸王花24小时贴身保护你。董翠跟在奉天第一秘的身后，不停的各种讨好，能不能进步，全靠奉天第一秘与省委书记的后续。董厅长即将50，他不想再等，也等不起了。坐进越野车，霸王花刚要开口，杨健便冷声打断：“把你电话给我。”好的，杨幂。只见杨健接过电话，拨通苏晴的号码，柔声说道：“老婆，你在哪呢？我给你雇了个女司机兼保镖，这就是她的号码。”挂断苏晴的电话，杨健冷声命令：“从现在开始，24小时贴身保护我老婆。”沈美玲只能领命，同时心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送我去火车站。说罢，杨健打开自己的手机，拨通王大拿的电话，叫上几个信得过兄弟，陪我去趟凤联市。越野车向着盛京北站驶去，董厅长安排一组2车向着凤岛疾驰而去。杨健不敢大意，谁敢保证黄有人等人会不会狗急跳墙啊？专职秘书不好干，得抓紧买份意外保险。20分钟后，杨健揣着证据混进人来人往的旅客中。25分钟后，杨健在男厕所里与提前赶到的王大拿等人会合。45分钟后，一身农民工装扮的杨健在王大拿等人的簇拥下上了火车。王大哥，你定的硬座呀？杨健有些不敢置信，这还是自己认识的王大拿吗？对不起了，小杨兄弟，太急了，只能搞到硬座了。小杨兄弟，你躺着，我们站着就行。杨健感动到不要不要的，多么善良的一群人啊！凭啥不让他们发财？刚要开口婉拒，裤兜里的电话响了，掏出来一瞧，省委常委、盛京市委书记萧然的来电。萧书记，请指示。小杨，没有指示，盛京市委全力配合。刚要揣回裤兜，电话又响了，打眼一瞧，省委常委、纪委书记方天明。犹豫片刻，只能按下接听键，冷声问道：“方书记，有何指示？”你在哪里？只听方天明的语气非常的生硬，似乎带着怒火一样。回方书记，我在陪同陆书记调研。滚回来，带着证据滚回来！听见方天明破口大骂，一点面子都没留。杨健强掩胸中的怒火，针锋相对。方书记，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老陆不能出手，至少现在还不能下场。你这个蠢货，到现在还分不清谁是自己人吗？杨健瞬间懵了，到底谁是自己人啊？可此时电话那头的方天明都快要气死了。你赶紧回来，留在盛京坐镇，绝对不能认怂。方书记，我要先给陆书记打个电话。杨健谁也不信，只信省委书记陆怀远。听闻此句，方天明秒挂电话。挂了陆怀远的私人电话，杨健一脸懵地看向王大拿。王大哥，你去问问列车长，能不能临时停靠一下呀？好在盛京市有2个火车站，幸好列车停靠盛京南站，否则杨健真想跳车了。匆忙换回工装，急忙拦辆出租车，在王大拿等人的保护下，直奔奉天省委大院。途中，秘书长马玉龙突然打来电话：“杨健不许回来，留在盛京坐镇。”收到。趁此机会接管秘书一处。杨健美滋滋地收起电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了。可电话还没进兜，又响了。打眼一瞧，副省长韩哲。韩省长，有何指示啊？没有指示，全是支持，要啥给啥，你想要啥？带点海鲜回来，还没吃够呢。没问题，有需要打给我。杨健不屑地看了一眼电话，就跟谁家缺海鲜一样。电话声再次响起，打眼一瞧，丰铁市委书记曹博。杨健心里有点气，不发出来浑身难受。谁让曹博有墙头草的嫌疑呢？转念一想，结巴也不差这一个了。杨健略显生硬地说道：“曹书记，请指示。”曹博又岂会听不出来呢？只能豪言壮语地辩解一番，顺便再把楚省长的最新指示转达给杨健。兄弟，别怪大哥无能，楚省长要造赵强，谁敢阻拦啊？听闻此句，杨健顿感面颊生疼，火辣辣的烫。楚省长的这记隔空耳光，啪啪地扇在奉天第一秘的脸上。杨健的那句“我看谁敢优先处理赵强的身后事”，彻底沦为笑柄。要不了多久，奉天第一秘被打脸的事情定会全省皆知。想到这里，杨健露出一抹苦笑：“至于吗？不就没喝那杯酒吗？再说了，打人别打脸了，打脸伤自尊嘛，万一把我逼急了。”与此同时，杨健的双拳越握越紧，越攥越响，面容极度扭曲，双眸彻底猩红，仿佛一只嗅到血腥味的野兽一般。身旁的王大拿顿时汗毛直立，头皮发麻，不由自主地拉开些距离。10分钟后，省委大院正门口，谁也别走，今晚我请客。
话毕，杨健转身就走，浑身的肃杀之气。王大拿等人望着杨健的背影，顿感遍体生寒，原地打个冷颤，倒吸好几口的凉气。3号楼最顶层，秘书敲响了纪委书记方天明的房门。请进。得到许可，秘书带着杨健走进方天明的办公室。方书记，杨健主动开口。方天明冷哼一声，没拿正眼瞧杨健，明显挂着很大的怒火。秘书端来茶杯，闭个眼色说道：“杨秘，您请用茶。”杨健刚要伸手，可谁知方天明突然发难。站好！杨健赶忙抽回双手，直挺挺地站在原地，开始罚站。见此情景，秘书主动逃离，只能在心里为奉天第一秘祈祷。房门带紧的一刹那，纪委书记方天明破口大骂：“杨健，你就不配当秘书！”杨健只能面无表情的受训，一点反抗的心思都没有。错就是错，骂就骂呗，还能打我咋地？捧你几句奉天第一秘，你就找不到北了；给你几刀破颜，你就敢跟人结拜。那明天送你几个女人，你要不要帮他上富上啊？杨健的额头渗出密密麻麻的汗珠。说话你不是很能说吗？你不是胆子很大吗？你不是连省委书记都敢忤逆吗？方书记怎么什么事情都知道？杨健，我告诉你，要不是老陆说情，京城的大领导根本不会见你，你小子早就滚蛋了。你去全国问问，哪个秘书敢忤逆上级？这要是放在古代，灭你满门都是轻的。杨健顿时吓出一身的冷汗，这个后果他确实考虑的不多。瞧你干的好事，瞧你带的好头，瞧你那副沾沾自喜的样子，你有考虑过这么做的深远影响吗？老陆走后，哪个领导敢用你？哪个领导会用你？哪个领导会瞧得起你？听到这里，杨健的头颅缓缓地垂下，再也没有直视方天明的勇气。见此情景，方天明拿起茶杯，猛灌一大口。倒茶。杨健赶忙上前端茶认错。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纪委书记方天明是个大大爹好人啊！杨健双手奉茶，方天明单手接过，轻抿一口过后，依旧还是冷哼。杨健只能返回原地，继续直挺挺的受训。一身匪气，数次无视组织与纪律，眼下耳聋，连最基本的识人辨识都做不好，除了投机取巧、胆大蛮干、不计后果，你杨健还会什么？没有我的默许，你能见到苏伯达吗？没有纪委的保护，苏伯达能撑到陆书记的到来吗？李博文夸你几句，送你一包香烟，派去一组警察，你就拿他当自己人了。你现在就给吉省打电话，问问他们有没有人在长市街下安天宇。此话一出，杨健如遭雷击，目瞪口呆地望向方天明。书记会上，我主动要求上手段，当场逼宫陆书记的用意，你到现在还悟不透吗？还是说你杨健从来就没有信任过组织？杨健尬在原地，迟迟憋不出一个屁，彻底被对到哑口无言，心服口服。4年的大学生活，8年的官场生涯，苏伯达的关门弟子竟然是个蠢货。算了，多说无益，还是让他骂个够吧。更何况能让副部级的大佬生这么大的气，发这么大的火，我杨健也挺牛逼的吧。上级说道，省纪委书记召见杨健。方天明一顿对脸输出过后，杨健心服口服。证据呢？杨健赶忙掏出怀里的录像带与口供，小心翼翼的双手奉上。方天明没接，而是单指敲击桌面。杨健秒懂，先放证据，再去倒茶。方书记，您消消气。跟你生气，犯不上。对，犯不上，我就是个。话没说完，方天明再瞪一眼，杨健秒锁，乖乖的回到原位，继续直挺挺的罚站。方天明拿起李宏伟的口供，细瞧片刻，嘴角勾起一抹弧度。不配当秘书，倒配来纪委。杨健只敢原地讪笑，不敢开口接话茬，并在心里道歉。省纪委确实深不可测，是我杨健肤浅了。这事都有谁知道？目前只有公安厅长董翠、警员沈美玲。我说的每句话，你都要牢牢记住，绝对不许出现任何的纰漏。一定牢记。首先，抓捕李宏伟是纪委牵头，省厅配合行动。其次，是我请求陆书记派你回来督办，绝对不是省委书记的意思。最后，这是苏伯达事件的后续行动，我要你以联合调查小组联络员的身份深入参与此案，切记是深入，明白了吗？明白。现在知道联合调查小组的真实用意了吗？杨健只能点头，知道，不知道，知不道啊，确实不太知道了，又不敢反问，害怕被骂蠢货，只能回去慢慢揣摩啊。明天上午9点出席省政府的专项会，楚省长会过问今天的行动，你准备怎么回答？监督只监不督，督办只督不办。眼见方天明并不满意，杨健只能驳一下，专职秘书是快专，哪里需要哪里办。方天明差点笑出声响，杨健这小子给点阳光就敢灿烂，嘿嘿，让方书记见笑了。少跟老子套近乎，要不是看在老陆的面子上，老子第一个双规你。方天明主动改口，也算是恩威并施的一种吧。其实他也扪心自问过，杨健确实做得不错，非常适合拿来破局，但是太年轻，阅历不够，性格过于耿直，很容易掉进敌人的陷阱里。奈何庙堂之上如履薄冰，半步之错，粉身碎骨。
他不得不骂醒杨健，否则他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更对不起党和国家的重托。省委书记陆怀远太缺可用的人才了。念及此处，纪委书记竟然主动问起了东大帮，差点没给杨健吓死，磕磕巴巴地汇报一遍最新的进展。听完杨健的口述，方天明沉默片刻，物色一份名单，我先把关。收到。杨健强忍心中的狂喜，正色回道：“可省纪委书记是何许人也？又岂会看不到那转瞬即逝的一抹窃喜？”当即警告杨健，不准团伙主义，只许为民服务。东大学子谨遵领导的指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杨健这小子就是一把双刃剑，不是克敌就是伤己。方书记是把方天画戟，我就是柄尚方宝剑。回去收拾一下自己，像个什么样子？实则方天明也开始心疼杨健，只因杨健的所作所为，那是真在玩命。自从跟了省委书记陆怀远，真是应了那句哪里需要哪里搬，就没睡过几天好觉吧。得到方天明的允许，杨健主动添满热水，然后才敢转身离去。走出省委大院，与王大拿等人会合，拨通苏晴的电话：“老婆，你在哪呢？晚上家里会来不少的客人。”“我这就回去。对了，沈警官怎么办？”“不要钱的司机、保镖、保姆上哪儿去找啊？带回家，帮你做饭，帮我倒酒。”挂断苏晴的电话，杨健翻看手机里的通讯录，欠出去的饭局今晚一起补上吧。挑些重要人物，例如国企、央企、军工企业的大秘们，钱不钱的不重要，关键是帮老婆拉业务啊。王大哥带着兄弟们一起，晚上一起回家吃饭。那么多大领导，我去合适吗？听到点秘密，帮你发点小财，一起解决城北的就业率。谢谢兄弟。王大拿感动到不要不要的，小杨兄弟太讲究了。苏伯达进京赶考。组织部长高阳代表奉天省委组织部全程陪同，师母毕风琴不仅请了长假，还带走了很多的行李，貌似京城党校的职位十拿九稳一般。农民工兄弟们死活不肯进门，王大拿也不好意思开口相劝。杨健一看便急眼了，扬声说道：“谁要是不进屋，就是瞧不起我杨健。”听见声音的苏晴立即跑来开门，客客气气的邀请众人进屋，亲手泡壶热茶，每人奉上一杯。来的都是客，狗眼才会看人低。聊了一会儿家常话，客人终于到齐了。杨健主位，其他人按照自身的级别落座。苏晴婉拒众人的劝说，主动坐到农民工兄弟们那桌。还有一位负责倒酒的正科级的霸王花。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微醺的杨健主动挑起今晚的主题：“兄弟们，帮帮忙吧，给我的救命恩人们指条崭新的康庄大道吧！”话毕，杨健举杯就干，一滴都没剩。众人也都纷纷闷掉。沈美林倒酒，杨健再次开口：“听到点风声，可能跟房地产有关。我的想法很简单，坚决拥护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借着酒劲，杨健主动泄露点意外看到的最新文件，政策就是趋势，就是风口，就是机遇，就是金钱。杨健不太在乎钱，他只想替陆怀远分忧，帮盛京市解决就业率，捎带王大拿发财。在场的都是人精，奉天第一秘泄露出来的消息能值多少钱，具有多大的含金量，不言而喻。于是乎，众人纷纷表态，一起扶持王大拿成为奉天首富。得到支持的王大拿颤抖着起身，连闷3杯白的，刚一落座，就听杨健调侃道：“奉天首富不好听，你要当奉天首富，付出的付。兄弟，有舍才有得，有国才有家，一年一座孤儿院，言出必行。”两只酒杯碰在一起，震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喝着喝着，电话响了，打眼一瞧，董厅长来电。迟疑片刻，果断接听，没有好声的问道：“又咋了？兄弟，帮帮忙吧，哥哥快要挺不住了。”听着董厅长带着哭腔的声音，杨健顿时头大，只好强忍着怒火走进书房，厉声问道：“都有谁？”反贪局、检察院、黄市长，就差李书记了。有手续吗？检察院已经立案了，反贪局是带着手续来的。坚持住，我一会儿就到。挂了电话，杨健立即打给纪委书记方天明：“方书记，检察院要人，我该怎么办？”“你自己看着办。”杨健当场实话，又是这句话，又是让我看着办，真是一群惹不起的大佬。杨健只好转身回到客厅，对众人抱歉道：“大家慢慢喝，我先出去办点事。”众人不敢挽留，奉天第一秘要办的事，肯定都是天大的事情。杨秘，我没喝酒，开车送您。留下来保护我老婆。附近有便衣，绝对没问题。得到沈美林的保证，二人即刻出发。公安厅的会议室内，董厅长正与反贪局、检察院的领导扯皮。突然，会议室的房门被人推开，众人停止争吵，纷纷向着门口看去。只见奉天第一秘又拉着脸，越走越近。都是自己人，有什么可吵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杨处长，我是反贪局的侯毅，我奉。别跟我提人，谁也不好使。杨健选择先发制人，非常之是用非常手段。可反贪局也不是吃素的猪，眼见吃瘪的侯局长当即举起检察院的手续，只得有声道：“杨处长，这是手续，请您过目。”只见杨健接过手续，放在桌面上，躬身细瞧片刻。就在众人疑惑上门究竟写了什么，能让奉天第一秘如此谨小慎微？众人无语，
看了半天，你给吐上面了。不好意思，喝多了没忍住。侯局长气到咬牙切齿，若不是忌惮奉天第一秘的威名，他真想破口大骂。这时，副省级的检察长眼看事情不妙，立即上前打圆场。侯局长，再去补份手续。收到。侯一转身就走，再也不想忍受会议室内的臭味，直走侯局长。检察长笑呵呵地问道：“杨大秘喝了多少啊？”杨健只能耍酒疯，不太敢硬刚检察院的一把手，担心苏晴的生意会受牵连嘛，便醉眼迷离地回道：“回领导，没喝多少啊？下次喝酒记得叫上我啊。”检察长也不敢硬刚奉天第一秘。见此情景，杨健灵机一动，佯装酒劲上头的样子：“现在不就是下班时间吗？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现在就喝呗。”得罪人的事情谁愿意干了？不如和这小子一起装疯卖傻。李书记要是追究起来，就说杨健非要拉我去喝酒。没错，现在是下班时间，咱俩一起喝点。于是乎，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奉天第一秘搂着检察长出屋了。糟了，我肚子疼，我要去医院。其他人看来看去，比的全是悟性与临场反应，各种借口层出不穷，一个比一个浮夸。这场危机就此解除。上级说道：“省公安厅长闯下大祸，距离采缝纫机只有一步之遥。”可杨健的出现却让局面瞬间反转。从公安厅出来后，沈美林把杨健与检察长送到一处偏僻的烧烤店。进屋后，杨健赶走沈美林，关门聊起了悄悄话：“领导，早就想请您了，我爱人苏晴刚开一家律师事务所呀。”还有这事？我老板可是给我爱人下的死任务，1年援助200名的下岗职工啊，您可得帮忙啊，不然陆书记要是追究起来，我可扛不住啊。这小子表面像是求助，实则是威胁啊。夏阳，你放心，我肯定全力支持。谢谢领导，您可真是我家的救命恩人啊。杨健试探一下检察长，看看能否拉拢一下，即便拉拢不到，哄成墙头草也行，最不济还可以离间一下，恶心政法委书记李博文了。谈不上，举手之劳而已。更何况法律援助本就是我的分内之事。检察长的回答模棱两可，滴水不漏。杨健暗骂了一句老狐狸。突然，检察长的手机响了，没有犹豫，立即接听。我和杨幂在喝酒，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听闻此句，杨健暗骂一声老坏灯。店长，你换新手机了？那多贵呀！现在上转买2手才更划算。我这华为 Mate 60只花了3300，比新款便宜2000。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笔记本，性价比也挺高的，大屏幕办公可舒服了。真挺便宜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总之，买2手上转就对了。心情大好的检察长刚要提酒，杨健的手机也响了起来，同样的没有犹豫，立即接听。李书记，请您指示。小杨，你在哪呢？回李书记，检察长请我喝酒，我俩在一起吃烧烤。杨健同样面无表情的回道：“比划是吗？比音对吗？那就比看呗，看看谁的日子更难过。”反贪局的手续有问题吗？此时可以听出李博文的声音已经明显带着一丝丝的火气，可杨健早就想好了对策。对不起，李书记，我没看清啊。你在哪儿呢？我派人送过去。李书记，我就是位联络员，没资格介入公检法的事情吧？你把电话给他。收到。政法委书记找你。李书记，请指示。办案期间可以喝酒吗？你这个检察长还想不想干了？不想干，现在就给我滚蛋！杨健一脸同情地望向检察长，真惨啊！检察长垂头不语，沉默了好久后才抬头问道：“杨幂，这酒还能喝吗？能不能，全看你自己。那就一醉解千愁吧。3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检察长，将进酒，杯莫停。3杯通大道，3杯通大道，那就痛饮3大杯。”杨健微笑着点头，心想我可啥都没说，只是顺嘴接句古诗而已。至于检察长会怎么想，谁会相信一个酒蒙子的醉话？奉天第一秘刚刚学到一招，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一直喝到下半夜1点左右，检察长醉到不省人事，杨健也喝成东倒西歪。沈美林将杨健扶进了省厅的招待所，叫来2名警员负责照顾。沈美林没好意思留宿，主动给苏晴报备一声，即便起了爱慕的心思，可她绝对不会趁人之危。而躺在床上的杨健则是挂着一抹坏笑，安然入睡。一日早上9点整，警员火急火燎地叫醒杨健：“杨幂，快醒醒吧，楚省长在等你开会啊！”杨健顿时惊醒，楚省长召开的会议，谁敢迟到啊？看了眼手机，顿时心凉半截，几十个未接来电，恨不得狠扇自己几个大耳瓜子。这点酒喝的，手机怎么还静音了？刚跑到招待所门口，就见董翠站在他的那辆黑色捷达前面。已经迟到了，不差这一会儿了吗？杨健循声看去，顿时火冒三丈：“为什么陷害我？我陪你一起迟到，这也叫陷害？你是不是真的拿我当傻子？你想被骂，我可不想。你要当2五仔吧？你能左右逢源吗？你想给自己留条退路吧？”
杨健被对到词穷，但目光却丝毫不松，扪心自问一下，我到底在怕什么？我承认，我故意迟到，就是想要挨骂，就是想要演给陆书记看。我董翠要让全省都知道，我绝对不是怂包，我一直在卧薪尝胆。你怕他什么？他有什么可怕的？他能把你杨健怎么样？4组便衣，24小时轮番保护弟妹，在你身边全是我的嫡系，就连你的前妻我都考虑到了。我董翠从来没有愧对过自己的兄弟。听到这里，杨健感动了。董翠的默默付出，他确实都不知道。你害怕挨骂，我来扛；你想留个后路，我帮你。我董翠有能力保护你和弟妹一生平安。董大哥，上车再说，先去挨骂。杨健点头，跟在董翠的身后，一起坐进黑色捷达。董大哥，你消消气。老弟，我经常进京开会，大老板的背景我不敢说，你心里有数就行。听闻此句，杨健目瞪口呆地望向董翠，董翠狠狠地点头，同时伸出手指指向车顶。杨健秒懂，通天封顶，怪不得董翠敢当众表态，原来早就摸清了陆怀远的底细。我拉你回来不是扛不住，而是要有福同享，跟紧大老板，奉天只是跳板，京城才是咱俩的归宿。此话一出，给杨健整激动了，谁不想进京啊？那里才是真正的权力之巅啊！想到这里，怪不得师母敢搬家，原来陆怀远的背景真的大到吓死个人。现在还害怕吗？杨健果断的摇头，心想这还怕个屁啊，干他就完了。我在公安系统干了半辈子，眼线多到我自己都记不住，任何风吹草动我都能听到点风声。一会儿怎么办？急性阑尾炎，刚出院。那我呢？兄弟，我都入院了，谁知道你去哪里快活了？你可真是我的好大哥。对了，跟你说点题外话，霸王花的底子倒是干净，只不过金路那个小丫头有点意思。有点意思？算了吧，我现在哪有心思想这些，我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点到为止，董翠也不多劝，转身掏出一套微型设备，塞进杨健的怀里。如果楚大山找你私聊，一定要开录音，千万别让对方得逞。能力仅排第2，忠诚才是唯一的选择。杨健秒懂，赶忙把设备藏好，坚决不让对方离间到省委书记与专职秘书之间的关系。开进省政府的一刹那，杨健酸了，不愧是新修的大楼，望着就让人羡慕不已。省委大院根本没法跟人家比。会议室门口，董翠在前，杨健在后，故意跑出声响，门没关，急停在会议室的正门口，气喘吁吁地喊道：“报告！”听见专职副书记齐玉民的声音，两人硬着头皮走进偌大的会议室。杨健偷瞄一圈，好家伙，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都在，可就是没有看见省长楚大山的身影。难道会议已经结束了？就在这时，方天明的声音响起：“杨健，我有没有通知你9点准时开会？”“有通知。”“那你为什么迟到？”“报告领导，我请求处分。”杨健只能以退为进，先把认错的态度摆正。可谁知李博文却突然开口：“天宁书记，杨健同志连夜返回奉天，熬夜监督办案，人非机器，情有可原吗？”“没错，大家都知道杨健同志是个拼命三郎嘛。”“小杨，快入座吧。”杨健没敢乱动，静候方天明的旨意。李博文这个大坏逼，他在故意诱导在场的所有人。方天明冷哼一声，懒得再看正中央的董翠与杨健。董翠与杨健面向在场的各位领导们深鞠一躬，然后才敢找位置。事闹大了，因为迟到，会议延时开始。在场的每位领导哪个不是日理万机，他们的时间金贵的很啊。楚省长真是好手段啊，这一招下来，杨健与董翠几乎得罪了所有的高层。就在杨健与董翠刚刚坐下的时候，门外便传来厚重的脚步声。刹那间，会议室内的大部分领导瞬间全部起立。杨健与董翠也赶忙起身，直挺挺地迎接东北王楚大山。杨健的心里还是蛮期待的，之前只在电视里看过，从来没有见过本人。只见奉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楚大山微笑着走了过去，第一眼看着确实跟电视里一模一样，第二眼这人是个笑面虎，第三眼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啊？大家都坐下吧，咱们开始开会。楚大山发话，众人纷纷落座，会议正式开始。事情太多，让大家久等了。楚大山率先开口后，巡视一圈在场的所有人，把目光锁在政法委书记李博文的身上。外商即将到访，事关全省的经济与发展，在此期间，谁敢惹事，就是全省的敌人。杨健顿时吓出半身的冷汗，这是指桑骂槐啊！谁在惹事，那还用问吗？全省都知道啊！怀远同志说过，尽量避免因为正风肃纪而造成经济停滞。我希望纪委的同志们能够尽量降低影响。如果因为办案而吓跑外商，你们自己去京城交代。杨健垂头记录，不敢抬头直视楚大山，心跳越来越快，很怕会点到自己。
东北人的性格在楚大山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有问题早发现早解决，争取防患于未然。因此我提议在外商到访之前，在全省开展一次为期1个月的治安整治专项行动。楚省长的提议谁敢反对？更何况省委书记陆怀远又不在，只是杨健揣摩不出楚大山的用意。方天明提醒杨健，楚大山可能会过问李宏伟的事情，可是半场会议下来，楚大山啥都没问，貌似根本瞧不起在场的所有人，并且只有一个主题：谁敢影响老子招来的外商，整不死你。今天的会议应该就是一次全员警告吧。杨健没悟出太多的东西，准备回去问问方书记。楚省长说完就走，把后半场的会议交给专职副书记齐玉民来主持。正当杨健长舒一口气之际，杨秘你好，我是楚省长的专职秘书，楚省长要见你。上集说到，省长楚大山终于回归奉天，而杨健也接到了来自省长专职秘书的电话。杨处长，楚省长要见你。杨健心乎不妙，真是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奈何楚大山点名要见自己，谁敢不去？偷偷出走会议室，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误会。这是阳谋，无解的阳谋，不接也得接。庆幸没有当众点名要见自己，偷偷摸向裤兜，该不该打开设备？会不会被发现？万一被发现，又要响彻整个华夏大地了吧？思来想去，正在办案，身上多套设备，貌似很合理吧？刚出会议室，迎面碰见一位40多岁的男子，个子不高，斯斯文文的，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应该就是楚省长的秘书，奉天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副主任蒋大为。这才是真正的高配，我什么时候也能挂个副厅啊？蒋主任，幸会了，杨处长。幸会幸会。跟我来，我带你去见楚省长。杨健放慢半步，不能和蒋大为并排走，这里可是省政府的地盘，省长的办公室在最顶层，整整一个楼层，静到令人发指。沿途碰见许多位正在等待接见的各级领导，他们规规矩矩地坐在椅子上，只敢微微点头，甚至都不敢开口打招呼。杨健的手心里全是汗珠，不愧是东北王，单凭这份威压都能镇住大部分的魑魅魍魉。楚省长，杨健同志带到。你先出去吧，小杨要喝水的话，让他自己倒就行。好的，麻烦您替我服务一会儿，领导。杨健微笑着点头，然后直奔茶水台走去，自己倒就自己倒，啥鬼喝啥？打眼一瞧，真阔气啊，啥茶都有啊，喝哪种茶好呢？也不太会品茶，思来想去，那就品一品楚省长的极品绿茶吧。刚要倒水，不对，得先给楚省长添水才行，这是最基本的礼数，绝对不是认怂。拿起水壶，走到楚省长的桌前，躬身添满热水，趁机偷瞄几眼楚大山在干啥。不瞧不要紧，一瞅吓一跳。9位数啊，上亿的审批啊，还是省长牛批啊，这一天下来得批出去多少钱啊？楚省长，请用茶。这次去德国真是开眼了，都是工业基地，差距可不是一般的大啊。这是啥意思？我该不该拿呀？嘎啥呢？点上啊，一起抽。好的。杨健拆开香烟，第一支递给楚大山，还不忘顺手给自己也拿了一根。点燃之后，回去给自己倒茶。楚大山问啥就回啥，主打一个不卑不亢，坚决不给陆怀远丢脸。端坐在沙发上，细看楚省长的办公室，都是正部级的领导，凭啥楚大山的办公室这么好？杨健替省委大院感到委屈与不服，回去就让秘书长提议，咱们也盖栋新大楼，向省政府的规模看齐。终于签完了。杨健微笑着点头，心想这活儿我也能干。楚大山猛灌一口茶水，咂巴咂巴嘴，没味儿了，再换一杯。好的。好你个楚大山，真拿我不当外人啊！与此同时，楚大山走出办公桌，背靠在沙发上，上下打量起杨健。泡好茶水的杨健躬身双手奉上，楚省长，请用茶。楚大山没接，单手拍拍沙发，示意杨健坐到自己的身边。杨健也不拒绝，第一次见面绝对不能怂。杨健侧身落座，尽量弓着身体，免得让楚大山仰望自己。这绝对不是认怂，而是礼数。没错，杨健一直都是一位懂礼貌的好少年。10年之内吧，老子召开的会议，你是第一个敢迟到的。楚省长，对不起。坐下坐下，没有你，老子骂死董翠那个怂包。楚大山说翻脸就翻脸了，这一身的威压能把活人给憋死啊！回来的路上听人聊起过你，不愧是东北汉子，很合老子的胃口。尤其是你小子竟敢挟持怀远同志。听到这，杨健恨不得找个耗子洞钻进去。楚大山这话在示好的同时，又在埋汰水里。小杨，咱俩都是东北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死后还要埋在这里。外人呢，舍得留在这里吗？能拿咱们东北当家吗？都是一群过客罢了。我查过你的档案，咱俩的童年很像，但是我要比你苦得多。你们这代人绝对想象不到我们这代人吃过多少苦。杨健只能静心聆听楚大山的用意，差不多能揣摩出个大半。
忆苦思甜，腹不忘俭。咱们东北人有几个能做到？真是个笑话。都说咱们东北人豪爽，可是我觉得那叫做傻。喝点啤酒，啥都敢答应，捧他几句好话，觉得整个东北都是他的。此话一出，杨健瞬间脸红。楚大山这话明显是在骂我。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是咱们东北人的优点嘛。有事儿他真上，朋友有难处他是真管，对不对，小杨？这个老的，左手是甜枣，右手大棒子，一会给点甜头，一会又给你一棒子。眼看楚大山摸向桌面上的香烟，杨健抢先一步入手，主动替楚大山点燃，自己没抽。楚大山狠抽一口，吐出一嘴的烟雾，直奔杨健的颜面扑去。可杨健迎上楚大山的目光，毫无畏惧的神色，依旧保持着微笑的面孔。哈哈，不错，像个东北爷们儿。杨健微笑着点头，这话是个坑，绝对不能回。眼见杨健不咬钩，楚大山加大火力。咋地？跟南方人待在一起，忘本了？回楚省长，绝对没有。忘了啥也不能忘了本。汤词瘪肚，半天才憋出来一个屁。楚省长，我是来受训的，哪敢乱开口啊？老子训你了吗？你见过老子训人吗？你杨健出去打听打听，谁敢跟老子平起平坐？话音未落，杨健立即起身，直挺挺地站在楚大山的正对面，不接话茬，瞬间翻脸。小杨，别说我楚大山没给过你机会，再有下次，绝对不是今天的待遇。报告楚省长，绝对不会再迟到。杨健的回答铿锵有力，但是回答却并不是楚大山想要的。既然已经开战，那就没有回头路，要不干，干就到底。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什么地域之分，什么南北差异，大家都是华夏人，我只听党和国家的指示。而眼见杨健不漏气，楚大山几乎可以笃定，这小子还真是个不怕死的主。可惜呀，早点遇见就好了。如果能把他拉拢到我的身边，如虎添翼。小杨，等你到了我这个位置，就会知道苏伯达根本不配映入到我的眼帘。杨健点头，这话他信。一个正厅级的领导，确实不配正部级的大佬亲自出手。总有些蠢货，天天揣摩上级的心意，一群投机取巧的废物，留着也是祸害。你办他们，我支持你，但是做人留一线，以后好相见。斩草不出根，春风吹又生。盖棺定论，我替你葬掉赵强，免得有一天赵强的后影跑去掘掉你的坟。这是赤裸裸的威胁，杨健只能点头应下，可心里确实不服。大不了挪坟呗，埋在京城不香吗？眼见杨健不想交心，楚大山彻底失去耐心。我已经好久没有跟人聊过这么多了。小杨，你回去慢慢感悟。最后送你一句话：想吃凤岛的海鲜，老子管够；想喝南方的黄酒，东北买不到。话毕，楚大山端起茶杯送客。杨健躬身告别，谢谢楚省长的热情款待。一语双关，让楚大山自己想去吧。酸里酸气的走出省政府的大楼，傻子才回去继续开会。当务之急，立即向老板报备一声。报备结束，刚要准备回家，电话又响了。又咋了？我在车里等你。咋样？都谈什么了？关你啥事？董翠也不多问，伸手去掏杨健身上的设备。他非常的好奇，楚大山会和杨健聊些什么。杨健推开董翠，不耐烦地说道：“我没录。”你真怂啊！杨健瞬间翻脸，当即掏出手机，当场翻出楚大山的私人号码。我现在就打给楚省长，就说公安厅董厅长让我偷录省长的谈话。不至于哈，大哥错了哈，今晚给你摆一桌。没时间，我要回家睡觉。不差一顿饭的时间，有个人你必须得见一下。谁啊？一位大英雄，我想推他出任局长。我没那个实力，你还是请别人吧。兄弟，如果他当不上，那这个世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董大哥，不是我不想帮，而是根本就没办法帮。省厅都只有建议权，我这个秘书多点啥呀？小书记可以一句话的事。萧然好说话吗？凭啥帮我呀？兄弟，咱们总不能既让英雄流血，又让英雄流泪吧？唐杰峰同志数次死里逃生，全身几十道伤口，铁骨铮铮的汉子啊！就因为他不会讨好领导，不愿提前进步，一直在被李宏伟打压，做牛做马也就算了，给点粮草也行啊！打住！别说了，我去还不行吗？谢谢兄弟，我代表。你能代表得了谁？你知道楚省长是怎么评价你的吗？怎么评价的？人家说你是个大大的怂包。此话一出，董翠顿时尬住，面色越来越潮红，呼吸越来越急促。杨健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心呼：去战斗吧，比卡丘！